被欺负了8年的女人突然反击，这家人蒙圈了。你这洗丫头，要洗就出去洗，真是晦气！我家16岁的秀才老爷，你以为是你能肖想的？你可配不上我家新学了。我家新学不能娶你这个豆芽菜，要娶也得娶那高门大户家的小姐。你也知以后咱们身份不匹配了。若是我未来妻子不介意，到时我再将你收房；若是她介意，那你只能成为我的丫鬟了。原主见陈家要让她从媳妇变成丫鬟，便触柱而亡。机缘巧合下，苏木兰穿越而来，成为这个可怜的童养媳。我既不能嫁与陈家，那也不愿做妾与丫鬟，我自请离去。哼，你可是我花了1两银子买来的童养媳，又供你温饱，给你衣穿，我陈家对你可是有天大的恩惠。你竟想着一甩袖子便自请离去？大户人家买的丫鬟，少说也要4、5两银子，1两银子可买不到丫鬟。再说家里地里的活我做了不少，哪怕是丫鬟也有月钱，丫鬟月钱少说也有500文，1年下来就是6两银子。8年了，都给我结清。你是我陈家的童养媳，要什么月钱？我既然是童养媳，那就是要嫁到你陈家的。何时成婚？一个女子竟口口声声嚷着成婚，也不知羞。抛弃糟糠的人都不知羞，我要知什么羞？要么就定个日子成婚，要么就放我离去。想让我做妾做丫鬟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咱们之间也没那些个卖身契，今日想要如何，都拿个章程出来吧。那咱们便写个卖身契。陈大秀才，我撞了柱，莫不是把你脑袋给撞坏了？我不愿卖身于你陈家，写什么卖身契？要么就做媳妇，听不懂吗？还是你们陈家想强买强卖，想吃官司？你们也不必打着主意，说是让我做媳妇，再哄着我在你家继续当牛做马，到时候一休了事。那么你陈大秀才可就不值钱喽，一个二手货，还想娶到大户人家的闺女。木兰啊，你既执意要离去，那我们当爹娘的便如了你的意。只是你到底是我们陈家花1两银子买来的，你要把这1两银子还清了才行。你也知道，当初你5岁便来到我陈家，是因你苏家实在活不下去了，你爹娘也是为你找条出路。我们从未亏待你，供你吃饱穿暖，如今你要离去，便把这1两银子还清吧。这死丫头吃了咱们家多少粮食？1两银子哪够？2两银子，还2两银子来，我便让你走。我娘说的有理，还2两银子来，便让你走。算了，那还走什么走？我不走了，我也不会干活的。你个晦气的死丫头，你爱死便死，咱们都不必管她。娘，你爱做饭便自己做，我可不愿意做。要么让那个死丫头来做饭。这是陈星学的妹妹，14岁了。一直以来，苏木兰就是这个家的免费劳动力，吃的最少，做的最多。陈家每一个人都对她动辄喝骂，如今她倒下来了，也没人愿意做饭。你不做谁做？你一个女孩子家家连做饭都不会，以后怎么嫁人？你可别多懒，快点起来煮饭。陈星莲上前就要去抓苏木兰的手臂，想把她拉扯起来，未曾想到木兰猛地捏住了她的手腕，用力一掐。你莫不是疯了？你人在我家，只是我家的童养媳，竟然还敢打我！我是童养媳，那就是你未来嫂子。你对嫂子不敬，我自然会教训你，还不滚！陈星莲还在不停叫骂，突然，你竟敢打我！教你做人而已。苏木兰说完，竟然径直从她身旁走了过去。吴氏见苏木兰进来造屋，以为她是来煮饭的，算你识相，闹了半天，快饿死了，快点煮饭。苏木兰没理他，拿碗倒了点开水，拿了一块红糖丢到碗里，直接喝了起来。吴氏看呆了，你真是疯了，你竟然喝我的红糖水！今日不教训你，倒让你这童养媳爬到我头上来了。吴氏握着汤勺就朝苏木兰打去，哪知苏木兰眼疾手快，猛地用力就把汤勺夺了过来，想打我。陈家父子赶忙来到了灶屋，被眼前的情况惊呆了。反了天了，你这孽畜竟然在家打婆母！怎么又是我婆母了？不是说要让我做妾做丫鬟的吗？儿子，给我打死他！我异界读书人，上前动手不合适吧？若是你们还想着要欺负我，以后我会让你们鸡犬不宁。你如此这般不孝不悌，毫无廉耻，对着婆母和小姑子大打出手，我要休了你！你想给我写休书？我真要笑死了。可以，休书我会好好留着，日后你娶了媳妇，我再拿给她见识一番。你休了我，你也不过是个二手货，不知所谓，不知廉耻。我懒得与你们打嘴仗。我是个童养媳不错，你们如此苛待我，日常连饭都吃不饱，却让我像头骡子般干活，这也就罢了，还说要让我做妾做丫鬟，脸怎么这么大？你有几两银子，就想着让我做丫鬟？快点写了文书，写清楚以后咱们之间毫无干系，各自婚嫁自由。否则你们也别想好活，
苏木兰说完就走回屋里躺着了。先吃饭，吃饱了再说，看老子不揍死他！女人每天都做饭，却从来不吃，跑去一旁吃半生不熟的红薯。只因她是童养媳，这家人不让她吃饭，而她现在却要做一件大胆的事。你这没有羞耻心的死皮子，你还敢吃饭？我们根本没做你的饭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陈父气急败坏地过来抢她的碗，她一边吃还一边左右闪了一下。不想让我吃饭是吧？那你们谁也吃不了。你这悍妇，这还太温柔了些，你可以叫我悍匪。苏木兰毫不在意他的满脸怒气，甚至一脸愉快地看向他。你勿要以为这般疯癫便可引起我的注意。秀才老爷，你可不要往你自个脸上贴金了，你的脸让我感觉不适。你凭什么以为你的脸比起这饭菜还要动人呢？哪里来的自信？没想到他视为耻辱的人，此刻正在羞辱他。苏木兰，你这个不要脸的死蹄子，你以为你真能成为我嫂子？就算真是嫂子，也要吃苦耐劳，孝敬爹娘，否则我们全家联合起来打死你！你确定你还要拦着我吃饭？苏木兰手持擀面杖，直接横扫过来，吓得他往旁边一躲。你一个童养媳，本来就没资格上桌吃饭，真是反了天了。对，就是反了天了。只见陈父抄起家伙就要向他袭来，苏木兰把饭碗丢向陈父，里面的饭粒正好飞到了陈父头上。苏木兰笑着走出了灶屋，屋里几人纷纷追了出来。来，那屋里太小，施展不开，要打咱们在这院子里打。呼喝声已经引起了一些村邻过来看热闹了。这是怎么了？苏丫头竟然捏着根木头！看陈大那样，恨不得打死苏丫头。陈家哥儿不是才考中了秀才吗？竟这般家宅不宁。陈家人的脸上剧都挂不住，面色一阵青一阵白。各位乡亲们，陈家出了个秀才老爷，如今看不上我这童养媳了，说是要娶个高门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因此要让我为妾或是为丫鬟，你们说这合理吗？人群里似炸开了锅，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争论着谁是谁非。更好笑的在后头，我说我不愿为妾，也不愿为丫鬟，我自请离去。结果陈家人让我赔他们2两银子，因为这些年在他家吃了很多粮食。天地良心啊，我干的活可比丫鬟要多，吃的可比丫鬟还少。他们每顿都是吃白米饭，我不是吃块红薯，就是吃个土豆。你们说我该不该赔他们2两银子？苏木兰口齿清晰，声音洪亮，几句话就让陈家人下不了台来。你们家里都是这样对待媳妇吗？若是不算媳妇，算个丫鬟，那该不该把月钱给我结清了？苏木兰有理有据，让一部分人跟着她的话点头。苏丫头说的没错，我表姨家的孙女养不活，卖到大户人家做丫鬟，得了4两银子不说，那丫头每个月还有500文钱，都攒着给她爹娘了呢。苏木兰朝他善意的笑了笑，忽然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人。这是在闹什么？李正啊，您来的正好，我家这个死丫头要闹翻天了，您快来给我做主。李正叔，陈家不把我当人，想要让我为妾为丫鬟，我不愿意，我要自请离去。你是我家花1两银子买来的，怎能说走就走？我可是良籍，你不会是想强买强卖吧？我要去县衙击鼓，我不但要去县衙击鼓，也要去县学请教山长，问他知不知道座下有这样的学生。陈家人此时才慌张起来，儿子的声誉至关重要，可不能让这死丫头胡乱败坏。苏丫头，今日我陈家心善，给你1两银子，以后老死不相往来。哼，占了便宜还要扯面大旗。今日李正与相邻居在此，正好给我做个见证。陈家得给我一纸文书，写清楚以后老死不相往来，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。我也不是你陈家的什么童养媳，只是你家的帮工，得给工钱，8年1两银。陈星雪感觉憋屈，还在犹犹豫豫。雪哥，你可是玉萍，她就是瓦砾，你能拿自己与她硬碰硬吗？赶紧打发走吧，以后你有大好前程。陈星学这才惊醒过来，写好了文书。苏木兰又将纸递给李正看了，没有问题，便双方签字按手印。令所有人未料到的是，苏木兰竟然也写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她竟然能写。1两银子。吴将1两银子狠狠地拍到苏木兰手里，赶紧滚吧！苏木兰此时无比轻松，正想着该去何方，忽然听到一声：“长姐，我是妹妹苏喜儿，你是我的长姐苏木兰。长姐，你跟我回去看看，爹死了。”真是老天有眼啊！哈哈哈！苏木兰，你爹死了，活该。可见1两银子不是白得的，拿了这不该属于你的钱，也要看你有没有命花。苏喜儿更是哭得伤心，她能徒步走10几里路来找长姐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此时却见长姐被婆家人这般刁难，她既惊恐又忐忑。苏木兰手持木棍，忽然直向陈星莲没头没脑地打去，边打边骂：“你敢在别人面前这样踩痛脚趾吗？你可知我已经与你陈家毫无关系，已经是陌生人了。
你敢对我这个陌生人幸灾乐祸，我揍的就是你！陈家人赶紧上前呼喝，企图阻止。来啊，你们还想跟我打一场？怂包！以后我苏木兰可与你们毫无干系，多嘴的话我直接上手。惹怒了我死也不怕拉你们垫背。喜儿，咱们回家吧，我已经不是陈家人了。苏木兰带着苏喜儿直接出了院门，连个包袱也没收拾。这个黄花大闺女连男人的手都没碰过，如今却当爹又当妈，被迫担起家庭重任。幸运的是，她有随身空间，在逆境中也能笑傲江湖。苏木兰刚进屋，就看到原主的弟弟苏小柏一人呆呆地跪在堂屋守灵，竟也不知害怕。哥哥，苏小柏回过头来，看到她们姐妹呆滞的眼神，总算有了喜意。长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苏木兰自己也才13岁，但在这两个孩子眼里，俨然是依靠了。好了，先别哭了，吃点东西，有了力气咱们再说其他事儿。苏木兰从空间拿出2盒牛奶，还有2个面包，分给了弟弟妹妹。快吃吧。兄妹2人吃惊地看着苏木兰拿出神奇的食物，随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。苏木兰环视这破旧低矮的房屋，叹了口气：唉，这是真的穷，不仅穷，而且苦。这是什么开局啊？自己好不容易脱离了童养媳的身份，以为能过点轻松日子了，哪知又遇到了这样的事儿。兄妹2人狼吞虎咽吃完后，才感觉恢复了不少力气。长姐，这是什么啊？特别好吃，我从来没见过呢。这是面包和牛奶。现在我说什么，你们仔细听。苏小柏和苏喜儿一脸专注，频频点头。一个神仙姑子赐给我一些好东西，能让咱们活下去。那些东西只有我才能看得见，而且必须记得不能露于人前。长姐，我知道的，要是被别人看到了，就会被抢走。苏木兰宠溺地笑了笑。小柏，你去请李正过来，有事相商。就远远的在门外喊一声便罢，不要进屋。小白点了点头，便走出门去。此时，苏木兰终于从喜儿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经过。父亲苏三在山上砍树时，不小心被倒下来的大树压得正着，就这么不幸的去了。母亲于是被外祖父家的人带回娘家了，说是要另嫁他人。伯父苏大苏二要霸占他们的房子，并且不愿意给亲弟出一副帛冠。可怜的苏三连口帛冠都没有，竟只用草席裹了，放在门板上。只有村邻稍微帮了些忙，送了点香和蜡烛等东西过来。不一会功夫，小柏就带着李正回来了。木兰啊，回来了就好。你爹这个事儿，你有何想法？李正叔，我们姐弟不懂规矩，还请李正叔照看了。我爹要尽快入土为安，我手里只有些许铜钱，只能买口薄棺，请村邻帮忙下葬。李正原本也正烦恼着，苏大苏二真不是个东西，不愿出棺材钱不说，还想着要占房子。木兰啊，你放心，你爹的事我会一帮到底。如今见苏三的长女回来理事，他也放下了心。否则苏三不能入土为安，他也无法坐视不理，少不得要让所有村人捐点铜钱，合力安葬。李正叔，事儿我已经听弟妹说了，我不想劳烦我2个伯父。也成，我这便让人去买副棺材回来。李正叔，我这只有1两银子。李正点了点头，他懂得这意思。乡邻都渐渐得知了苏三的长女回来了，纷纷来看热闹。真是可惜了，这苏三真是没那好命。原本长女回来是多好的事啊！夫家肯让她回娘家来处理这后事，也算是厚道人家了。苏木兰姐弟3人对乡邻的议论并不放在心上。李正叔，不知我家这房屋是否有房契？只因我那大伯二伯觊觎了这屋子，虽然屋子不怎么值钱，却也是我们姐弟3人安身立命之处。我记得以前似乎有房契，但只有白契，只因这屋子也是你爹从旁人手里买下来的，白契是有，红契似乎并无。如今我爹故去，我娘并不在家，而我也已归家。请问李正叔是否能帮我们姐弟重新立户？户主就立小柏。苏小柏惊讶地望着长姐，这个好办，今日晚了，明日就能去县衙办妥。苏小柏从箱底把房契找了出来，李正把苏小柏的名字添上，各自按了手印。立了户也好，到时你们姐弟好生过日子吧。你那夫家，你不回去了吗？不瞒李正叔，我那夫家有意另娶，因此我归家之前已经和陈家断了干系。陈家出了个秀才，10里8乡都得了消息，眼瞧着苏三家有福了，却又出了这档子事儿。李正叔，咱们家3人立户的事儿，还请您多费心。说着，苏木兰便从灶屋拿出一块肉来，递到李正手里。肉足有半斤重，色泽还算不错，看起来新鲜。李正推辞了几下，到底是收下了。李正走后，兄妹2人一起把目光看向苏木兰，因为他们知道家里不可能有肉。而此时，苏木兰又从厨房里拿了一袋大米出来。长姐，你怎么能拿出这么多米？让人瞧见了如何是好？苏木兰也装作慌张的样子，赶紧把米又放回厨房。咱们家里还有多少粮食？哪还有粮食啊？
我和哥哥都要挨饿了。长姐，虽然你那儿有白米，但也不能轻易拿出来，这可是精粮，若是让伯娘看到了，还是要来抢。他们若是敢来抢咱们的粮食，我定要打断他们的手。长姐，哥哥，我一想到咱们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，但是爹爹再也吃不着了，而娘亲也不在家，我心里好难受。苏小柏也开始难过起来了，毕竟还是个孩子。正在此时，门外又一阵喧闹，原来是苏家族人上门来闹了。她本是贤良淑德的少女，却跑去和一群山野村夫吵架，只因有人要霸占他们三姐弟唯一的房子。小柏啊，你爹骤然早逝，丢下你们可怜的兄妹，我身为你大伯，不能不管了。你们今日就跟随我去，以后由我来照管你们。大哥大嫂那脾气让小柏兄妹怎么安生？小柏啊，还是来我家，我和你二伯母定会善待你们的。嘿嘿。一旁的苏木兰挑了挑眉，没人理会她。大伯、二伯，劳你们费心了。长姐已回来，以后我们姐弟妹三人一起好生过日子，你们不必担心。苏大苏二这才把目光转到苏木兰身上，一脸诧异：你这丫头怎么还在这儿？你身为出嫁女，既处理完了你爹的后事，表达了小心，也该回去。以后让你堂弟跟着你相公读书。大伯不知缘由，我便在此说清楚。我已经从陈家回来，以后也不会嫁到陈家去。我爹爹已经过世，我便把弟妹抚养成人。苏木兰这话更是让苏大苏二稀奇。你这丫头莫不是被陈家休了？大伯母还请勿乱说话，我只是与陈家解除婚约，哪来的被休？切，说的好听，不还是被休了？苏木兰掏出文书给李正看。你们这两个妇人可不要乱嚼舌根，这文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两人是解除婚约，以后木兰丫头便好生带着弟妹过活吧。李正哪有这样的事儿？木兰这丫头明明就是童养媳，现在归家可不就是被休弃了？这文书再怎么写，也不过是名头上好听些罢了。我尊敬你们是长辈，故而称一声伯母，否则你们这样明明看到文书，李正书明明也解释了，却依然在此乱嚼舌根的妇人，我只能请你们出去了。木兰，你这死丫头没大没小，咱们可是你伯父父母，你爹爹既不在了，那便随我一起生活。以后你们姐弟的婚嫁大事都由我和你二伯父做主。婚嫁大事由谁做主？此时我爹爹尸骨未寒，你们就在此大放厥词，怕是不合适吧？再说你们能怎么样做主？是给我嫁妆呢，还是给我弟再建个屋子？苏大没想到他一句说出来，苏木兰倒顶回来10句。你这不孝忤逆的女娃，难怪被陈家休弃了，也不知羞，竟口口声声说起嫁妆来。所以你口口声声由你做主，也不过是想捞点聘礼罢了。我们三姐弟哪儿也不去，就守在我爹爹留下的屋子里，好生过自己的日子。你们爹爹既然去了，你们自然要跟着我们过活，哪有还住在这儿的？去你们家里，给你们当牛做马干活，然后再让你们挣一笔聘礼银子，当真是打得好算盘。此时越来越多的人过来看热闹了，你们也不必否认，连我爹，你们的亲兄弟去了，你们都不愿出那么一丁点银钱来给我爹置办一口棺材。你们会这么好心收留我们姐弟？李正书，我爹没有这样的兄弟，我们姐弟也不想认他们了。苏大见众人对他们指指点点，面上越发挂不住。我这侄女也不知撞了什么鬼，如今长大了越发不服管教，因此也被退了亲。他们亲爹既然不在了，当然由我们这伯父伯母管。这屋子我们也打算卖掉，让他们这些半大小子要费不少粮食。奈何我们是亲叔伯呢，即便吃亏，我们也只能咬牙把他们三人养大，以后让女娃子风光出嫁，让男娃好好娶房媳妇。苏大，这屋子是苏三留给他们姐弟三人的，你是不用操心的了。木兰这丫头已经长大了，她既然能带大弟妹，倒不劳你们多费心。你们身为长辈，平时多照看些也就罢了。明白告知你们，大伯二伯，这房屋是有房契的，如今已经添上了小柏的名字。你们想卖，看谁敢买，谁买我就去县衙告他。县衙这2个字着实把苏家众人吓了一跳。我们姐弟三人的事儿，以后都由我做主。你们想做主，那不能够。只凭你们对我爹爹的后事毫不关心这一点，我们便不认你们是长辈。若是逼急了我，大不了大家一起死。苏木兰冷冷在盯着苏大等人，倒叫周氏何氏打了个寒战。这丫头有点诡异啊。苏木兰得到了启示，忽然双眼往上一翻，眼瞳不见了，只留下眼白，吓得一些妇人尖叫。大哥二哥，你们好狠的心啊！你再敢来扰我的3个娃儿，这半夜我便立在你床头。苏木兰一字一顿的念着，吓得一众人都尖叫着跑出去了。三弟回来了，三弟上身了。苏木兰假装倒地，苏喜儿连忙搀扶住她。李正叹了口气，沉默着走出了苏家。长姐，他们都走了。苏木兰这才睁开眼睛，
三姐弟长舒一口气，总算把那烦人的大伯二伯吓跑了。只待明日里证书把户本弄好，咱们以后就不用担心了。以后弟弟就是户主，大伯二伯他们无权来干涉咱们。弟妹两人眼里的惶恐消散了许多，得知长姐还有神仙姑子给的很多好东西，他们更是心安。还好我回来了，不然这弟妹只能任由苏大苏二搓圆捏扁。娘是自己走的，还是外祖父家来人把她带走的？苏木兰想起原主的便宜娘，不禁问起。娘也不想走，是外祖父把她带走的。听伯母说，外祖父肯定会让娘再嫁的。长姐，你能不能让娘回来啊？试试看吧。苏木兰说完就带着弟弟妹妹回屋了。2块钱的银镯子却被他卖了500两。掌柜的，这东西收吗？哎呦，姑娘，小心点，别划伤了镯子。在古代，这么精美的镯子可是在皇宫里才会出现的。我这镯子你也看见了，做工有多精美，不必我说了吧？这雕花便是独一无二的。姑娘，你想典当多少银钱？苏木兰想了想这个时代的物价和银钱比例，直接竖起了5个手指头。500两成交。本来只想卖5两银子，居然这么值钱。姐妹3人拿了钱便走出了当铺。长姐，把这么好看的银镯子当了，你就没法戴了。No。不用在意这些，我们去喝点水吧。苏木兰带着弟妹到巷子里的墙角，从空间里拿出了快乐水，分给了弟妹。两人被这强烈的味觉冲击得有些不知所措。长姐，这是酒吗？怎么甜甜的？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，但是太好喝了。这不是酒，而是饮料，名叫可乐，好喝吧？它不如白水解渴，咱们偶尔喝一下，提提神。好甜，好好喝。世上好吃好喝的太多了，所以啊，咱们都要快乐点才行。走吧，我们去外祖父家。3兄妹刚到院门口，就听到了哭声和叫骂声。长姐，好像是娘在哭。你是个傻的，苏家穷成啥样了，你还想回去料理后事？你是能买口棺材，还是能坐得起道场？再怎么说，我也该陪着孩子，哪能这样就把我拖回来？3人进了院子。小柏、喜儿，我的儿啊！于是跑过来，一把就把他们搂在怀里，泪眼朦胧的。你是我的木兰了，我的蓝丫头，已经长这么高了，怎么这么瘦？娘都听说了，姑爷高中了秀才，以后我兰儿就是秀才娘子。娘，长姐已经和陈家断了关系，不嫁了，陈秀才要另娶。啊，岂有此理！我和你爹爹日子过得再难，也不敢去陈家走一趟，就怕他们怕我们上门打秋风，不善待你长姐。这中了秀才就不认这门亲了。你们这些兔崽子，不好好守在家里去办你爹的后事，到这里来搅和什么？我话摆在这里，苏家那个穷窝，你娘可不会再去了。你娘受了这么多年苦，该享享福了。我娘还是苏家的媳妇，我爹尸骨未寒，外祖父的意思是要让我娘再嫁。你这丫头怎么与你外祖父说话的？你娘还年轻，再嫁有何不可？你们身为子女，不应该为你娘后半生的幸福着想吗？娘，你跟咱们回去吧，爹的后事已经办了，已经入土为安，长姐也回来了，咱们一起过日子。你再嫁的话，不要咱们了吗？苏喜儿对于事感情很深，一个劲的央求着。你爹的后事已经办了，是你伯父他们出的钱吗？伯父他们不但不出钱给爹买棺材，还想霸占房子呢。好在长姐料理了后事，我们重新立了户本，哥哥是户主，娘，你和我们一起也能活得下去的。外祖母方士过来，把于氏和孩子们拉扯开。你真是长了个榆木脑袋！苏三都已经去了，你这些玩苏家总会照管的，你带着他们不过是互相拖累而已。如今说的这门亲多好，家里有银子，顿顿有肉吃，你嫁过去不是享福吗？于是沉默了。你们真是为我娘做的好打算。娘，不知你再嫁能得多少聘礼银子？是为了贴补于家吧？为了给你爹修房子，还是为了给你大哲攒钱娶亲？你这死丫头在这胡咧咧什么？你们就是想拖累你娘。你们爹也已经去了，我回去了又能如何呢？我哪有能力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？别说银钱，连粮食我都挣不到。隔壁村的刘屠夫盖了青砖大瓦房，挣了不少银子，时常吃肉的。虽说是个官夫，但膝下只有一儿一女，都快要成亲了。你娘嫁过去，不是顶好的日子吗？娘，这么说你是下定决心不跟我们回去了？娘以后若是过上了好日子，会尽力帮衬你们的。木兰，你在陈家过得好，不知道穷苦日子有多难熬。娘，跟着我们姐弟3人，以后日子越过越好。弟弟说不定以后还能读书，能光耀门楣。你爹都已经去了，你们有什么能力翻身？还是不要想着阻了你娘的好路，让你娘下半辈子过好点吧。
于是过怕了穷日子，如今只想再为自己的后半辈子考虑，不想再被前任相公留下的拖油瓶拖累。他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娘，既然你打算再嫁了，总得留点银子给我们3个吧，不然我们怎么活得下去？你这个死丫头，是不是疯了？你娘是我的亲闺女，她的聘礼银子当然只能我这个老子拿着。我这屋子要修缮，我大孙子快要娶亲了，哪里还顾得上你们这些苏家的兔崽子？行，娘，希望你不要为今天的决定后悔。咱们回去吧。木兰，你好生带着弟妹，你们是苏家的娃，你们伯父必须要管你们的。娘，你就不用再在这说谎话欺骗你自己了。方才喜儿不是说得很清楚了，连棺材钱他们都不愿意出，还想着霸占我们的房屋，你却还在这儿念叨，有意思吗？苏小国不像苏喜儿那般感性，他虽然年纪小，但也看得很清楚，知道娘已经做出了最有利的选择。好什么？他们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这么大了也不知为你着想，只想着拖累你。听木兰那丫头胡吹大气了，说什么以后小百读书，这天都未黑就做起梦来了。爹，木兰那丫头已经从陈家出来了，她和陈家已经断了关系，陈家要另娶了，她就是得了陈家1两银子，才把她爹给安葬了。余家人都倍感惊讶，他们以为苏木兰仗着是秀才娘子，才敢对外祖不敬，对亲娘咄咄逼人。这个逆女，大好的前程给她安排好了，她自己还不懂得把握，真是一点出息都没有。就这样的玩，要来有何用？幸亏你没跟着他们回去，回去了你第一件事就是去挖野菜。自己若是跟着3个娃回去了，此时能做什么？还不如等聘礼银子到手后，给一点给娃用。这样想着，于是的心里渐渐平静了下来。娘的心意你们也看清楚了吧？希望娘以后过上好日子吧，咱们也别拖累她了。长姐，为何不告诉娘，咱们可以过得很好的呀？若是那些好东西都用完吃完了呢？娘有自己的想法，咱们也不必强求。一直以来，娘认为爹爹没本事，认为总是在过穷日子，心里诸多怨气呢。苏喜儿呆呆的，也不再哭了。于是不回来也好，不然空间的事情也糊弄不了他。苏木兰见兄妹可怜，从空间拿出2颗糖来，给他们1人1颗。好甜啊，长姐真好吃。以前爹娘给你们买糖吗？很少，只有过年时能吃上1、2块饴糖。苏木兰自己也把1颗糖放到嘴里，补充点糖分，整个人的心情都好了。她只是去做了一个褐色小蛋糕，没想到结束战斗后，发现一贫如洗的家被偷了，哪里？仅剩的2斤大米也不见了。你们觉得会是谁？我怀疑是伯父，连米都偷走了，应该是他们，别人也不敢来啊。看来他们见我们有钱安葬爹爹，就想着还有剩下的，就来偷了。走，我们去大伯家找他们算账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大伯，今日我们不在家，你去我家里做甚？我可没去你家，可不要在这胡说八道。原本我还有200多文钱，这下全被你拿走了，你还不承认？苏喜儿和苏小柏知道这是苏木兰故意诈大伯，因此也很配合。大伯，我们就剩下那些钱了，还给我们吧。如果没有那些钱，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了。切，你们这3个兔崽子在这装模作样，连你们亲娘都不愿回到那破窝，你当我们愿意去，请我去都不去，还200多文钱，你这是在发梦吧？就是有200多文钱，我们还买了好几斤白米，都不见了，都被你偷去了。你们还想着有白米吃呢？兔崽子们赶紧出去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我要去搜，你们别以为我爹过世了，就这样欺负我们。苏木兰不由分说就往屋里冲，何氏伸手一拦，竟然没拦住。你们不就是偷了我家的白米？中午正是吃了米饭。我家本来就有白米，哪还用得着去你们那穷窝里去偷？饭锅里自然没有剩下多少饭，也就1、2粒粘在锅底的米饭。我倒要看看，我家其他东西也不见，肯定都藏在这后头。有只母鸡正打算下蛋，苏木兰直接抓住了母鸡，扔进了自己空间里。恰巧路过的男人看着苏木兰妙手空空的绝技，惊呆了。鸡怎么不见了？他把鸡藏到哪里去了？还找什么？啥也没有吧？你们这些兔崽子都给我滚出去！苏木兰悄悄示意了2兄妹，3人老实的滚出了苏大家里。不过是2斤米而已，哪里能让他来找？爹娘，你们听那死丫头说了没有？她那本来还有200多文钱呢，咱们可没瞧着，莫非是二叔拿走了？我看极是可能，难怪老二不声不响的。咱们得了2斤米还在这儿笑，老二家却得了200多文钱，这我可不能忍，得让他交出一半来。苏老大一家4口朝着苏老二家里去了。当天下午，有好事者说起八卦，苏老大和苏老二打了一架，也不知是为何。稀里糊涂听了一耳朵，好像是说苏老二偷了他家的铜钱。哪里能偷到他家的？
他家哪有铜钱让他弟来偷？苏喜儿在外探听到消息，兴冲冲地跑回来。长姐，你那样一说，果然大伯去找二伯，两家还打了一架呢。苏木兰也笑了笑，他们怎么会想得到，自己不过是略施小计，就让两人窝里斗？长姐，我真恨自己怎么还不长大。若是我现在有10几岁了，大伯二伯也不敢如此欺负我们。不是，你可是我们3房的户主。三人正聊着，只听有人在敲院门。有人吗？我去看看，这好似是个陌生人的声音。一打开院门，只见一个15、16岁的少年，身着利索的服饰，面容清俊。这位小弟，我路过此地，看来今晚要错过一展了，能否借住一晚？我出银钱。苏小柏正想拒绝，只听那少年又加了句：1两银子，给我做顿饭，让我有个地儿睡一晚上就好了。你且稍等，我问了长姐再说。小柏兴奋地把事情告诉了长姐。接待啊，1两银子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1两银子，这相当于天上掉馅饼的程度。随后，小柏带着一个少年进来，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，鼻子挺直，嘴唇紧抿。我家里只有姐弟3人，不过我也会尽量让你吃好睡好的。苏木兰微笑着，表示着最大的诚意。那感情好，为表诚意，我先付定金。他丢过来一小块碎银子，苏木兰稳稳地接过，简直心花怒放。你要先休息一下吗？我可以先给你铺床，用饭时我再叫你。可以。苏木兰将房间收拾好后，便招呼少年进屋休息。少年一进屋子，大感惊讶，这乡下屋子干净不说，看起来也有几分雅致。随后，男人就走进了灶房，对眼前正在忙活的苏木兰提了一个过分的要求。男人闯进女人家提了一个过分的要求，女人不仅不生气，还想尽办法满足他。姑娘，我这几日都未能吃好，能否点个菜？苏木兰一愣，这个人不点菜，他也是打算要拿出最好的菜来招待的。乡下贫寒，若是你想点菜，我怕不能如愿。也就想吃点家常菜，想喝点鸡汤，炖的鸡肉，再来点可口的蔬菜即可。行，这是小要求，我自然做得到。我刚才将屋里屋外都逛了一下，连一根鸡毛都没看到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满足我的要求。哪知他再度走到灶屋时，却见苏木兰手里拎着一只鸡，正是他看到的苏大家里的那只。这小姑娘到底把鸡藏在了哪里？她就不怕她大伯找上门来吗？谢公子，去歇着吧，晚点我做好了再叫你。谢承安点了点头就走了。这只鸡真肥，我觉得一半用来炖汤，一半炒着吃就行。长姐，也不知你怎么的，竟把这只鸡弄回来了。大伯母此时快气疯了吧？赶紧做饭吧。姐弟3人认真忙活起来。谢公子，醒醒，该吃饭了。他利索地下床走到灶屋，桌上摆着诱人的饭菜，这么丰盛。谢承安把每样菜都试了一下，味道真不错，这1两银子花的真划算。满意就好，我说了会让你觉得物有所值。谢承安见另外2兄妹不太敢夹菜，便劝道：你们也吃，多吃点，难道我一个人还能吃完不成？等你吃完了我再吃。很显然，苏小伯也是这意思。他们生怕这贵客吃不饱，觉得这1两银子花的不值。我哪里能值这么多？你们也吃。在他的劝说下，2兄妹才敢动筷子。你是要往哪里去？为何错过了宿点？县城离我们这儿也不远，你大可坐上牛车，到县城的客栈里，舒舒服服的用饭安寝。这话怎么在我给银子之前不说？苏小柏和苏喜儿紧张地看向他，生怕他觉得给了1两银子不值。但苏木兰却轻松地笑着，既然有银子赚，我怎么会推辞？这可是生意，莫非我还把生意往外推不成？我是从府城回老家看我娘的，我娘在老家侍奉祖父母，此时我娘的身子骨也不太好了。你放心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只是不知道是怎么样个不好法。我娘有心急，有时会昏厥过去，大夫说一次比一次凶险，说不定哪日便会再也醒不过来。谢承安的面色微沉，满是忧虑。那为何不去府城治病呢？府城应该有杏林高手。连我都差点回不了老家，莫说让我娘去府再治病了。谢承安及时住了口，不再往下说。苏木兰却知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应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。忽然院门外有了嘈杂声，小柏，你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小柏去开了院门，哪知进来了好些人。完了，有大事要发生了。这只鸡不就是我家丢的那只鸡吗？没错，我家丢了一只老母鸡，却在你这小娼妇的桌子上。苏大苏二故意来到屋外闹，越来越多村民凑过来看热闹。这明明是我从县城买来的鸡，怎么到了你们口中，这却是你家的鸡？苏喜儿和苏小伯肉眼可见的松了一口气。怎么可能？这就是我家的鸡，这死丫头夏晌去了我家一趟。我去了你家是不错，因为你上午趁我们姐弟不在家，到我家来乱翻乱偷，不仅把我家的白米给偷走了，还偷走了200多文钱。苏木兰不慌不忙，口口声声说着丢了200文钱。你个死丫头，哪里有200多文钱？我可没见着。铜钱没见着，总是你偷的吧？米也不是我偷的。二伯母，
大伯母从我家偷了米去，中午时还没否认，这会子却否认了，可见那200多文钱也是他偷的。当然，不是他们偷的，就是你们偷的。好你个何氏，原来明明是你们偷的，还想把这帽子甩到我们头上来。你既偷拿了那200多文钱，就该分一半给我们。何氏连忙给周氏使眼色，周氏却浑然不觉，村人都议论纷纷，这谁是谁非，不是一眼就清楚了吗？李正叔，我要求他们把我们的米和钱还来。我压根就没偷，反倒是这个死丫头把我家生蛋的老母鸡偷走炖了，给这个小白脸吃。是我用小石子弹在这妇人嘴上，略施薄惩而已。李正叔，小子因错过苏点，路过此地，我和苏家兄弟谈好，用饭和住宿一块儿，许了1两银子。1两银子让所有人都惊呼，这少年竟如此有钱。这小哥为何不来自己家呢？自己家饭食肯定更好，房子也干净宽敞得多。李正叔，你也知道，我爹爹才过世，安葬我爹爹后只剩下200文钱，哪如今200文钱都被偷走，就连2斤米也被偷走。天上掉下馅饼，这位公子哥来投诉，说是给银子，我岂会不挣这个钱？我伯母却又上门来搅和，生怕我挣了这个钱。刘嫂子，是你说见到有个青年男子到我侄女家来的，说是他们孤男寡女，怕是有损声誉。何氏，你莫乱说话啊！李正叔，我这伯父伯母忽然上门，对着我就是一顿训，往我头上扣帽子，不但不让我挣钱，还想着要毁我名声，这样的亲戚我可不敢认。你们再敢到木兰家里头乱翻，就关祠堂吧。再说这位小哥们来投个诉，你们就那般眼红，你们这般欺凌他们，苏三怕是都闭不上眼。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你们2家每人赔一半。我要打死这个死丫头，在这张口就来，胡咧咧。李正叔，这样的亲戚我不敢认，我要断亲。李正叔，如今我们是单独的义户，我们不想再与大伯二伯有任何牵扯，我们要和他们断亲。谢承安一脸同情地看向姐弟3人，这样一比较，自己的处境倒是还算尚可。木兰丫头啊，咱们大房2房穷得很，哪有银钱给你爹置办棺材啊？咱们就是想着你可是秀才娘子，当然由你这长女回来主事儿，对不？啊，对。木兰丫头啊，今日这些个事儿原都是误会，咱们自家人说开了也就罢了。我看啊，你们把那200文钱和白米还给木兰丫头，再说断不断亲的事儿。还是府城来的公子哥说话有分量，李正当即要求苏大苏二赔出了200文钱，你也拿了出来。爹，你就在这角落里看着你的好大哥好二哥呢。断亲，我们要断亲。何氏也是如此，他怕得要命，催着苏老大断亲。李正见他们都达成了一致，便写下了文书。见众人即将散去，苏木兰叫住离得不远的张婶子。张婶子，今晚上我去你家借宿一晚吧，不知是否方便？自然方便，我那铺盖还是趁着前些天好好晒过的，保你睡得香。那行，婶子，你先过去，我先收拾一下家里，一会再过来。哥哥，你怕不怕？不怕，这可是咱们亲爹的房间，你赶快去睡吧。小柏睡在苏三的床上，他心里既安稳又酸楚。酸楚的是爹爹早逝，而娘亲却又不愿回来。若是长姐能早些日子回来，这一切是不是都不会发生？在70度的水中放入一把挂面，大火焖煮3分钟，将面条捞起，倒入鸡汤，加上提前煎好的蛋，撒上葱花，原汁原味的豪华版老母鸡汤面就做好了。谢承安循着香味来到了灶屋。昨晚睡得还好吗？睡得挺好，看不出来你家这么穷，但是这被褥很是舒服。这是我长姐的嫁妆，本来是我娘准备让我姐正式出嫁时带上的。原来如此，自己倒是用了她的嫁妆。你不用介意，昨夜你也听说了，我原本是个童养媳，如今那人中了秀才，要另娶，我已和那家断了干系。你倒是忍得住，若是我的话，非打上门去不可，简直欺人太甚。我离开之前也大闹了一通，可惜我一会要赶路了，否则我教你2招，保你面对恶人时能大打出手。这面甚是精细，又细溜又均匀，你有一手好刀工。这可是从空间里拿的挂面，我哪能赶得出这样的面来？只是还不够筋道，但也属实不错了。这富家子弟的嘴真是刁。杨小芝一直在安静的干饭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这2天的饭食比过年的还好。谢承安把汤都喝完了，吃得真饱。昨日你为何帮我呢？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我一看那些个无知撒泼的妇人便生厌，自然要帮你。更何况你还收留了我，让我吃好睡好。少年郎毫不在意的神色，让苏木兰心里一松。那么到底是不是你偷的？怎么会是我偷的？自然是我家里的。我才帮了你，你却不说实话。若是鸡是你家的，你昨晚就直接对你伯母说是你家里的，不就成了？还需要我来说谎，帮你掩饰？苏木兰不禁脸上一红。本来也不需要你打掩护的，是我还未来得及说话，你便自己说了。你真是嘴硬。若是你家有鸡罢了，都是小事，我与你争辩作甚？你也只是简单的吃2顿饭，睡个觉，我怎么好意思再收你的银子？
既然是先前便说定了的，怎么不好意思接受？再说吃的饭也很丰盛，睡得也很舒坦，我很满意，1两银子我觉得很划算，收下吧。苏木兰不再多说，把这碎银子收下。她微一转头，看到梁小芝都极为兴奋。你一会要赶路，这些留着你路上吃。你竟有此手艺，这馒头细嫩雪白，还十分香甜。苏木兰又递给她一个黄色的小瓶子，这是非常好的药，对心疾有特效。感觉到不舒服或者是病情发作时，放10来颗到舌底，含服，一般来说能缓解病情。你若是信我，就用。谢承安接过那像小葫芦般的药瓶，揣进怀里，然后拿出一块碎银子，径直放到桌子上，二话不说就往外走。我不把银子还给你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你去村口可以坐牛车，到县城了还能租到马车。知道了，小丫头，放心吧，我有的是银子，这都是小问题。苏木兰这才放下心来，这少年也才15、16岁，就独自在外跑江湖了。这古代交通又不便，他又有钱，还真担心他的银被人给抢走了。这个小丫头还担心自己呢。谢承安走在乡间的小道里，村民们窃窃私语：这就是那有钱的公子哥儿啊，便宜了苏三家的丫头了。不过投个宿，吃个饭就挣了1两银子。府城来的公子哥儿真是有钱，怎么不来我家投宿呢？他充耳不闻，一路疾驰往家里奔去。咱们也上街去买点东西吧，首先就是要买锁，还要买什么？天气要转凉了，也得做点衣裳。长姐，咱们要节省点，要是买很多东西，银子很快就花光了。放心，咱们如今有2两多银子，能买很多东西。苏喜儿倒是无比欣喜，她几乎没怎么去过县城，更别说去县城买东西了。姐弟3人走到村口，就有八卦的妇人来打听：木兰丫头，你果真得了1两银子？确实如此，那个富家公子哥不在意这点钱。1两银子啊，还说这点钱？可不是我说的，是那公子哥说的。这不，我得了银钱，就带着弟妹去买点东西。眼见入秋了，我们连双好鞋子都没有。这也不必到县里去买，我给你们做，你们给点铜钱就成。这妇人脑子灵活，飞快地给自己揽活。婶子好意，只是我们姐弟等不及，以后再说。到了县城，姐弟3人先去买了鞋子和头绳，又进了成衣铺子。什么？这一身衣裳要2钱银子？小姑娘，你这是头回来买衣裳吗？那3姐弟每人买1身，就要去掉6钱银子，真的太贵了。嫌贵可以买不回去自己做。最终3人在2手成衣摊子上各买了2身衣裳，又买了几斤杂粮米，买了2把锁，就打道回府了。姐弟3人走到村口，同村的人看到他们买了不少衣裳，都大惊小怪。木兰丫头啊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哪能这般抛费呢？婶子，这不是才得了意外之财吗？想着我们姐弟都可怜，连件合身的衣裳都没有，便买2件吧。说你这丫头有福气呢，又被秀才家退了亲；说你没福气呢，这又得了大财。人啊，运气这事真是说不准。就是，你说那个哥儿要投宿，咱们这几户人哪家不比苏三家那屋子好？咱们这几个人谁的手艺又不比木兰丫头好？偏偏就是这丫头得了那钱财去。那可是1两银子，1两银子就是吃2顿饭，睡个觉。那小哥儿家里定是泼天般的富贵，就连那只鸡都是他自个儿带来的。这1两银子啊，纯赚了990个大钱。苏木兰保持沉默，村里但凡有点什么风吹草动，都是极大的八卦。总算到家了，这回家里院子里没有被人闯入的痕迹。昨日那些小哥在这，咱们不好庆祝，今日要好好庆祝一下。庆祝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庆祝咱们摆脱了大伯二伯。小柏，咱们摆脱了大伯二伯，你是否觉得有点难受？并非如此，如果大伯二伯有个长辈样，哪怕他们爱占便宜，我以后长大了都能孝敬他们。但是他们岂止是爱占便宜，分明是不把咱们当自家人，断亲了最好。苏小伯神情坚定，并无任何纠结。苏木兰放下心来，他就怕这个弟弟受封建传统的思想太深，一意孤行要孝敬他们。好，有句话说独木难支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3人就不是独木，我们要同心协力，把日子过好，争取以后能让小柏读书，能让我们这个家不为银钱发愁。长姐，这是真的吗？但是读书要好多银子，村里才有几个读书人，咱们哪里读得起？事在人为，咱们努力便是。小柏，你去把院门关上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。他做饭从不放盐，竟能让吃饭的人舍不得拉出来，只因加了这2样现代高科技。快尝一下我做的可乐鸡翅吧。长姐，你做菜真好吃，这样的菜比起县城酒楼里大厨做的都要好吃吧？那是因为可乐和酱油厉害。若是我有源源不断的可乐与酱油，倒是真的可以卖这道招牌菜了。虽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
但苏木兰可不相信自己能凭着这个时代那匮乏的调料，还能做出让人直呼美味的食物。人生苦短，再来一碗。他们吃着丰盛的午饭，谢承安也终于到了家里。谢家在这河东县城那是能横着走的，四进的宅子是谢承安的母亲江氏置办的。成哥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祖母白氏觉得有点奇怪，听说我娘病得厉害，我十分忧急。你娘这是老毛病了，你回来有何用？听说你父亲那儿正离部的人，你怎么忽然自己跑回来了？连小厮都不带一个。祖父，我先去看我娘。谢承安匆匆到了江氏房间，只见她面色惨白，手捂着心口，还勉力看向他。娘，你怎么样？心口又疼了？娘没事，你怎么自己回来了？你爹会生气的。娘，你就不用担心这些了。你吃药吗？为何此时心口痛？大少爷，夫人今日心口痛得慌，吃了药也不见效，真是急死人。大夫说甚是危急。谢承安连忙从怀里掏出那只精巧的小葫芦，数出10颗药，小心地放进江氏嘴里，示意他含到舌下。过去了1刻钟，江氏渐渐缓过来了。我儿从何处寻来了这等神药？谢承安几乎不可置信，他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但并未寄托多少希望在这药上。娘，你果真觉得这药有效吗？当真十分有效，此刻我舒服多了。自己才花1两银子买来的药，竟然十分有效。若是那个农家女手里还有，就算自己给她下跪磕头，也希望她能把药卖给我。祖父身旁的小厮走了过来，谢承安知道这老头又要对自己进行说教，心里实在厌烦。成哥儿，你快去吧，不要忤逆祖父，不可不孝。你爹正是到了关键时刻，据说此时有贵人到了地界，只要与贵人处好关系，你爹嫡之州之位还能往上升一升。贵人之子与你差不多大，你居然不把握这次难得的机会。你又不是大夫，如此巴巴的跑回来又有何用处？你是咱们家的嫡长孙，不在父亲跟前尽孝，却让明哥儿抢了先。祖母，我这次回来想带母亲去府城，你们也同我一块上去吧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你母亲自己不愿意去任上，你要带她上去便罢。我和你祖父一把老骨头了，舟车劳顿的，不愿动。那就让如意娘回来侍奉二老吧。程刚，你可是我谢家的嫡长孙，眼界怎么如此之窄，竟拘泥于这后宅小事，竟然想管到你老子的房里来。谢老爷子不过是农人出身，字都不识的几个，如今却能像他儿子那般打起官腔，说起眼界来。若不是外祖家的银钱支持，父亲能爬到这丛五品来，真是讽刺。直到再去服侍母亲用膳，发现江氏的脸色真的好了许多，他才放下心来。成哥儿，这药真的有用，真没想到你竟真的寻来了好药，不知那大夫是否方便请来？谢承安只得把事情经过说了。母亲，我见那农家小姑娘并非姓林世家，想来是机缘巧合得了这药，回去时我再过去一趟，若是她还有药，我再求来。得到这样一小瓶药已经是万幸，哪里还能奢求更多？若是求不到，我儿也万勿挂怀。我想活下去，并非为了我自己，我已经活够了，但我想看到我儿子刨家身的那天。谢承安只觉胸口有股浊气，母亲的希望都寄托此身，如同无形的枷锁把自己牢牢锁住。母亲，你真的不想随我去府城吗？成哥儿，我这身子怎么斗得过那贱人，倒是给我自己添堵。谢承安沉默了，后宅争斗也极为凶险，他也不愿母亲以身犯险。我儿无需担忧，你父亲尚需我江家银钱支持，不敢针对我如何，其他事儿我都帮不上你，唯有银钱一事，你无需受那贱人掣肘。江氏命银杏拿出一个小锦盒，一打开，里面都是银票，总数怕是有1万两。母亲，我怎能用这么多？都拿着吧，你已考取秀才，以后交际往来花费甚巨，想要如鱼得水，怎能负手负脚？万万不可让你父亲轰走。你放心，这都是你外祖和舅父给我的私房，我另外还有许多呢。谢承安只得接过，放入怀里。今晚在家里好好睡，明日再回去。一想到我儿竟然躲躲藏藏，餐风露宿的回来看我这病弱之身躯，我就心痛难言。上去时让福伯套车送你。母亲，我还要去一趟那农家，看能否求来药。若是求到药，送回来后再让福伯送我上去。江氏知道这事关重大，儿子既然不愿让任何人知晓那农家，他也作罢。谢承安一出来，就见堂弟和祖母围了过来。今日我乏了，无法与你们玩耍，你们自去，我且休息一下。你这孩子很少回来，你弟弟们都盼着你说些府城的趣事儿呢。长孙一回来，他就知道长媳肯定私下又贴补甚多，这2个孙子也不过是看看能否捞点好处罢了。你们若是想去府城，便让叔叔们与我爹爹说。我累了，先歇歇去。白氏脸色一变，
原来白氏有3个儿子，长子谢荣轩在府城做官，他2个弟弟去了府城乱来牵扯到他，因此让他们留在家里侍奉2老。明日要再去一次大郑村，除了银子，还有什么可以送给苏家那2个小童的呢？他们的长姐会不会多想呢？谢承安在屋子里找来找去，到底让他找到了2身已经小了的衣裳，把2身衣裳打包好，心里终于舒坦了。突然他好像又想到了什么，连忙起身，将一刀纸、一支新的毛笔也收拾好，放到包袱里。苏木兰那小丫头明天一定很惊喜。次日一早，谢承安就背起小包袱出门，路过青松县时，谢承安去买了点肉，买了只鸡，又在旁边铺子里买了糕点，手里拎得满满的。马车很快就驶入了大郑村，引得村民们都侧目。咱们村子里竟来了马车，这是哪家的富贵亲戚？这个公子哥有家不回，却天天往女人家跑，只因他有求于这个家境贫寒的农家女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是专程来感谢你的。苏木兰便把谢承安迎进了门。那药对你母亲的心结有作用吗？是真有作用，十分对症。不知那药是否能药到病除？没有那么简单，心疾发作起来很是危险，这药能缓解已经很不错了。平日里还是要吃大夫开的药，好好调养。我也知道，大夫反复叮咛过的。谢承安将准备好的礼物拿了出来，姐弟3人吓了一跳。这礼物送的真是送到人的心坎上了。你提了这么多贵重的东西来，只为了表示感谢吗？实不相瞒，我还是想再求些药，若是你有而且方便的话。少年的语气不由变得有些乞求。苏木兰直接从空间里又拿出了一瓶药。小子知道这药万般珍贵，上次只给了姑娘1两银子，实在良心不安，这回一并补上吧。苏姑娘，实不相瞒，这药就是我娘的续命良药，这银子就是我的诚意。竟是1000两银子，若是能接下这1000两，自己啥也不用干，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了。但他却不能收，因为空间里的东西不能拿出来卖。我不收你这银子，你也可以用个什么东西来交换，这样咱们就不算买卖，只算相互赠与。谢承安纠结了一下，手伸进怀里取出了贴身戴的玉佩。不行不行，一看便知这玉极其珍贵。算了，这要送给你了。这玉再珍贵也没有药那么珍贵，这玉佩是我从小戴在身上，在寺庙里开过光的。那更不行了，这般珍贵，收下吧，你收下我才心安。我知道你并不是贪图我这点子东西，但这药对我来说特别珍贵。在谢承安再三的劝说下，苏木兰到底把玉佩收下了。3姐弟连忙去厨房里做饭了，不久后就做了一餐美味的佳肴。真香！哎呀，饭还没吃几口，只听院门口又响起了人声。木兰丫头啊，这贵客又上门了，你可要好生招待。啧，这吃的真好，咱们家已经1个月都没吃上肉沫子了，这肉切的真厚实。请出去，咱们已经断亲了，别来扰了我的贵客。你这丫头说什么呢？你流的是咱们老苏家的血，能断得掉吗？眼见他们直接要往桌子上夹菜，苏木兰一把抄起家伙，往那些手狠狠地敲去。苏木兰向喜儿使了个眼色，喜儿会意，快手快脚地把菜端走了。你这死丫头，一点人情味都不讲的，好不容易攀上了府城的公子哥，这是要与我们老苏家划清界限。何氏瞟向一旁看热闹的谢承安，这样的公子哥儿，只有自己家的桃儿才配得上，只要攀上了他，还不带着自己全家鸡犬升天。你们出不出去？不出去的话，一会别叫痛，我将你们打出去。你个死丫头还神气起来了，你敢打长辈，也不怕天打。苏老二手捂着腰部，急忙走开。还他爹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个死丫头，竟然敢打你亲伯！他拿起汤勺向苏木兰的脑袋打过去，发出声音的却不是苏木兰，而是周氏。苏木兰一顿操作下来，周氏伤得比苏老二还重。来，屋里太窄，要打到外头来打。你这死丫头，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倒是要飞上天！爹爹，你勿动怒，收拾这个死丫头，让我来。苏向石长得又高又壮，看起来一拳就能将苏木兰打飞。你们这些人明明已经断亲了，却还上门来逼迫他们几个小娃娃。你这个小白脸，不关你事，你快些滚开！自己儿子是个傻子哟，这可是你未来的妹婿啊，可别打伤了。谢家哥儿，咱们今日只是为了教训一下木兰这丫头，你可快到旁边去，免得误伤了你。这些人我没放在眼中，只当他们是陪练了。堂哥苏向石听完这句话，直接朝木兰冲了过去。自己又高又壮的儿子，竟然会被这个黄毛丫头追着打。来看热闹的村民们个个发出惊呼，这苏姑娘分明是练过的。苏桃原本带着些许羞意，想要去接近谢承安，此时他却哭叫着朝苏木兰扑去。李正来了。苏小伯急忙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讲了一遍。李正啊，我们只是好心上门来看看这些娃儿有没有饿着，
见他们正吃饭，就想着是自家人，便一块儿吃2口呗。哪知这死丫头竟然让我们都滚出去，还把我们打成这样。我的手被打断了，我的骨头断了。他的手腕骨是真的伤得不轻，有可能真的断了。李正书，我是打了他们，我说得很明白，我们已经断亲了，不再是我的家人。但是他们全当耳旁风了。我家里有贵客，他们呼啦啦这么多人涌上来，是为啥？各位叔婶嫂子都能看得清楚，是见我家来了贵客，想来打秋风了。有这样没脸没皮上门打秋风的人吗？确实如此，他们瞅准这个时机上门，不就是来打秋风的？那公子哥儿提了鸡，提了肉，还有点心，这是大伙儿都亲眼见到的。虽说那些个吃得很诱人，但人要脸树要皮啊，哪有这样的长辈？没见已经断亲了吗？哪来的长辈？李正将大伙的嘀咕声也听得差不多了。再有下次这般欺上门来，你们就搬走吧，不要在这村里住了，别丢了咱们整个大正村的脸。苏木兰对这铁面无私的李正多了几分好感，他不但做实事，也敢出头。木兰这丫头把我们几个人都打成这般了，总得出点要钱吧？我们可好些天干不了活。都给我滚出去！好你个死丫头，小年纪倒是会勾搭人了，勾搭这府城里的公子哥儿，见天地往这村里跑，真是天生的狐妹子，像你们那个不要脸的娘一般。何氏一边说一边挪着脚步，生怕苏木兰忽然赶上来再揍他一顿。哪知苏木兰这丫头还真如他所料般朝他打去。别犯贱，别嘴贱，否则我能动手就不动口。还不快滚，在这丢人现眼。苏家人忍气吞声的撤退了，其他人看够了热闹，纷纷散去。你从哪里学会了这些功夫？我看得出你是练家子。我之前可是童养媳，你以为童养媳的日子好过？这可都是被逼出来的。其实你也算是练武奇才了，可惜你没有遇到好师傅。够用就行。总之，我才不想被人欺负呢。事实上，你比我快意恩仇的多了。像你这般活着才痛快。谁家锅底没有灰？这世间事多是羁绊，不可能只为自己而活。虽然你很有钱，但是你肯定也会有你的难处。慢慢来吧，总会好起来的。谢承安内心激荡，深深诧异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，就如你的目标或许是振兴门楣，而我的目标是好好把弟妹抚养成人。都有难处，但是都战斗吧。都战斗吧，下次见。谢承安元气满满的离开了苏家，忽然他发现角落竟然多了块银子。他将豆腐煎至4面金黄，把葱姜蒜花椒八角干辣椒放入锅中，加入清水、盐、蚝油，大火烧开，把煎好的豆腐放进去，盖上锅盖焖煮，直至入味，香喷喷的卤豆腐就做好了。哇，长姐，这是豆腐吗？快尝一下。真好吃，像肉一样。苏木兰自己也尝了一块，真不错，成功了。你们觉得咱们这卤豆腐该卖多少钱一斤？5文、8文，我想卖到12文。长姐，12文会不会太贵了？毕竟1斤豆腐买来才2文钱。老实的苏小伯心有些发慌。虽然豆腐买来才2文钱，但是经过我的方法去腥，又卤成这般好味道，我觉得12文也不贵。咱们试试看吧，若是卖不出去，再降价。喜儿和小柏忧虑的点了点头。小柏，咱们村里只有个老童生，不知道他是否有收学生。老童生只给玩开蒙，教认蝎子儿，那也挺好，有了点基础，才能去学堂。晚点咱们便去打听一下。长姐，你真的要送我去读书吗？咱们此时哪有银钱？开蒙学着10些字，应该要不了多少钱。上回我们不是卖了件银饰，谢家小哥也留了些银子给我，目前是够了。苏木兰并没有告诉弟妹，事实上手头上的银子也算不少了。一会咱们便去老童生那儿拜师。另一边的谢承安回到了江氏的院子。娘，我又得到1瓶药，这药甚是珍贵，你一定要收好。危急的时候不要舍不得用，这可是用来救命的。谢承安又拿出一个精致的小葫芦来，江氏郑重的接过。可惜这1瓶药就这么点儿，还好我让银杏仔细数过了，用了1回药，还剩下138粒。1瓶有150粒，每一回用10至15粒。如今有2瓶，娘你大可心安了。平时就和大夫开的药方，危急时候用这药救命。有了2瓶这药，娘一定可见女子袍加身，将那对贱人母子踩在脚底的那一日。娘，这药事关重大，你一定要收好了。辛苦我儿来回奔波，求药不易，受尽了冷眼吧。不，并不难。农家姑娘质朴，知道这是对症的良药，便愿意让与我。我儿是人中龙凤，帮助过我们的人，用银子表达谢意即可，万万不可被表面美色所惑。谢承安听懂了江氏的意思，皱起了眉头。娘，我并未表明身份，人家助我只是出于一片赤诚，连银子都不愿收，还是我悄悄地放下10两银子。你也真是，这药价值千金，怎的才放下10两银子？
你莫不是见人家是乡下姑娘，觉得好欺？枉你是堂堂7尺男儿，白读了这么多年书。谢承安心里这才舒坦了点。母亲教训的是，那农家父亲已逝，母亲改嫁，只剩下年纪小小的3姐弟。即便我一次给予许多银子，我也怕他们守不住。这恩以后我会报的。那你便暗中多盯着点，有事就帮忙，时不时给些银子。只是有一点，不可让你父亲那边的人盯上，咱们自己家里麻烦颇多，不可将这麻烦带给他人。谢承安连忙点头，便匆忙启程回府城了。苏木兰从空间拿了一块肉，又准备了卤豆腐和银钱，就带上弟妹去找杨老夫子了。你们过来是有事儿吗？杨老夫子见到苏木兰手里的肉块，心里有了底，甚是高兴。夫子，我们过来是想拜师，这是我弟弟苏小伯，尚未开蒙。甚好甚好，开蒙后便可去县里学堂好好读书，以后说不定青云直上。苏木兰见这老夫子性子爽朗，心下也多了几分亲近。不知夫子束修是多少？我也只是一介童生，没多少东西可授，只开蒙教师些字，因此1个月束修是200文。苏小伯松了口气，200文，长姐手里的钱足以支撑。苏木兰把束修奉上，还额外送了些糖。杨老夫子很是诧异，糖可是奢侈物，1斤要100余文，看这分量足有半斤。木兰丫头，我听过你的名头，你就是与那秀才退亲的姑娘。赚钱不易，可不要乱花啊。这块肉我收下，糖还是拿回去吧。感谢夫子的体谅，只是这里已经送了来，哪有收回去的道理？夫子放心，我既拿得出来，便说明还未艰难到那地步。杨老夫子见苏木兰不卑不亢，不像一般人见了他总有几分惶恐，他心里更是满意了几分。那老朽就厚颜收下了。你放心，我虽只是个童生，但开蒙也足够的。杨老夫子一直考到30多岁都未能考中秀才，但所有开蒙的书籍他都能倒背如流。老师，你尝尝，这是我长姐新做出来的吃食，你若是也觉得好，以后我长姐打算去县里做这门生意。杨老夫子一时没看出来，这竟是豆腐，尝了一口后，这是什么吃食？这是豆腐。这豆腐与肉也差不远了。老师，我长姐给它取名为卤豆腐。我记下了，卤豆腐。你们大胆的去做这门生意，我瞧着肯定会赚到钱。姐弟3人信心大增，双方又聊了一会儿，约定好每日上午学2个时辰，每6日休沐1日，就告辞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姐弟3人带上卤豆腐去坐牛车，遇到了闲聊的村民。木兰丫头，这是何物？是卤豆腐，我新做出来的吃食，拿到县里试着卖。豆腐竟能做成这个模样，闻着怪香的。各位婶子尝一块吧。这卤豆腐的滋味瞬间便俘获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胃。众人直呼好吃。你这丫头真是聪慧，怎么想出来的？还是在那秀才家里学到的？是我自个儿琢磨出来的。这些天我在家里尽琢磨这事儿呢。我家小柏要读书，家里也要用钱，没有进账哪行？我们姐弟仨年纪也还小，种田也不离手，就想着做点啥吃食，做点小生意。苏木兰这话不只是对张婶子一人说的，也是对其他人说的。木兰丫头，你打算卖多少钱一碗？这一碗是半斤，我打算卖6文一碗。那岂不是要卖12文1斤？真是贵着来。咱们方才一人一口，便吃去了不少钱，总要让婶子们尝尝味道嘛。我想是这样想的，到时看能否卖出去，好不好卖？几个妇人内心都已震惊，1斤卖12文，虽然这明显是加了不少料，精心烹制出来的，但利润是真的大。苏木兰看到他们的表情，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，但她不打算解释，坐上牛车直奔县城。这个县城发生一件诡异的事，女人将物价抬高6倍，却还是不断有人排队购买。给我来1碗。苏木兰收入6文。给我来2碗。苏木兰笑眯了眼。小姑娘，你们每日都在这里出摊吗？最近应该每日都会来摆摊。那我就放心了，这卤豆腐还能再辣些，正好用来下酒。那好，以后我便做2个口味，一个微辣，一个中辣。没过多大一会，卤豆腐卖光了。长姐，没想到卖的还挺快，我原本还担心呢。县城里有钱人可多了，6文钱尝个新鲜，谁不愿意？姐弟3人收摊回去时，还不到中午，又遇到了村里的人。木兰丫头竟都卖完了。卖完了，运气不错。木兰丫头，你这做卤豆腐是怎么做的？教教婶子呗。苏木兰转头一看，是个满脸堆笑的孙姓妇人，干瘦的脸上有双吊梢眼。孙婶子，这可是我用来赚钱的本事，怎能告诉其他人？哎呀，我说你这丫头，县里这么多人，你看你这卤豆腐就1会子功夫就卖完了，根本不够卖啊！你若是教会了婶子我啊，也不碍着你什么。哼，这般堂而皇之要别人秘方的人，我可头回见。
你若是让县里真味楼的大厨教会你一道招牌菜，我这卤豆腐也教会你又如何？你这小丫头，给你脸不要脸，你不就是一个被秀才家退亲的小丫头吗？可怜你爹死了，你娘也跑了。你若是不求着咱们村邻多怜惜你，你都要被你大伯家给吃了。孙神子大放厥词，满脸愤慨，倒像是苏木兰惹了他。这么说来，你觉得是我欠了你？倒不是说欠了我，而是说你有这挣钱的法子，帮衬一下我们村邻又如何？其他人都一言不发，但他们的耳朵都支棱着。说不定这孙神子能让苏木兰这小丫头把方子交出来呢。木兰丫头，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有钱一起挣多好。你们有挣钱的法子，怎么不教教我们？咱们这不是没有法子吗？你们家里的东西怎么不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？苏木兰安抚了一下弟妹，你们在座的几人我都记住了，以后或许我会叫人跟我一起赚钱，但你们这几个人在我的名单之外。好，你这个死丫头，挣了点铜板就要飞上天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怎么个赚钱。你要赚钱啊，还不如帮助那个府城来的公子哥儿，直接一步登天，挣轻快钱。孙神子捂着脸愣住了，其他人也惊呆了。你这个死丫头，竟敢打我！你这个没爹没娘的死丫头，我要打死你！你们可都看清楚了，他嘴里不干不净的，我才打他的。当然，我说这些可不是怕你，你若是想打架，我奉陪。你们可也瞧清楚了，今日可不是我主动挑衅，是这个死丫头不尊长辈，我便替他爹教训一番他。话要说清楚，你觊觎我的卤豆腐坊子，我不愿教你，因此你嘴臭乱喷粪，我这才打了你。现在也是你主动挑衅我，要和我打一架，是不是？我可不是要和你打一架，我是要替你爹教训你。你是哪根葱，竟敢替我爹教训我？那么今日我便替你爹教训一下你，叫你不能随便觊觎别人家的秘方。难怪你被退亲，别说秀才要你了，你这毫无家教的死蹄子，就算想嫁给乞丐，乞丐都不会要你。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会扇你巴掌。你还想试试吗？苏木兰盯紧他，一字一顿警告着。孙氏怂了，再也不敢开口。张姐真的好厉害啊，不仅会赚钱，还能打人，哪里还有人敢欺负我们？苏木兰带着弟妹像没事人一般走了，不管身后那些人窃窃私语。木兰丫头啊，那孙氏不懂事，但他到底是长辈，你怎能打他的脸呢？下回有事忍着点，找李正给你出头。你也不要嫌我多嘴，我是为了你着想呢。你家也没个大人，容易吃亏。婶子，我都知道呢，只是我也不怕他。正是因为我家没有大人，我就得自己立起来。我还要供弟弟读书，把弟妹好生抚育成人。依我看啊，你打得对，还想着要你的秘方，这真是欺负你小姑娘佳佳。还好你有用，保得住自己。多谢婶子替我说话。我这个人吧，人不惹我，我不去惹人；人若是惹我，我可不怕。梁小芝跟着苏木兰身后一言不发。哎，你们两个小鬼头，可是因为我方才的话又有心理包袱了。我那都是为了应付张婶子，免得她又有一箩筐的话来。张姐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也对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。就是，小时候长姐就被送到陈家做童养媳，受了很多委屈。明明长大了可以嫁给秀才了，却又被退了亲。回到家里，结果爹又死了，娘也走了，还有我们这两个拖油瓶，总是发愁东想西想的话，小年纪就要变成小老头、小老太太了哟。梁小芝也忍不住笑了，转眼却碰到苏家人苏向石。哼，死丫头！他倒是不敢再说别的，边骂边往前走去。傻大个，大傻子！苏木兰也不惯着他，直接回骂了一句。令梁小芝惊讶的是，这个又高又壮的堂哥竟然直接走了，也不敢再来寻麻烦。看到没，这就是强者的力量。回到家后，三人美美的饱餐了一顿。明日起，小柏就要去读书了，就不要再跟着我们去县里了。长姐，那我岂不是一点忙也没帮上？再说，让你们两个姑娘家去干这么累的活，我却安安稳稳的在读书，我心里不安。你中午下学回来后，多干点家务活就行。我和喜儿两个人也能把这卤豆腐卖好了。哥哥，你就安心读书吧，这么宝贵的机会呢。没错，你好好读书，下午就可以教我和喜儿，这样我们也能跟着认字。小柏得了任务，顿时来了劲儿。我一定好好学。苏喜儿却有点落寞。娘怎么那么傻呢？咱们跟着长姐能过这么好的日子，她却那么傻。娘应该也过上好日子了吧？咱们便不要再想那么多了。穿越过来的苏木兰对于是没感情，只能安抚一下苏喜儿。第二日一早，苏木兰便出门去买豆腐，没想到竟遇到了麻烦。女人上门买东西，店家竟然很生气，还骂她没良心。丫头，
我这豆腐2文钱一斤卖给你，你倒好，12文一斤卖出去，当真是有点亏良心啊！凭什么这丫头能轻轻松松赚到那么多银钱？不都是靠着从我这里进的货吗？你说凭什么呢？凭你这豆腐卖的人到处都是，而我这卤豆腐只有我一人会做。你留着你的豆腐过年吧，我要去隔壁村买40块豆腐了。苏木兰一说完，拎着小桶转身就走。吴氏慌了，他愤愤不平了一个晚上。苏木兰此时的话像一盆冷水浇下，让他的脑子清醒了。木兰丫头，你气性怎么那么大呢？没说不卖给你啊，丫头，快回来！苏木兰置之不理，很快就消失在他眼前。吴氏悔恨的要命，40块豆腐可是他一天的销售量。另一边的苏木兰已经到了邻村，将豆腐买下，并且还有送货上门服务。苏喜儿和苏木兰连忙制作卤豆腐，赶到镇上把摊位支好。上到99，下到刚会走，一旦吃了就再也停不下来的卤豆腐来了。昨日买过的人，又有人循声围了过来；没买过的人依然愿意试吃。40块豆腐1个多时辰便卖完了。小丫头，高兴吧？想吃什么，我给你买。长姐，咱们在家里吃的极好，我在外头看到这些吃食摊子都不想吃。零食很贵，即使赚到了钱，苏喜儿仍是不肯乱花钱。长姐，妹妹，你们回来了，看来今天也很顺利。哥哥，今天我一直在打菜，我们的卤豆腐，县里的人家可爱吃了，1个多时辰便已经卖完了。我今日第1日上学，杨老夫子也夸奖我了，说我接受能力强，还夸我聪明呢。下午3姐弟一起到山上砍柴。木兰丫头，阴魂不散的苏家人。木兰丫头，喜儿，小柏，快来吃个馒头。这柴火别砍了，一会儿让你们向石哥给砍了，送到你家去。几个白面馒头在面前晃着，三小只一动不动。你们倒是贱啊，还不快吃个馒头？这可是我娘对你们的疼爱，我们不要，不吃。你们拿回去吧，我们也不可怜，过得挺好的。苏木兰心里有点欣慰，这2个小的还挺上道，不是那些个被大人哄一哄就着了道玩。不劳你们关心和疼爱，我们如今顿顿大米白面，天天都能吃肉。这馒头啊，也不在我们眼里。何氏脸一阵青一阵红，没想到这苏木兰油盐不进。木兰丫头，之前你大伯大伯母做的有些不对，我们也是好心，但是不懂得表达，以至于让你误会了。但我们的心都是好的，怕你们3个独立出去，受外姓人的欺负，就想着要把你们带在我们家里头。你说这是不是人之常情？长篇大论还未说完，苏木兰就打断了他。我知道你们如今眼红了我那卤豆腐，眼红没用，这份钱只能我去赚，不会分给你们1个铜板。就像我们爹爹过世，你们不出1个铜板一样。被当面戳穿的何氏又急又怒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们好心好意拿了白面馒头来让你们充充饥，又说让我大哥来给你们砍柴，不识好人性就罢了，还对着我们一顿枪。谁稀罕你们的白面馒头？我们吃肉都快吃腻了，还吃你这馒头？快走吧，别站在这里挡住了我的空气。苏木兰像赶蚊子一般赶走他们，气得他们差点吐血。母女俩跳着脚走了。长姐，他们会四处乱说，败坏咱们的名声。怕什么？那些个墙头草除了过过嘴瘾，能奈我们何？2刻钟后，3人砍好了柴，费力地挑到家里去。果然，何氏和苏桃聚集了一帮人，在路上绘声绘色地说着：“你们说这般不敬长辈的，是不是养不熟的？亏我还拿着白面馒头去好生烘着，哪知人家如今是赚到银钱了，压根不把咱们放到眼里了。借过，要唱大戏别在这唱，那什么不挡的。”苏木兰不慌不忙，面色平静，带着弟妹从人群中穿越。喜儿，小柏，今晚咱们做红烧肉来吃。之前爹爹过世的时候实在可怜，连顿米饭馒头都吃不上，也没见那些个好大哥好大嫂啊来给过1个馒头。现在你们长姐能赚到银钱了，那些个跳梁小丑就跳出来，指望着拿2个白面馒头能换我那每天100-200文的好买卖啊！何氏母女气得将白面馒头猛咬几口，一个激动，差点没被噎死。苏老大父子在家里望眼欲穿，好不容易见到何氏母女回来。怎么样了？那丫头可哄住了？轰住什么啊？能轰得住吗？苏桃满面怒气，将事儿一说，气得苏老大父子也够呛。这死丫头，咱可是她嫡亲的大伯，他爹死了，咱们就是他最亲的人，竟然敢这样对待咱们。爹，人家如今能赚到银钱了，压根就不把咱们放到眼里了。我看啊，直接把他们揍一顿，才能把他们揍老实了。苏向石想到那卤豆腐，实在是心头火热。若是自己家能做那卤豆腐，何愁娶亲的聘礼银子？那好，咱们再上门一趟。何氏的建议得到全家的支持，所有人都看苏木兰不顺眼，气冲冲地离开家往苏木兰家里去。当苏老大全家提着棍棒又到苏木兰家来叫阵时，村民都赶来看热闹了。
不要脸的回去，叫了更不要脸的来了。果然是不要脸的一家子，实在令人恶心。苏木兰带着弟妹站在门口，俨然不可侵犯的样子。你们不就是想抢我的卤豆腐方子吗？不如咱们跳过那些长篇大论，直接开打。苏木兰的话让人群爆出一阵笑声。木兰丫头可不是这样说的，我们只是来教育一下你，让你懂得为人处事，可不是为了我这卤豆腐是吧？各位乡亲都听得清清楚楚吧？一会可不要再说让我把卤豆腐方子交出来啊！毕竟哪怕我把这方子给那不相干的人，也不会给你们。木兰丫头啊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话不是这么说的，卤豆腐方子还是想要的，就是想扯个由头说来教训我，然后好一番亲情交流，逼迫我交出卤豆腐方子，是吧？众人没想到苏木兰如此伶牙俐齿，又是一阵大笑。我不喜废话，丑话说在前头，咱们已经断亲，早就不再是亲戚。何况我爹爹在时，你们丝毫不顾念亲情，此时却装模作样，让人作呕。因此一会儿我下手可不会留情。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苏木兰一说完这句话后，直接开打，对着苏老大一家人无差别攻击。滚吧！苏老大一家人又吃了一次亏，奈何身上都是伤，只能忍着愤怒，相互搀扶，一瘸一拐的走。女人只要写下几个字，男人就给她30两，贫穷的她却放弃了这个赚钱的机会。小姑娘，这吃食是你们亲手做的吗？没错，是我们做的。我想买下这卤豆腐的方子，价格可以提。大掌柜的，不好意思，我无意卖这方子，我自己能把买卖长长久久的做下去，卖掉方子不亚于杀鸡取卵。你可知我愿意花多少银子来买？30两。黄掌柜出3根手指头，似乎这已是天价。我摆摊几个月就能赚回来，而且以后我还会请更多的人来帮我卖，能赚得更多更快。此时我不过是在打开知名度而已。小姑娘，你设想的太好了，人们吃着吃着就要去吃其他新鲜的小吃了。我不但会卤豆腐，以后也会加入其他的卤味。再说我这卤味没什么可替代性，只因为它既下饭又下酒，多少人吃了还想吃，每日都来买。没想到一个这么小的丫头，竟然像个老江湖，说起话来头头是道。黄掌柜不知如何接下去时，苏木兰又主动商量起来。掌柜，每日里你这酒楼需要多少货，我先供应给你便是。那感情好，明日可试试，先来20斤吧，价格能否便宜些？10文1斤吧。双方达成了交易，黄掌柜先付了50文的定金。姐妹俩走出酒楼，苏喜儿强忍着才没有蹦起来。长姐，你真厉害，一下子就单独卖出去20斤，以后还会卖出去更多的。我们去一趟隔壁村吧。木兰妹妹可是要再加点量。正是，明日送100块豆腐来吧。妇人笑眯了眼。妹子放心，哪怕金儿哥晚上不睡觉，也会将豆腐做好。苏木兰得了真味楼的单子，没多久全村人都知道了。苏家大房2房的人在家里又急又气。这丫头这么厉害，怎么就不愿意和咱们重修于好呢？倒是跟大掌柜做上了生意，把我们自家人远远的撂了出去。早知道当初老三过世时，我们也去帮衬，只想着3房从此就倒了，哪里知道木兰丫头倒撑起了门户。苏木兰姐弟3人却在家里乐呵呵的。按道理说，下午咱们该去多砍些柴，但我今日有些不想动了。连着忙了好些天，苏木兰想歇了。长姐、妹妹，你们在家歇着，挑水砍柴，这活儿都由我来做。我是男娃，上午读了书，下午就得多干活，否则就如我的夫子所说，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。苏小伯读了书，说起话来更是一套一套的。不急在这一时，咱们如今已经赚到了银钱，大可以买别人的柴。没门路挣钱的人多的是。苏小伯没想到长姐会这样说，惊得张大了嘴。长姐都是庄户人家，这样做别人会说闲话吧？管别人说不说闲话呢？不用怕，咱们又不是不给钱。一会儿你去找那个青牛，他家日子过得极艰难，看他愿不愿意卖柴给咱们，什么价？想到从小就无父无母，被爷爷奶奶带大的青牛，苏小伯马上同意了。青牛正好在家，一听苏小伯说的，他喜上眉梢。我当然愿意，至于多少铜钱，你让木兰看着给。我长姐倒没说价格，你看着多少为好，不如你随我过去。青牛也不扭捏，拿起柴刀便跟着苏小伯过去。木兰，你愿意让我来砍柴，我已经高兴之极。至于铜钱，你看着给。青牛憨直，说话也极爽快，不那么客套，却让苏木兰觉得自在。这样吧，你若是相信我，就砍了回来后，我看着给。我也不知你一担柴砍多少，亏了你就不好了。苏木兰拿了白面馒头递到青牛手里。这白面馒头也要1文钱1个啊！还没干活，哪里能要你们的东西？拿着吧，要去干活了，可别饿着。我先送回去给我阿奶吃，
长姐，我和青牛哥一块儿去山上，我好歹也砍些。苏木兰自然不会拦着他，任他去。男孩子吃点苦也好，可不要养娇气了。青牛把2个馒头放到牛阿奶手里，这是哪儿来的？青牛把事情跟阿爷阿奶说了一遍。老二，你吃吧，放心，我会分一半给你阿奶。说着，牛阿爷便把那馒头掰开，果真分了一半放到牛阿奶手里。苏小伯在门外瞧着，心里涌起一阵暖意。夫子说过，家和万事兴，哪怕家里穷困，但只要家人平安健康，和和美美的在一块，就是幸福。不到2刻钟，青牛就将一大担柴砍好了。苏小伯的却不及他一半那么多，这起码有100多斤吧？应该有120多斤。苏木兰掏出12文钱来，递向青牛。青牛不敢接，苏木兰有些尴尬，是不是嫌少了？那么你觉得应该多少？不是的，木兰，我觉得太多了，这又不费什么事儿，也不过2、3刻钟的事儿，不值当这么多。我不管你做多久，总之这么2大捆柴够我们烧好些天的。最近天气晴好，你若有功夫了，便来多帮我砍些柴，我也照这个价收。好嘞，我每日都砍2担来。青牛哥干活真是一把好手，又快又好，力气又大。人家也不是天生就这么厉害，实在是家里需要撑起来，没办法，被迫的。长姐，我是不是太没用了？家里本应该由我撑起来，但如今都是依靠你，何况你的年纪其实也很小。你个小鬼头，你就是心思太重，好好读书，帮着家里做事，这样就行了。青牛拿着铜钱回到家里，给阿爷阿奶看。木兰丫头是个厚道人，就这样一个时辰都不用，就给了你12文钱。村里人去县里打短工的，也就20多文一天，那可是要干足1天的。还给了馒头呢。木兰妹子还让我这几日趁着日头好，每日里去给她砍2担，每担都算我12文。是个厚道的女娃子，柴要足足的，可不能偷奸耍滑。阿爷，我自然是知道的。青牛一边说着，一边挑好木桶要去挑水。都是咱们拖累了娃儿，这么好的娃儿，竟伺候咱们这一对老不死的了。牛阿奶看着孙子就有点伤心。不能这么想，若是没有了咱们这一对老不死的，扔下青牛一个娃儿，那娃儿就更可怜了。好歹咱们在，家就在。若是咱们家底厚一些，青牛能娶了木兰丫头，那才好呢。若是青牛以后能娶了木兰丫头，我即刻闭眼也放心了。女人在街上散步，没想到一个妇女直接扑了上来。木兰丫头，我是你大舅母啊！什么大舅母？我娘都改嫁了，外祖家还算哪门子的亲戚？苏木兰不耐烦地带着喜儿走了。哎，木兰丫头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怎么说我都是你大舅母，可是嫡亲的亲人啊，你可不能不认外祖家啊！你外祖父外祖母一直挂念着你们呐，快随我去你们外祖家。罗氏急了，木兰丫头如今发达了，要是不认他们，那还怎么去沾上这好处？是吗？一边挂念着我们，一边将我娘嫁掉，得了几2片礼银子啊？花完了吗？你这丫头当真好大的气性，我是你舅母，是你长辈，你这样可是不孝啊！罗氏大声嚷嚷起来，企图让众人的围观给苏木兰造成大压力，让她服个软。像你爷爷的腿啊！切！罗氏被骂得猛了，猛了一会，才发现2个小丫头走远了。长姐，大舅母发现了咱们，会不会来闹事？应该会的，但是咱们可不怕她，就像对付苏老大、苏老二一般，敢来我就敢打。苏喜儿被逗得笑了，但笑过之后还是不免担心。只靠着长姐一个人去打，多危险啊！可惜自己和哥哥都没有这么厉害，怎么才可以帮上忙呢？苏木兰看出了喜儿的心思，你个小丫头，不用想那么多，我都会处理的。你要相信，你的长姐就是厉害，能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。正说着，忽然身后的人群发出一声惊叫，苏木兰速度极快地把妹妹拉到一旁，抓住他，他是贼，不想死的都给老子滚开！苏木兰一把抽出木棍，给他进行了一次全身按摩，后面的人终于追上来了。多谢姑娘仗义，这是县里的惯偷，只要他现身，县里就会被偷许多银两。对了，我是捕快，姓林。原来是个贼人，我也只是顺手，倒帮了大忙。苏喜儿一脸崇拜地看着长姐，长姐太厉害了吧，竟然还能抓捕贼人。那是顺手，这么多人都不敢阻拦一下，你个小姑娘却好生大胆。县太爷有令，驻衙门抓捕人，还能领赏银。当真？赏银是多少？5两银子。多谢林捕快。是我要多谢你才对，我才进到衙门几个月，未曾想到让我立了功，这下我爹也放心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又好心的关照了一句：你们2个小丫头在集市上摆摊，若是有人欺负你们，就来找我，我林捕快为你们出头。当真？
木兰故意反问了一句：“当真？你可是让我立了第一个大功的人呢，你有事儿我肯定帮你。”那我先谢过你了，以后有事肯定会找你帮忙。朝中有人好办事，虽然只是一个小捕快，但这在县里绝对够用了。另一边的外祖家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。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我哪敢吼您啊！在县里卖那死贵的卤豆腐，就是木兰那丫头呢。她带着喜儿，一个收钱，一个舀菜。那收钱的声音啊，叮叮响个不停。你是没见着，卖的那个快还要排队呢。连真味楼都向他买，每日买几十斤。罗氏唾沫横飞，见一屋子人不相信他，急得要死。你们不信是吧？我也不信。这丫头不才12、13，哪里来的这本事？这做的可是县里独门的生意，她那手艺都不愿卖的。据说真味楼掌柜原本是想买断方子的，木兰那丫头不干。这丫头狡猾着呢，长长久久的赚钱不好吗？咱们可是他嫡亲的外祖家，他敢不认？咱们到他摊子前去，不认咱们摊子都给他掀了。爹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我看应来的话，那丫头是不服的。他哪有啥服不服的？他爹都已经死了，大伯二伯也不管，自然由我们这嫡亲的外祖家来管。咱们把他们姐弟仨都接来，给他们地儿住，给他们饭吃，让木兰丫头给咱们做那卤豆腐就行，有啥不愿的？这事儿要不要跟木兰她娘说一嘴？老二媳妇丁氏提了一嘴，有啥好说的？到时候咱们把事儿办成了，告知她一声得了。如今她嫁了新人家，哪里好随便出来？老三媳妇李氏不以为然，女人将买卖做得风生水起，突然一群心怀不轨的人快速逼近她的摊位。木兰丫头啊，我的好外孙女。苏木兰一声不出，她倒要看看这些无赖到底要怎么表演。木兰丫头啊，看到如今你长得这么好，还有这一手好手艺，我就放心了。哪怕外祖父穷得吃不上饭，但是只要你们过得好。于老头的演技还是不错的，只差没哭出来。各位好生瞧着，这一家子想要我这卤豆腐的方子呢。你这丫头胡说什么呢？你怎么忍心让外祖父这般伤心？各位街坊邻居都好生瞧着，我爹才死，这一大家子逼着我娘改嫁，不管不问我们姐弟三人。得知我能做这卤豆腐后，这一大家子上门逼迫方子，将我家里砸了个遍，说我这方子交给他们才是正理，否则就让我们好看。这不，如此让我们好看来了。要演戏吗？谁不会演？大伙觉得这样的外祖还要我们认他们吗？把我娘都逼着改嫁了，拿着我娘二嫁的聘礼银子，给他们家里修了房子，一个铜板都未给我们姐弟。那日我们姐妹都饿得晕过去了，他们也不肯给一个馒头，一把粮食。如今看我好不容易能挣钱了，又故意来恶心人了。苏木兰一副强忍悲伤的倔强样子，苏喜儿则是真的伤心，想起爹死娘嫁，便当街痛哭。于家人都没想到能出现这一幕，周围看热闹的人都纷纷指责他。你这个死丫头，在这胡咧咧个啥？我是给你脸了是吧？如今你们苏家也不管你们，但我们是嫡亲的外祖家，你们姐弟必须跟我们回于家，我供你们吃穿，供你们地方住。然后让我把卤豆腐方子交出来是吧？木兰丫头，你可不要不识好人心，我可是你的亲大舅，我们还会害你们不成？以前怎么不见你们好心，此刻又来装模作样？说来说去，不还是想要我这卤豆腐？哼！苏木兰压根不管他们其他说什么，只对准卤豆腐来说：你们两个小丫头，一个小男娃，都还小，这方子当然交给我们才合适，才放心，免得你们被人欺了去。大伙都瞧清楚了吧？你们这一家子老小要不要点脸？把这3个娃的娘也逼着改嫁了，又来霍霍外孙女了。不就是冲着赢钱来的吗？说的那么好听。外人欺不欺负还在其次，这一看就是这自家人倒先欺负上了。于家人没想到压根没把苏木兰姐妹俩拿捏住，反而引起一阵反感。死丫头，给你脸不要脸，这方子你拿不拿出来？你是想明抢吗？想抢的话我要报官的。苏木兰可不怕他。当官的还会管这事儿？这可是家事儿。于老头丝毫不信，真的会管？我方才在人群里瞧得真儿的，你们这家人就是想强取豪夺。这苏家人的方子，你们凭什么来抢？不用瞪我，我是捕快，再瞪我就抓你们下大狱。于老头未料到还惊动了捕爷，一生都只敢在家里横的他，顿时吓得瑟瑟发抖。还不快滚！再敢来抢这2个小丫头的方子，我定将你们拿下大狱。于家人连忙夺路而逃，走出很远后，还感觉心有余悸。多谢你帮我解围，我请你吃卤豆腐。上回有兄弟从你这儿买了2勺，每人只吃到1筷子。今日既然遇上了，自然要吃。他要掏钱，苏木兰连忙制止，说了是我请，你怎么这么客气呢？上回还多亏了你，我才得了赏银。说起来，我该请客才对。今日我还忙着，
改日我再请你吃点好的。那感情好，我便好生等着，等到哪日宰你一顿。林捕快一边走一边吃，太辣了，太过瘾了。卖完卤豆腐后，又有另一家酒楼找上门来。苏木兰姐妹俩跟着伙计去了名为客马来的酒楼。就是你卖了卤豆腐给真味楼吗？马掌柜舔着大肚子，神情既不耐又鄙夷。苏喜儿肉眼可见的紧张起来。不知掌柜有何见教？我只是个卖卤豆腐的，若是你想买，难怪真味楼最近生意好了不少，原来是因为这平平无奇的卤豆腐。我也叫伙计去你那买过，说实话，味道一般。他两眼半眯着，脸上也似有不悦。苏木兰都要气笑了。这掌柜是想先打压我，再进行压价，我又不缺钱，凭什么受这鸟气？苏木兰带着妹妹就往外走，马掌柜始料未及。哎，小丫头，你怎么走了？我找你做生意啊？切，我不想卖给你。姑娘，有话好说，你怎么气性这么大？说走就走。他是你的掌柜，摆脸色给你们，你们就只能好生受着。我呢，懒得看脸色，想买我还不卖呢。苏木兰说着，带着妹妹径直走远了，留下伙计风中凌乱。还有这么牛气的小丫头啊，不就是摆了个摊吗？伙计只好承受着掌柜的怒骂。你是猪脑子，连个小丫头都拦不住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不想让这铺子里生意好是吧？待东家过来，我就让你滚蛋。马掌柜气得半死，哪知道这么小的丫头性子就这么烈呢？长姐，那个掌柜好可怕，还好你说不卖给他，否则以后都与他打交道，我都觉得好紧张。喜儿，你要记住，如今这卤豆腐只有咱们一家有，咱们就是老大。你以为他不想买啊？他只是想压价，故意先打压我们。以后你若是遇到这样的人，千万不要想这是自己的问题，这明明就是对方的问题，懂了吗？长姐，我明白了，别人若是说我不好，不一定是我真的不好，而是他们想打压我，趁机获得什么。孺子可教。苏喜儿想起于家人，还是有点慌张。长姐，若是下回他们又来怎么办？或者上咱们家里来怎么办？不用怕，我是怎么对苏老大他们的，就能怎么对于老头一家。苏喜儿被逗得直笑。咱们私底下能这样称呼，当着人的面可不能如此。不是说不对，而是不让旁人抓到把柄。消失许久的生母突然出现，姐弟三人却冷眼相待。木兰，我就要被刘家搓磨死了，娘求求你，你出3两银子，让我脱身回来照顾你们吧。呵呵，我们之前要接你回来，你却说过够了穷日子，想二嫁，嫁到殷实人家去。我爹死后不出2个月，你便嫁出去了，得了3两银子的聘礼，你给了你爹。我们姐弟妹未见到一个铜板，如今却厚着脸皮朝我要钱。我说了，让你外祖给你们5钱银子，是他不愿意给，不是我不愿意给。那我们还得谢谢你呗。如今自己挨打过得不好，想起我们这个玩来了。谁拿了你的聘礼银子，你让谁还上？苏木兰的话让人群议论纷纷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内情。可是你们外祖父岂会把到手的银子吐出来？那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。乡亲们，我这个娘不仅贪慕虚荣，毫无良心，还纵容着她娘家觊觎我这卤豆腐的方子。这次她找上门来，除了想让我们接她回来，还想让我们把这方子传给她娘家。你们觉得应该如此吗？苏木兰说起话来条理清楚，人群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我觉得不应该接回去。这不是谢承安吗？如果接了这个母亲回去，她又为娘家来求娶，甚至盗取这卤豆腐的方子，又怎么办？说来说去不过是为些银子，这老石子方子即便给了他外祖父，那又如何呢？说得好，看来你很支持你的妻子将你家的财产都孝敬给她的娘家。想得到挺美。人群里哄堂大笑。果然针扎到自己身上才知道有多疼。木兰呐，难道你忍心看着我在那刘家日日受搓磨，天天挨打，像骡子一般干活？这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吗？小柏，我听说你在读书了，你以后还要走科举之路的吧？若是你的作师得知你如此不孝，眼睁睁的任由生母受搓磨，想必你也会受牵连的吧？于是又把矛头对准了苏小博。那我便不走科举路，我读书原也不过是认认字。什么？这是为何？明明你们是一伸手便能解救我，但是你们竟然不肯。这是你自己选择的，便自己承受吧。苏木兰将他拉扯到一旁，又开始卖卤豆腐。你这卤豆腐看起来怪香的，也给我一点。果然好吃，难怪这么多人来买，你还有这本事？那是自然，我们姐弟3人也不是种地的能手，不想点别的出路，岂不是饿死了？小柏，我们难得一见，不如到附近这书局，我送2本书给你。不用了，谢家哥哥。你们等一会，我带小博去书局。谢承安拉着苏小博就往书局走去。
半刻钟后，只见苏小博抱着好几本书和2刀纸过来。小柏可不要怪我，虽然你尚在启蒙，但我把4书都给你买了，要努力啊。书这么贵，我得给银子。你当我是什么人了？我不过是想送点书给小柏，哪里还能收银子？长姐，书真的好贵，1本就要2、3两银子，方才这些书就花去了10两银子。苏喜儿和于是在一旁愣住了，居然这么贵！你真不用跟我客气，我一定会看过你们的。你帮过我的远不止这几两银子，我从内心十分感激。谢承安的声音温柔又有些低沉，苏木兰悄悄红了脸。那我便走了，小厮还等着我。于是在一旁看得稀奇，这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公子，怎么和自家的大丫头这么熟识？但他也不敢去问。这公子哥方才还说不能把他接回去呢。木兰，我在这儿发誓，只要你把我接回来，我绝对不碰你任何东西。你们怎么看？村里还有个破烂的老房子，此时无人住，找李正书买下来的话，应该要几百钱。如果娘真的只是想从那刘家脱身，就住老房子，不要跟我们住一起吧。毕竟长姐要做卤豆腐，这活儿不能让任何人看到。苏木兰赞许地看了苏小博一眼，你们竟然不愿意让我住在一块？我能做饭洗衣，能照顾你们。切，没有你的照顾，我们也活得很好，长得白白胖胖。另外，我们3房已经和苏老大、苏老二断亲了。我说这话的意思是，我不介意让你脱离苦海，但是你若是有别的想法，我们也会和你断亲。还有，你那娘家若是想逼迫我什么，我也不介意打他们。你不信？苏木兰语气轻慢，说起要打外祖父，竟然在说件平常事一般。我对你们绝无二心，原本想着都是一家人，让外祖父他们护着你们些。你既如此有本事，我自然不会另作他想。回到家后，于是急着表现，立马去做饭。没想到家里的生活条件这么好，有肉，有鸡蛋，还有白米饭。下晌，苏木兰拿着10个鸡蛋到了李正家。李正叔，村里废弃的老屋子，我想买下来。那屋子是老吴的，你若是要，就给个500文吧。以后他回来了，我也有个交代。苏木兰痛快地给了5钱银子，李正也快速给他拟了房契。当于是看到苏木兰拿回来的房契后，知道事情已定，无力回天。接我就找人把那老房子修缮一番，不漏风漏雨即可。于是坐在之前和苏老三住的那间屋里，怔怔的落泪。自己把玩抛下另嫁他人，真是失心疯。嫁到刘家去挨打，就是我的报应。女儿被外人欺负，亲生父亲却无动于衷。你这个贱人，竟敢躲到这里来，不回家伺候我们是吧？爹，大哥，快点救我！昨日让你来找3个小宅子要那房子，你倒好，直接住在这就不走了，让女婿找上门来。不打算回去了也成，把我那3两银子还给我，再把这2个月在我家吃喝的2两银子给赔上，我便放你走。刘屠夫一边说着，一边给于是一巴掌扇了过去。爹，大哥，你们就这样看着他打我，他真的会打死我的。我还是不是你的女儿？为了3两银子把我卖给了他，当牛做马不说，还要天天挨打。于是越想越委屈。汉子教训婆娘，天经地义。你这件事儿，倒让我这老父亲怎么帮你？我这张老脸都没地儿搁，只要不让我把到手的银钱拿出来，这不听话的女儿挨打便挨打吧。这边的动静闹得村里人都过来看热闹了，众人议论纷纷。这就是于氏后嫁的那个男人吗？这样的娘家人不要也罢，看着闺女挨揍，竟然无动于衷。再胡咧咧个啥？我教训自家婆娘，轮得着你们来说？再叫连你们一块揍。这话起了作用，看他长得5大3粗，那凶神恶煞的模样，吓得村人不敢接话。轮得着我来说吗？一个少女清冷的声音传来，谁都听得出里面饱含怒气。木兰，快来救我，我快被打死了。于是一看到木兰姐妹回来了，连声呼救。刘屠夫狞笑着，又是一巴掌扇过去。我让你叫，我今日倒要看看，谁能阻止得了我教训婆娘。小博和喜儿泪眼汪汪的，哪怕这个亲娘不着调，贪慕虚荣，但此时亲眼见着亲娘受辱挨打，谁都忍不下去。小柏，去把李正书叫来。苏小博飞快地跑了出去。叫李正来又如何？李正来，我就不打了吗？刘屠夫似乎要展示他的能耐，又扇了一巴掌。来，我跟你打。你这死丫头还敢打我？我可是你后爹，我今日便要教训教训你这目无尊长的死丫头。乡亲们都做个见证，我今日要打这2个贱人。苏木兰话一落音，便给刘屠夫父子来了个全身按摩。打人好玩吗？很爽吗？不好玩，不爽，我错了。我觉得揍你们很爽。苏木兰收起木棍，所有人都以为她停手了，她却冲上前给他们父子各甩了2巴掌。所有人都呆住了。打人不打脸，懂了吗？你这样打我娘，我也这样打你。苏木兰见他们呆愣着，又猛甩了他们2巴掌。清脆的巴掌声让所有人都沉默了，两人脸上的手掌印却提醒着苏木兰的厉害。李正来了。李正叔，又要麻烦你了。李正，
你来的正好，这个死丫头快把我们给打死了。于家父子心有余悸。李正啊，你要给我们做主啊！我们是来找媳妇回去，哪知被妓女这样大打一顿，没了天理了，敢打他继父。刘屠夫父子惨兮兮的，脸上通红，都是巴掌印。李正叔，我家的户本只有姐弟3人，其他人我都不认得。我把话放这儿，我娘我都不认，还认这劳什子继父、外祖、大舅。哼！于家父子打了个寒战。确实如此。再说，你娘都已经改嫁了，不再是你家的人。李正，木兰说了要接我回来的，即使不与我3个娃住一块，我住那个老房子也行的。你已经嫁到我刘家，还能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我可是出了3两银子的聘礼。再说这2个月你在我刘家吃了不少肉，吃了不少粮食，你想就这样轻轻松松的走人？我告诉你，不能够。爹，你把聘礼银子还给他，我要和他和离。妹妹，你怎能如此？嫁出去的女儿，泼出去的水，哪有向娘家来要银子的？于老大生怕于老头将银子拿了出来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们没资格管我娘了是吧？苏木兰大声地质问于老头。她虽嫁出去了，但应有的孝敬还是要给的。于老头看向苏木兰那冷厉的眼神，声音低了下去。娘，你如今看清楚了吗？你挨打的时候，你爹和你大哥袖手旁观，让他们救你脱离苦海，他们也不愿，但是一心怂恿着你来偷我的卤豆腐方子。你这个死丫头就知道挑拨离间，挑拨的你娘和我们离了心，你有什么好处？娘，你还要和于家一条心吗？打算让他们把你再卖一次？苏木兰说着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，毫无心理压力。话虽然糙，但也是事实。木兰丫头，我如今都明白了，我要和姓刘的和离，我也不回你外祖家，我就在这大正村好生待着。他心知自己3个娃怎么都不会看着自己死，加上对娘家彻底寒了心，如今一心想着要脱离刘家的魔掌。你还想和离？你把银子赔来，还有我这医药费都给我赔来，我要休了你。你们打我娘打了那么多次，今天我只不过是略施薄惩，先把我娘的医药费赔来，也不多，3两银子。汉子打自家婆娘，天经地义，从未听过还要赔钱的。李正叔，今日我娘要和这姓刘的一决了，请你为我们起草文书。你敢？你若是敢自作主张，再也不是我于家的女儿。本来你们也没当我是闺女，只当我是敛财的工具。木兰说的对，你这样的娘家有何用？于是这回很坚定，他终于看到了曙光。我不愿意。你不愿意是吧？那我们去县衙走一趟吧，我认识县衙的捕快，可没诓你们，你们问问外祖父他们便知。此时李正已经把议决书写好了，于老头见文书上未写要赔那3两银子，他揪着的心放下了。不签便不签吧，小柏，你去找老孙，我要包了他的牛车往县衙一趟。苏小伯答应一声，做事要走，签便签，一决便一决。于是痛哭。从此以后，他不用在每日里提心吊胆，不用再怕稍有不慎便迎来一阵拳脚了。如今事情办完了，你们这些人我都不欢迎，快点走吧。一决是一决了，但是我那聘礼银子得还我。我出钱是为了娶个媳妇的，如今媳妇跑了，银子呢？刘屠夫知道今日是栽在这儿了，但是那3两银子必须要拿回来。这是你和于家的事儿，与我们毫无干系。你要找银子，便去找于家。什么意思？那银子还要我来出？是你们怂恿着你娘从刘家出来的，就该你们出。信不信我报官抓你们？苏木兰不耐烦地赶于家和刘家的人走。不把银子还我，我有拳头让你刘家好看。于老头怂了，立马答应回家拿钱。众人散去后，苏木兰觉得有点累，你们都去歇着吧，我来煮饭。木兰丫头真是赚到钱了，这是天天都有肉吃啊。于氏的手艺还是不错的，3个娃每人吃了2碗饭。木兰和小柏吃完就走了，灶屋里只有他和喜儿2人。喜儿，如今我已经从那刘家脱身了，多亏了你长姐，还帮我出了一口气。你看我在家里照顾你们姐弟3个多好，你也爱吃娘做的饭。以后你和姐姐专心做买卖，你哥哥用心读书，家里的活都交给我。娘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不用多想了。苏喜儿语气冷漠，令于是感到很是陌生。是不是你长姐的意思？你长姐不在家里长大，跟我自然不亲。但是你和小白可都是我一手带大的，连你们都不希望我留在家里吗？只要你们多去劝劝你长姐，她肯定也会同意的。于是有些急切，她无法接受3个娃都不愿她留在家里，更无法接受亲生的孩子不想跟她待在一起。娘，如今我们肯认你，你就知足吧。之前你做的那些事，我们的心都寒了。我们之所以还愿意留下你，一是看你如今确实可怜，二是为了小柏的名声。你不要再浪费我们的好心，你要看清楚，这时候让你回到于家去，你也只会再次被卖几两银子。我们姐弟既然收留了你，也不会不管你。当然，这样的日子你是别奢望了。每个月我们给你10斤白米，20斤杂粮米，再给你100文钱，你也能活下去。木兰，我知道你心里恨我，但是我到底是你亲娘啊。你们日日在这大米白面，顿顿都有肉，
去让我这亲娘每日里吃些啥？你也不必委屈。要知道，我去做童养媳这么些年，每顿就是个红薯，或者是个土豆。那陈家有剩下的饭菜了，我才能吃点残羹冷炙。你搬到那边去，缺什么少什么，就从家里拿去吧。苏木兰说完就走了，于是只能接受了这个安排。到傍晚时，于是也已经搬了好些东西过去。不管怎么说，如今吃饱穿暖，无人来欺凌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他们有一兜子的钱却不花，而是满脸殷勤地将钱送给眼前的女人。只因这些人都是女人招的代理商，赚得盆满钵满。闻到了风声的于家人厚着脸皮又跑过来了。莫兰啊，你可是我嫡亲的外孙女，如今你娘也已回来，看到她给你做事，我们也放心了。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咱们可是你嫡亲的外祖父和大舅，怎么说都不该便宜了外人，委屈了咱们自己人，对不？苏老二与周氏也循着风声赶来，他们一直在想着如何才能从苏木兰手里分到一杯羹。这不，机会来了。木兰，你可是咱们苏家的孩子，即便有肥水，也该留在咱们苏家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木兰都已经与你们断了亲，还到这里来打什么秋风？再怎么断亲，这3个娃儿都是咱们苏家的娃儿，这说破天也是这个理，与你们于家何干？于老头一时语塞，说不出话来。这3个娃儿怎么就与我们无干系了？我可是他的嫡亲大舅，你们可是断了亲的，娃儿与他们亲娘可没断亲，只要没断亲，我们就比你们亲。不对，你们是根本没有亲。你们2家人都与我们姐弟毫无干系，与我有干系的人只是我们自己户本上的人。我娘我们也认，但我们也仅仅认她而已。你们想打其他主意，那是打不着的。话说完了，都给我出去。你娘自己一绝了，那刘家倒让我们来赔银子，银子都已经赔出去了，你们得赔给我。自作自受。再在这儿闹，我不介意用棍棒把你们打出去。苏木兰手持木棍，冷冷地望着他们，只用这冷厉的眼神就让他们逃出去了。但于家父子当然不甘心，又跑到了于氏那老房子去了。你这个赔钱货，快把那3两银子赔来！自己不争气，不值钱，倒要让我们来给你赔钱！于家父子猛烈地朝于氏发动着攻击，见于氏无动于衷，他们索性便自行翻找起来。爹，大哥，你们再乱来的话，我要报官！真是给你脸了，还报官？看来你们确实是想变得像那刘屠夫父子那般，想挨顿好打。苏木兰的声音传来，于是心里一喜。我管教自己的女儿，用不着你多事。这房屋是我买的，我不想让你们进来，未经过我的允许，擅自到我的屋里来，就可报官。又想来偷事吧？你们申兴村的人是想被我们大正村的人打一顿？一听苏木兰竟然上升到村子的高度，于老头愣了一下。这可是你们申兴村的人第2次来我大正村里，想抢劫，想偷盗。到时我们村的李正若是找上了你们的李正，就有好戏看了。在这好戏之前，我也得还你点东西。在于大还未问清楚还什么东西时，肩上就狠狠挨了一击。你疯了？这死丫头看起来瘦巴巴的，怎么有这么大力气？出不出去？大逆不道，忤逆不孝，为老不尊，快快滚蛋！苏木兰毫无压力地回敬着。这就是你养的好女儿，就任她这样对我们。于是一言不发，不像以前那般去劝着苏木兰。木兰肯为我出手，就是在维护我。我若是敢拆台，这丫头以后不可能再管我。于老头见到于氏的态度，也明白了，装作伤心欲绝的样子。不仅连外孙女这般忤逆不孝，连亲生女儿也这般对我。你们快走吧，以后不必来找我，只当没我这个女儿。你们除了想着到我们这儿来捞好处，可有一丝一毫疼爱过我们？快走吧。令于家父子未想到的是，连于氏也开口赶起他们。好，我们走，你可别后悔。于家父子慢慢的迈步出去，以为走几步于是会叫住他们，哪知背后根本没传来一丝声音。无奈两人只得灰溜溜的回去。于是慈爱的看向苏木兰。木兰，还是你知道维护娘。苏木兰极不习惯，也无意与他亲近。没什么事儿，我走了。说完他就毫不犹豫的走出院子。这孩子怎么心这么硬呢？青牛做代理赚了钱，乐呵呵的给家里添置了过冬的装备。青牛啊，咱们做了新棉袄就成了呀，干啥一定要给阿爷阿奶打床新棉被？这得2两银子吧，这被子你拿去干，我们盖就的就行。阿爷阿奶，咱们一人做了身棉袄，又打了床棉被，我手里还有银子呢，待我好好再干半个多月，咱们就能过个肥年了。大孙子，累不累？阿爷，我不累，我喜欢做买卖。木兰说了，只要这产品质量好，咱们服务态度好，嘴甜，生意自然就好。苏木兰又在卤味上增添了几分花样，素的有海带、菌菇、藕片，荤的有猪脚、猪耳朵、鸭腿等。这独特的辣爽口感瞬间俘获了县城里富户的味蕾。小柏、喜儿，来年咱们可以去县城里开个店了，租个带小院子的门面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长姐，
在县城里就没这么好玩了。喜儿有些犹豫，总是要走出去的，不能一直待在这村里。当然，家里的田地和房子都在，什么时候想回来都行。再说，来年小柏也该去县城里的学堂读书了。苏小博听到要去县里读书，他很是兴奋，却又有些担心。长姐，我才读书半年，就可以去县里学堂了吗？我想着应该没问题，你的天资很不错，而且自己也很努力。具体如何，还得去学堂看看夫子怎么说。或许他们有测试，通过测试才能去读吧。长姐，万一我通不过，那测试怎么办？那也没关系啊，就晚些时候再去呗。不过，我觉得你一定行的。苏小博既开心又有些惶恐，长姐对他抱有这么高的期望，他怕让长姐失望。你不用怕我会失望，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。若是通不过测试，并不是说明你学得不好，而是因为你才读半年书嘛。苏木兰其实对这村里也有了些感情，自从她变得越来越有钱后，明显感觉到所有人对她的态度都有了转变。这时，一个长相秀气的男子走了过来。男人只是掐指一算，就知道今日能抱得美人归。可当他红着脸走进女人家时，却傻眼了。只见女人面不改色地看着他，他知道他的幻想破灭了。木兰妹妹，今日我娘手里头有些活，因此让我来拿卤味。苏木兰快速拿出了提前做好的卤味。长姐，谢家哥哥来了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闻这卤菜特别好吃，便寻来了。杨斌一直偷偷地打量眼前的男人，原来这就是府城的公子哥儿。他莫名觉得心里有些不舒服，匆忙拿起卤菜便回家了。大儿，你可莫要看不上木兰丫头，她多有本事啊，连你娘都愿意给她做工呢。你可知她多能赚钱？他知道爹娘是什么意思，就是想着让他和苏木兰多接触接触。我再也不去了。为何？你不会是说错了什么话，惹恼了木兰丫头吧？不是，他那来客人了，就是那府城的公子哥儿。李征娘子和杨李正一愣，杨斌头也不回地走回屋里去了。哥哥肯定被府城来的公子哥儿比下去了。娘，那公子哥儿我都未见到过呢，我能否去看看？你这个死丫头，快点打消了这念头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都14了，14了就不能去看吗？能把哥哥都打击到，那公子哥儿到底是长了个什么样儿？他莫不是真看上了木兰丫头，否则这样巴巴的跑到咱乡下地方来。莫不是真如你所说，但他可是府城来的呀，木兰丫头怎么可能进得了他家的大门？咱们庄户人家就该老老实实的，找个知根知底的人家才放心。门不当户不对，咱们不妄想，不高攀。爹，你就莫要点我了，我到哪里去妄想去高攀吗？哼，你们爷俩就置气吧，我要去卖卤菜去了，趁着这岁末多赚一些。李正娘子说着，便挑上担子往外去了。路上遇到了于氏。李正娘子，你今儿这么早，我去迟了。快去吧，木兰那儿有贵客呢。有贵客。于是一头雾水，赶紧过去了。床前明月光，疑似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于是在门外听了好一会，脸上浮出笑意。小柏这孩子真聪明，才读半年书，竟懂得这么多了。小波如今这水平，完全能去县里的学堂了，天资真不错。听着谢承安的夸奖，苏小博又多了几分信心。如今我这卤菜素的卖18文，荤的卖45文一斤，你觉得如何？很便宜啊，这菜到了酒楼里，怕是要翻上一番。你是以府城的物价来看待了，在县城里这价格算是偏贵了吧？你可别小看县城里的有钱人，有钱人多得很，只为了满足自己那口腹之欲，连我吃了都想喝杯小酒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你竟然知道白乐天问刘十九这首诗？苏小博也极其震撼，这诗连我都不知道呢，长姐为何会知道？苏木兰也有些懊恼，自己读出了这首诗。我家马车的小厮还在外头候着，能否叫他一块进来？快叫进来吧。于是赶紧到屋里来，见谢承安走出去后，他低声道：木兰，你和这府城来的哥儿可是私下里？他想问是否有私自定亲，但他不敢，怕女儿恼怒。没有，你别乱想，去卖菜吧。苏木兰微微皱眉，简短地打断了他的问话，于是只得挑起卤味往外走，见一辆马车开了过来。你们吃早饭了吗？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上尉，一路疾驰，没来得及。事实上，他们昨天晚上就到了县城，在客栈住了一晚，今天一早便过来了。在苏木兰的示意下，苏喜儿给他们一人盛了碗粥，又准备了包子馒头，卤菜也盛了一碗，一并放到桌子上。阿福不敢与少爷同坐，端着粥到旁边坐着。果然好滋味，辣爽够劲。谢承安是辣，这卤菜的味道正是对了他的胃口，真好吃。我跟着少爷在府城都未吃过呢。以后我将铺子开到府城去，让你们吃个够。谢承安有些惊喜，当真？且就这么一说，但也不是不可能呀。后来你的那些亲戚还来欺负你了吗？上回我们也只在街上匆匆一见，
也不知后来的事儿怎么样了。方才看到你的母亲，到底是接了回来？苏木兰简单把事情说了一遍，算是跌宕起伏。听到苏木兰用扁担把那刘家父子教训一顿时，谢承安的拳头也握紧了。只恨我离得太远，否则我也能为你出口气。你竟不觉得我忤逆不孝？谢承安眼睛里却盛满了向往。你比我强，你看不惯那些人和事，一言不合就能开打，我却不行，受的掣肘多了。我是因为在这乡野里相对自由自在，最重要的是我是有理的一方。你还年轻，积蓄力量，以后再施展拳脚吧。你怎么老气横秋的？既然说你还年轻，不知道还以为你是我的长辈呢。一个小丫头家家的，装什么大人？但又想到苏木兰当真极为不易，十分坎坷，又不禁叹息一声。若是你不狠一些，真的要被这穷山恶水里的刁民吃掉了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好人还是有的，当然自保的手段也不能丢下。苏木兰笑了笑，中午在这吃饭吧。听苏木兰总算说出这句话，谢承安有种得逞了的小喜悦。好，我有马车，就不用坐牛车到县里去租马车，节省了许多时间。今天我让你试试新鲜的菜。苏木兰便去角落的坛子里加了点辣白菜和辣萝卜出来，你尝尝。谢承安看着那鲜红的汤汁，很是意外。虽然我是辣，但这似乎也太辣了。只是看着辣，事实上还好。苏木兰见他那小心的样子，觉得好笑，索性自己吃给他看。已经入味了，非常好吃，又脆又爽口。谢承安也夹了一筷子，吃了一口，便大呼神奇：怎么这么好吃？虽然我家里的嬷嬷也会做这坛子菜，却酸过头了，我不怎么爱吃。这就刚刚好，微酸，有点辣，爽口，还有点甜。喜欢吃，晚点我便给你打包一些，你带回去吃。谢承安喜上眉梢，做这辣白菜费事吗？要不年后你送我一坛？不，我付账的。苏木兰这还是首次打开这坛子，立马收获了一枚贪吃的粉丝，自己也有些得意。稍有些费事，但看在银子的份上，我完全可以给你做一坛。于是又到了老地方去摆摊。如今他这活儿早已干得熟练，也积累了许多老顾客，而他却没发现有2个人一直在不远处观察着他。男人满心欢喜地去接妻子回家，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暴怒了。你个贱人，竟然敢在这偷人！这不是原主的前任吗？木兰，你瞧瞧你干了什么好事？咱们母子亲自上门来看你，哪知看到这样一幕，你竟然和野男人共处一室，还吃肉喝酒，说说笑笑。木兰，他们在街上找着我，说是你们只是发生口角，如今他们要来看你，于是我就……原主这娘长了个什么脑子？你是何人？竟然敢来这里放肆？你又是谁？这可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从小便在我家长大，是我家的童养媳。陈秀才似找到了自己主场，反客为主。你们母子俩为何上门？你们清楚，我也清楚。怎么了？是因为看到我赚到银子了？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秀才，还不赶紧去攀附富贵？你这个毫无廉耻的丫头，竟然说出这般大逆不道的话来！木兰丫头，你可不要置气了，快与我们回去吧。如今你娘也能给你卖菜，就能抚养你弟妹了。你与我们回去，来年咱们便办喜事，这可是你未来的相公。看到你这般与别的男子谈笑，你说生不生气？吴氏耐心地劝解着，似乎在宽宥苏木兰的罪过。于是带着陌生人来到了家里，自然有人来看热闹。热心市民便纷纷劝说：木兰啊，既然陈秀才和你婆母亲自来接你了，你也甭置气了，跟着回去吧。他们亲自上门来接你，这是多大的体面啊！快别生气了。就连于氏也满怀希望地看着苏木兰。木兰丫头啊，你可要想清楚，跟着这陈秀才，你就是堂堂正正的秀才娘子。这公子哥虽然非富即贵，但历来这样的人家都讲究门当户对。这番话把谢承安给羞得满脸通红。喂，我说你们这些人疯了吧？我家少爷不过是来买卤菜和这辣白菜的，因与苏家姐弟3人相熟，又与小柏投缘，因此才一起吃了2顿饭而已。你们在这胡咧咧什么？小心我家老爷！谢承安猛地咳嗽一声，阿福不敢再说其他。木兰，你看这公子哥儿家里可不会认你，但是我们陈家认你啊！你收拾收拾，跟着我们回去。这新做的衣裳、棉被，做卤菜要用到的什么佐料都带上。长姐不要走！苏喜儿扑了过来，一把抓住了苏木兰的手，声音急切：你这丫头，姑娘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。再说以前就给了1两银子，后来木兰丫头回家时又给了1两银子，我们陈家也是对得起你了。你们陈家真是好算计，打的算盘珠子都崩到咱们脸上来了。以前是想着考上秀才，要娶什么高门大户家的小姐是吧？因此急着把我们木兰丫头赶走。这会儿看到木兰会赚钱了，又打着这银钱的主意是吧？
不得不说，这半路出击的和氏一语中的。你们陈家有何脸面到咱们这村里来？木兰丫头早已经与你们退亲了。自己把陈秀才母子带来，是否做错了？没错，是退亲了，还写了文书，签了名，按了手印。得到了苏木兰的肯定，和氏脸上得意洋洋。再看苏木兰要把矛头对准他了，和氏反应极快。咱们是打不断的血缘，不管写文书也好，怎么也好，都是苏家一家人，与陈家这外人可不能相比。这和氏预判了他的预判，简直令苏木兰感到惊讶。我也不用你来多说，我与你们苏家大房二房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听到了吧？你们是哪根葱，就来做我们的主。我们之间的事儿，可与嫂子说便罢。于是顿时慌了，他看着长女的脸色，不敢乱说话。你们全都走吧，不用到我家来看热闹。我这房子谁都不可能来沾上一点，哪怕是我亲娘，更别提其他什么血缘关系，或者已经退了亲的前任。苏喜儿心定了下来，长姐不会扔下他们走的。而苏小伯一直都不紧张，他相信长姐会把这些人全都赶走的。木兰啊，你怎能这样说话？这可是你的相公，我可是你的婆母，我们都大人不计小人过了，你倒还蹬鼻子上脸了。你在我们陈家时，我们可有亏待过你？倒是你拿着木棍打公婆，打相公，打小姑。吴氏喋喋不休，围观的人纷纷发出惊呼，败坏掉这丫头的名声，看她还奢望着嫁入高门。别说府城里的什么高门，连这村里的低门都别想嫁进去。除了我们陈家，还有谁敢娶她？切！你们以为败坏了我的名声便能如愿吗？一个秀才竟然带着娘上门来觊觎我的钱财，不知道传出去后，你的名声会如何？陈星学一慌，脸上也显了出来。这个软蛋，如今我有银子，我就是不嫁。所有人都能听一听，我有银子，自己以后盖房子，买吃买喝，过舒服日子。我用得着嫁什么人？还真别以为能拿这破婚事拿捏住我。走不走？不走，我将你们打走。陈星学母子面色一变，这木棍的亏，他们可是吃过。我呸！你这个小贱人，小娼妇，我倒要睁大眼睛瞧瞧，你还能嫁给谁？莫以为挣了几两银子便猖狂起来，谁会要一个退了亲的童养媳？苏木兰提着木棍走过去，吓得那母子俩飞快地跑出院门。都散了吧，没什么热闹可看的。这秀才什么的，我可不放在眼里。还真别以为我是高攀了他们，我懒得攀。苏木兰语气轻慢，完全没有那委屈小媳妇的样子，倒令众人高看了一眼。你卖你的菜便是，我的事儿你不要插手，免得给我惹出麻烦。于是只得低眉顺眼的应了一声，心有余悸的回自己老院子了。你是否觉得我对我的生母太过绝情了？不是，我觉得你做得很好，只是我感觉有些抱歉，似乎因为你受了不少质疑和嫌弃。谢承安语气低沉，事实上我也没什么谈得来的朋友，你既是我的恩人，也是我的好友，可惜男女有别，人言可畏。虽然我并不害怕什么，但事实也确实是这么个事实。你竟不害怕？我又不靠着名声吃饭，我也不靠着名声嫁人。只要不依靠着名声去获什么利，名声对我而言确实没什么威慑力。但你不同，你是要考科举的，为了名声减少来往是必要的。谢承安眸子里的光亮又暗淡了下去。我知晓了，一会儿我还要赶路呢，年后路过此地，我再来拿辣白菜。苏木兰用一个小坛子装了些辣白菜、辣萝卜给谢承安带上。岁末时吃的会更油腻，吃点这清淡开胃的，也清爽些。谢承安捧着坛子无比满足。小柏，你要努力读书，明年我会下场，争取中个举人。谢家哥哥，你明年一定会中举的。谢承安笑了笑，就让阿福下车走了。年仅13岁的花季少女，竟被离了2次婚的生母催婚了。然而她接下来的话却让母亲沉默了。成亲干嘛呢？到别人家去当牛做马，伺候别人一大家子吗？还是让别人来坐享其成？我现在带着弟妹一起过日子，挺好的。但女子毕竟也是要成家的。谁说的？不成家也不违反律法。我过日子怎么舒服怎么来。苏小伯兄妹俩沉默着，于是见气氛变得不太好，便急忙掏出3个红封。虽然不多，但也是娘的心意，这是给你们的压岁钱。你们姐弟3个都要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。当然，若是能有大出息，娘就更美满了。姐弟3人很给面子的收下红封，每个里面都有1钱银子，算是大手笔了。娘，你看不成家，你的日子都挺舒服自在的。若是你再次成家，能给咱们这么大的红封吗？说不定还要给别人家当牛做马，赚到的银钱也落不到自己手里。苏喜儿可没什么顾忌，直接说了出来。于是一愣，若是自己还在那刘家，即便自己能给女儿卖这卤菜，赚到的银钱能自己花用吗？能给自己儿女这么大的压岁包吗？肯定不能。一想到这，他不由打了个寒噤。倒也不是这样说，即便嫁人，也要嫁个老实本分，不贪图钱财的。
只是人都是贪心的，这样的老实人少之又少。总之，能找到那样的老实人，再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也成。若是找不到，还不如自己一个人。苏木兰却给出了中肯的建议。你们放心，我是再也不想再嫁人的了，羞也羞死了。我以后只会想着你们，此时攒银子也是为了给你们攒聘礼、攒嫁妆。于是忽然煽起情来，都让姐弟三人有些不适应。你还是自己过好一些吧，想买什么便买什么，我这边银子够用。你的也是你辛苦赚到的，我的虽然不多，但也是我的心意。其实你还是个小姑娘呢，弟妹的抚养重担原应在我身上，都是我没用，这才压到了你的身上。于是温柔地看着苏小博，小柏，你到时读书那束修也不低，我也尽一点心意。他又掏出1-2碎银子出来。苏小博有点慌张，他不知道该不该接，便去瞅苏木兰的脸色。苏木兰点头示意了，他才接下来。喜儿，你还小，以后你长大了要成家，娘也会给你攒银子的。于是怕喜儿吃味，连忙说了句。苏木兰却觉得有点奇怪，于是这是转性了吗？看着苏木兰疑惑的眼神，于是有些不好意思。这些日子我把所有事情来来回回的想了很多遍，越想越觉得对不住你们。当时我的脑子一定是进江湖了。见苏木兰不以为然的挑挑眉，他又赶紧说道：木兰，娘知道你现在不信我说的，我也知道那句话日久见人心。你放心，你外祖父他们再也拿捏不了我，我也不会那么傻了。这倒是让苏木兰有点刮目相看了。古代的女子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老了从子，像于是这样一直被他爹掌控的，居然想要脱离于家。我自己手里有了银子，就不用再看别人的眼色过日子，如今觉得日子大不一样了。我能去买点自己爱吃的，偶尔吃顿肉也能随便吃，还能攒点钱，为着你们以后稍尽一点心意。我如今攒了不少银子，我们姐弟花用尽够了。当然，等我们长大之后，婚嫁之事你尽尽心也是应该的。你平时对自己也不要太节省，该做新衣裳就做新衣裳，该吃点好的便吃点好的。还有，不要贴补你娘家，他们你是喂不熟的。苏木兰说一句，于是便应一句，惹得苏木兰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你们放心，以前是娘糊涂，以后再也不会糊涂了。你们才是娘最亲的人。于是还在煽情，苏木兰有些不自在了。苏小博两兄妹还是挺动容的，对着于是亲昵不少。娘，那我便回去了，我还想着要琢磨点小菜，开春后好卖。小柏、喜儿，你们想在此陪着娘说说话也成。苏木兰起身便走，梁小芝也想跟着一起走，最终在于是希冀的目光里还是留了下来。长姐，那我晚点便回去做饭。苏木兰点了点头就走了。她回到家里拿出了零食来吃，没想到有人上门来拜年了，竟然是堂哥堂姐们。苏老大、苏老二他们毕竟是长辈，倒也不好意思来给苏木兰拜年，只能逼迫子女来。堂哥堂姐们一脸不情愿，但又不敢得罪的样子，于是面色都有些尴尬。木兰妹妹，府城来的那公子哥还会来的吧？大姐姐，你莫不是在笑想那谢家公子吧？咱们可是庄户人家的姑娘，哪里高攀得上？你这辈子当然只能嫁在村里，以后就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哪里管得着我怎么想？他来不来我怎么知道？他来也只是为了买点新鲜的小菜，过个嘴瘾罢了。你们想得太远了吧？人无远虑，必有近视，不早点为自己打算，哪里还会有以后？苏木兰没再接话。木兰妹妹，过些日子能否让我娘也给你做代理？我娘干活可麻利了，她就是嘴上不饶人，如今她都改了，她对你的心。苏桃还未能说完就被打断了。木兰，让我娘去，我娘是个老实人，肯定把活儿干得好好的。代理原本早就定好了的，也已经足够。再说，就算不够要再招人手，我也不敢去招2位的老娘。咱们本也不是什么亲近的人家，都已经断了亲的，我都不知道你们为何一起过来，有什么必要？你这个死丫头，别给脸不要脸！这就绷不住了。都走吧，我就不送了，不用再来往。说白了，不就是想在我身上捞点好处吗？清楚的告诉你们，不可能。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？再怎么样也只是一个小村姑，还以为你能飞上枝头了？苏向时恼羞成怒，快点滚！我不想在大年的第一天就动手揍你，不走的话，我的木棍会教你做人。苏木兰懒得再多说，直接赶人。他们也怕苏木兰在这大年初一当真动手，那他们会成为村子里的笑话不说，整年的运势都坏了。苏喜儿和苏小博正回来，看到匆匆而走的堂哥堂姐，他们面色阴郁，眼神也恶狠狠的。两人连忙进屋，生怕长姐吃了亏。别担心，我还能被他们恶心到吗？不外乎是又想捞好处。两兄妹才放下心来。长姐，娘在那边做饭了，一块过去吃吗？也行，我也懒得做饭了。于是年后好几天，苏木兰3姐弟经常在于氏那边吃饭。到了初6上午，于家来人了，是于氏的侄子侄女们。
他们满心欢喜的上门拜年，没想到竟被眼前的小贝臭骂了一顿。你们这群哒，大年伊始竟敢上门，直接要起东西来！你这个哒说啥呢？小姑原本就不要你们这些拖油瓶的。你怎么说话的？我怎么不要我的孩子了？原本看在你们过来拜年的份上，还想着留你们吃顿饭的。你们直接走吧，饭也别吃了。我们可是你那侄子，上门给你拜年，既然饭都不让吃，还赶我们走，你就不怕我们告诉阿爷，让阿爷上门揍你吗？你们皮痒了是吗？我可不介意在这大年初6狠揍你们一顿，不滚的话打死你们。你敢打我，我可是你表哥，何况这还是大过年的。有什么不敢的？你也知道这是大过年的，不该上门来乱吠，都滚！记住了，连你爹我都敢打，更何况你。苏木兰面色阴狠，吓得3人连忙鱼贯而出。你等着吧，我要让我爹揍死你！于文亮犹自不服，还大叫了一句：大哥，咱们身上没有钱了，怎么坐车回去啊？于文亮神色灰败，早知道方才就不喊那句狠话了。丽丽，你去跟小姑要钱吧，你是女娃，小姑会多疼你一些。在2兄弟的怂恿下，于丽丽无法，只得折身回来。小姑，方才都是我们不对，还望你消消气。道歉收到了，要钱没有？走吧。木兰丫头，你怎能如此？就算小贝说错了2句话，做长辈的也该包容才是。包容了呀，我们又没打你，也没骂你，还想如何？苏木兰似笑非笑，嘲讽地看着他。难道我们来给姑母拜年，姑母不该给点压岁钱吗？不该给车费吗？难道要让我们走路回去？原来你们来做客，连路费都不带的。再说你们来拜年，连节礼都未送，也好意思说来拜年？要钱1文都没有。于是原本都打算给几文钱车费了，一听长女这样说，他也不打算给了。丽丫头，你不是来道歉吗？我收到了你的歉意，其他的也不必多说了。今儿我便不留你们用饭了。于是说完就招呼自己的3个娃吃饭了，连个眼神都没给于丽丽。于丽丽眼眶通红，忍着气走了出去，一看到哥哥们，不由流下泪来。姑母是真的疯掉了，她说就不给咱们路费，也不留我们吃饭，就让咱们走路回去。于文亮与于文峰气得说不出话来，真想把木兰丫头狠揍一顿。以前她未回来时，姑母对我们也不是这般，有什么吃的穿的都会尽量满足我们，哪知现在变成了这般，不过是木兰丫头挣到银子罢了。以后咱们可没这个小姑了，以后她受了啥欺负，咱们娘家人可不帮她撑腰了。丽妹妹，事实上咱们娘家人也从未帮姑母出过头呢。于文峰难得说了句中肯的话，姑母就是欠揍，嫁到刘家换得3两银子好好的，就该天天挨揍才会老实。这不，一旦得势，她尾巴翘到天上去了，连咱们这些娘家的侄子侄女都沾不到她1文钱的光。原本还以为这次来拜年能让姑母掏出几两银子来，哪知连1文钱都得不到。兄妹3人到家后添油加醋的开始告状，听得于家人都把眉头皱紧。爹，妹妹已经疯了，不仅不帮衬娘家，还这样搓磨孩子们。她自己不回娘家拜年，咱们娃儿好心好意去给她拜年，却受到这等对待。我看咱们一定要给她点教训才是。罗氏气恨得很了，如珠如宝的儿子被小姑子这样搓磨。你妹妹真是变了，如今她那大丫头有出息，手头上竟然还有功夫，她可不怕咱们了。难道就这样放过她吗？女儿孝敬爹娘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竟然让小姑骑到咱们家头上了，这样的事儿我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丁氏看着儿子那狼狈样子也怒了，李氏也紧跟着说道：不疼只要侄女变罢了，哪有这般直接搓磨的？他如今怕是1个月几两银子地赚，却不舍得给几文钱给孩子们坐牛车，咱们就该将他好好教训一顿。敢这样对待我的宝贝孙子，是该教训一顿了，最好再让他出点银子。正月初8，苏木兰的卤菜又开始供应了。5个代理互道发财后，喜滋滋地挑上担子往县里去。屋里的姐弟3人突然听到了马蹄声，就知道是谢承安来了。那辣白菜做好了吗？年前带回去的那一坛，家里人都爱吃。那感情好，我是打算做这个买卖的，有钱人愿意花多少钱买。苏木兰就当做在做市场调研了。一坛5斤的话，1两银子，我觉得划算。苏木兰很是无语，偏偏面前这个公子哥还一脸认真的样子。你这是在害我吧？我若是照你这样定价，很快就能获得一个奸商的头衔了。1两银子真不贵，2两银子也能接受。我想定价为20文1斤。那真的太便宜，太划算了。不过是道小菜而已，这个价格可以了。而且我这也只是摆个摊，最多开个小铺子。为何不开个大铺子？苏木兰有点无语的看向这个公子哥。县城就这么大，又不是开酒楼，说什么大铺子呢？县说也要考虑县城的消费水平。
可惜我还未成气候，否则你直接去府城做生意，开大铺子。但我如今能力太小，关照不了你。你有心了，我并没有要大富大贵的决心。抚养我弟妹成人，倒也不是那么难。我做点小买卖，已经尽够了。他将打包好的一坛辣白菜、一坛辣萝卜递给阿福，阿福捧着2坛子先去了马车上了。我娘在这青松县也有铺子，有间衣坊，有间粮油铺子。你若是遇到麻烦，可找掌柜帮忙，或者让他们传信。他把铺子名称说了出来，让苏木兰记住。我先多谢你，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大麻烦。谢承安知道没什么理由再待下去，便折身往外走去。他看到一旁送他的苏木兰，矮他一个头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有一双灵慧的大眼睛不说，竟还有这乡下罕见的白皙细腻的皮肤。怎么？我脸上有什么？你真是一只小花猫，自己不知道。苏木兰连忙用手往脸上胡乱擦一擦。还有吗？谢承安暗笑，其实他脸上白白净净的，哪有污垢？不过是逗小丫头好玩罢了。走吧。少爷这好心情也太明显了点吧。苏木兰走到屋里，照了照镜子，真是的，这小伙子竟然学会了匡姐姐。农家女搬进豪华大宅子，可他们的母亲却十分伤心，只因子女不让她搬过来住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她还是厚着脸皮找上门了。长姐，咱们这就把院子和门面租下来了吗？没错，以后我和喜儿在这做生意，你可安心在县城里读书。长姐，以后咱们就能住在县城里了。苏木兰姐弟3人说说笑笑的回了家，把要搬走的行李收拾好了，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坐上牛车潇洒走了。大房自然听到了风声，一个个都气得牙痒痒的。这木兰丫头倒是去县城里享福去了，完全把我们大房二房撇下。娘，木兰丫头都住到县里去了，以后那府城来的公子也不会来咱们这村里。哎，谁说不是呢？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木兰丫头是个心狠的，不管咱们怎么对她示好，她就不把咱们放在眼里。何氏也很是遗憾，眼看儿子就要说亲了，哪来的银子呢？真是仇人！木兰丫头明明从手指缝里露一点碎银子来，都足够我家向实过得好了，她却偏偏不给。得到了消息的于是火急火燎地赶往姐弟3人的新家，大方地从兜里掏出一块碎银子递给木兰。木兰，这在外头开门7件事，哪件都花钱，娘这些银子也是你给机会挣的，我自己也花不了多少，这些也是娘的心意，你拿着花用。木兰此时却愣住了，她一向都不太看得上于氏，觉得这个娘做的事太离谱。于是见她不接，又低声叹道：看来你这丫头还是不信我，这么久以来我是真想明白了，尤其是我给你做代理卖这卤菜，自己挣钱开始，我就想通了许多事儿。我也知道你爹爹过世时寒了你们的心，你放心，我做的那离谱事儿，我也不奢望你们原谅我，你们怪我，我也会受着。我就想着，如今手里头有些银子了，尽尽心。那成，我都留着给小柏读书。小柏，你看，你的束修与笔墨纸砚可不是我一个人供的，娘也出了这么多银子。谢谢娘。于是见苏木兰到底接下了银子，喜得脸都有些红了，她也放下心来。木兰丫头心硬着呢，与苏家大房二房说断亲就断亲，说不来往就绝不来往。还好她对自己这个娘到底还是顾念几分。娘，我也在周围转了转，对面那里还有房子租，不如我给你租一间吧，也挺方便。于是十分高兴。当真？那真是极好的，若是方便做饭就更好了。应该能做饭的，那你晚点再回去，一会咱们去看看。娘，你还未用饭吧？今日就先凑合一下，到巷子口那小饭馆吃一顿。我吃个馒头就成，大不了吃个包子，也就2-3文钱就吃饱了。还是吃饭吧，味道也还不错，还挺干净的。长女才有了点接纳自己的心思，于是自然不会驳了她的话。到了中午，几人到隔壁家的小饭馆吃饭，一荤二素加米饭，1人份是10文。长姐，哥哥，我觉得好贵。咱们要适应这县里的物价，这只是普通消费水平。只要咱们挣得多，这点吃饭的钱何须省？掌柜是胖胖的大婶，一听这话笑眯了眼。小姑娘人不大，说出的话却有水平。婶子，旁边这间空着的门面是我租下来的，过2天我收拾好了便会开业，主要是卖卤菜和坛子小菜。真没想到啊，县里有好几家卖卤菜的人，不过都是摆摊的。你也会吗？我不仅会，而且还是他们的上家。看到那大婶的表情越发惊讶，苏木兰有一丝丝得意。我还以为我这竞争对手都是有些掌勺本事的妇人或汉子，哪知竟是个小姑娘。这里本就偏僻，每日里生意也不是很好，只是糊口而已。这下又来了一个强劲的对手，自己还是喝西北风去了。婶子，你放心，若是我的生意好了，你的生意也会跟着好。只要人多，周围的人气都会高涨，买其他饭食的人也会更多。那婶子变成你贵言了，你那卤菜做的是真好。
年前我们也是买了些尝了，贵是贵，但是真好吃。我见他们都不够卖的。那是，若是做太多了，卖不出去，那也没人稀罕了，就是要刚刚好才行。吃了饭后，母子4人一起去院子对面看房。这屋子干净得很，有窗户，通风，光线也足。在院子里洗衣做饭都便利，400文一个月，这租金还是能接受的，当即就拍板定下了。娘和我们住得近，也不过是隔2道墙，1道巷子而已，走路都不用半刻钟。木兰愿意让他留下来，他就十分欣喜。饭也吃了，下午还有这么多时间，我得回村里把那些家伙搬来，免得花钱去买。娘，我与你一块回去，一块收拾。苏木兰姐弟回去院子里，跟他们一块喜滋滋的去坐牛车。苏小伯去着苏木兰的神色，有些不安。长姐，你都是为了我才接纳娘在这儿的吗？你不用背负这些心理包袱。你和喜儿对娘到底是有深厚感情的，即使娘之前做的那些事儿让你们也觉得寒心，但归根结底，你们也做不到让她凄苦过下半生。现在这样挺好的，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但又让你们也能保持联系。苏小伯脸上的忧色逐渐散去，苏木兰又继续道：你也勿要拘泥于这些事儿，跟着心走吧。长姐，我明白了，我也觉得如今和娘保持这样的距离和联系正好，也不想过于亲密，也不想让她太过凄苦。苏木兰笑了笑，小柏，学堂离家里不过1里多路，中午想回来吃饭也成，能吃好点。你若是想在学堂周围铺子里吃也成，看你自己想怎么吃。零花钱我也给你，你随意花用，不用节省。苏木兰当即就给了小柏200文。这太多了，长姐，我花过了这么多。这才多少？拿着吧，以后每个月我都会给的，你自己攒着或是花用。喜儿的那份我也会给她的，你们2个都有。于是2母女一路上说说笑笑的，连赶牛车的老孙也为他们高兴。血缘关系自然是斩不断的，于嫂子，你要好好珍惜才是。是啊，我得好好珍惜，还是跟我的儿女们在一块儿才是重要的，其他的我都不会再掏心掏肺的了。他说的这话也有说给苏喜儿听的意思。于是回到家看着老房子，觉得样样东西都好，都想收着带去县里。娘，少带点吧，有些东西以后再回村里来拿。于是一听有理，便只收拾了必要的东西。原本以为木兰丫头果然是个冷心冷情的，不仅是对自己这亲伯父伯母如此，对她亲生娘也是如此。结果于是也喜滋滋的回来收拾东西了。这2家人坐不住了，一起围住了于氏的老房子。女孩惊恐地看着前方，只见村里的恶霸突然包围了她家，甚至还对她和生母恶语相向。喜儿，你的死丫头被你娘骗了，她生怕你们拖累了她，你爹才死，她就急吼吼的改嫁。这时候你倒烂好心了，你这个样子，你长姐知道吗？我长姐说了，让我们平心而走。我娘知道悔改了，她待我们好，我们就会待她好。但你们时时刻刻都只想着我姐的方子，或是想做我姐的代理，或是想要我姐的银子。我娘赚到的银子都给我们了，你们会吗？苏家人一噎，他们也没想到于氏会这大方。你娘是放长线钓大鱼，就是骗你们这些娃儿的。可是你们连线都不敢放，我爹死的时候，你们1文钱都不肯出，连门都不进，害得我哥哥一个人守着我爹。苏喜儿大声吼道，眼泪飙出，无限委屈。于是一把拦过苏喜儿，都是娘的错，让你们受了这么多苦。反正血缘关系断不了，你们爹是我的亲兄弟，我们可一直没有与木兰丫头斩断关系，倒是她拎不清要与我们这自家人断绝关系，却与你这个外人又亲上。反正木兰丫头那些个卤菜方子都是咱们苏家的，我们要去叫祖老做主。于是慌了，喜儿却不怕。你们去叫，我可不信祖老比县太爷还厉害。若是祖老偏帮着你们，我们3房就出足。苏喜儿神色坚毅地看着于氏。娘，你放心，长姐说了，咱们3房不依靠任何人，只靠自己，因此啥都不用怕，有便宜也不会让他们沾的。大不了咱们就上公堂。再说上回长姐帮着那个捕快抓到了贼人，县太爷还给了赏银呢。于是心定了，苏家大房2房俱都愣住了。苏贤儿这个死丫头如此信誓旦旦，应该不是说假话。木兰丫头竟然在衙门里有关系，还得过赏银，那么上公堂肯定是我们吃亏，到时你们挨了板子，可莫要来怪我们。苏喜儿这一番话把苏家人都镇住了，他们又说了几句狠话，才讪讪地走了。母女俩又收拾东西，于是还欲说点什么，苏喜儿制止道：娘，不用多说什么了，咱们快点收拾完，早点去县城，远离这些人就好了。于是一想，果然如此，只要脱离了这些不怀好意的人，后面的生活就是一派美好。母女俩把能拿上的都拿上，喜滋滋的去了县城。
于是整理完自己的东西后，就去帮着木兰两姐妹洗白菜、洗萝卜。这在自己院子里做活就是方便，也没人看得着。但你做菜时还是要小心谨慎点，喜儿你得灵活点，望着点风，不要让左邻右舍给偷瞄了去。于是絮絮叨叨帮着洗好菜后，又快速离去了。苏木兰对她的识趣也颇为满意。明日咱们要去把铺面那里收拾好，以后卖东西就方便了。张姐，我去打扫便成，我保证把屋里扫得干干净净，墙壁擦得一尘不染。我们去吧，长姐，你每天太累了。也行吧，你们让我偷个懒，我便歇一会。次日一大早，阿珍依然送了豆腐来，苏木兰脸色却有些犯难。到了县里，是否要重新选个送豆腐的合作伙伴呢？结果阿珍连忙表态，木兰妹妹放心，就是刮风下雨，我也会及时把豆腐送到。苏木兰便同意了。阿珍姐姐，很累吧？累啥呀？这世道，累点能赚到银子才是真格的，又累又赚不到银子的不多得很。木兰妹妹，姐姐全家都感谢你给的机会。苏木兰对这话深表认同。只要能赚到银钱，累点怕啥？等卤菜全部做好了，代理们也正好到达。苏木兰照例把菜都分下去，才好好的歇一歇。到了午饭的时候，姐妹俩又去了小饭馆吃饭。这一次掌柜却十分热情，碗里的肉都多了不少。苏小丫头，我今儿见的给你卖货的那几个人，个个挑着担子从我门前过，那香味都飘出来了。我就想着，能否也让我来给你卖这卤菜？苏木兰却直接拒绝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婶子，我这门面正在收拾，到时我自己要在这卖呢。大婶哦了一声便走开了。张姐，这掌柜也太奇怪了，再怎么说咱们也是他的客人，竟然这样对待我们。无事，咱们照样用饭便是。吃完饭后正常付账。姐妹俩明显察觉到大婶不如之前热情了，苏喜儿有点郁闷，苏木兰面色如常。怎么了？这就气不顺了？可知这世上很多人就是如此，只顾着眼前些许利益，一旦不如他意，便开始甩脸子。他却忘了，咱们到底也在他铺子里消费了好几回，让他挣了好些铜钱。张姐，以后咱们都不去他那用饭了，花钱还要受脸色，我可不愿。你看，这不就是让他自食其果了吗？有些人就是不会想，会把别人对他的好当做理所当然。我们自己可要吸取教训，别人对我们的好是一片真心，不能理所当然，反而寒了别人的一片真心。苏木兰偶尔也会说出一些做人的道理，当然也不会过度。苏喜儿频频点头。张姐，我觉得谢家哥哥就是一片真心的对我们好，给了我们不少银子，还送了好多礼物，他对我们也没有别的什么企图呀。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。苏木兰也觉得谢承安一片赤诚，又想起他说的倒羡慕他能说打就打，微叹了口气。临近傍晚时，苏小博回来了，满脸都是开启新生活的满意。来吧，今天学了什么，都给我和喜儿好好讲讲。苏小博每日都会把学到的东西交给苏木兰姐妹俩。只有10的字了，书里所说的做人的道理，咱们才能懂得。再说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咱们多看看书，说不定就挣做黄金屋出来。苏木兰这般开玩笑的说了句后，苏喜儿也勤奋的学习。喜儿，县里也有女学，只是招收的弟子不多，你想不想去？苏喜儿有点犹豫。不知道束修贵不贵？再说学的是什么？学认字、女德、弹琴、歌舞。其实苏木兰也有点犹豫。学艺术倒还好，只是那女德会不会把喜儿教成一个委委屈屈的小媳妇？在我的爽朗性子的影响下，苏喜儿也不再唯唯诺诺，也有了自己的思想。我可不想妹妹变成一个木头人。张姐，我不太想学弹琴和歌舞，认字也有哥哥教我。你还能认识一些朋友。我不想去女学认识朋友，以后在咱们这一片院子里认识新的朋友就行。那你对女工有兴趣吗？学针线，做衣裳。苏喜儿眼睛一亮，我想学会了给自己、给长姐、给哥哥做衣裳。那过2天咱们去衣房问问，看招不招学徒。到了晚上，正准备睡觉的木兰却得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。女人明明住着豪华大宅子，却顿顿只吃咸菜配白粥，只因系统精灵告诉她存够2万两银子以上就可以回到现代。但更惊人的消息出现了，宿主，你的真命天子在这里哦。苏木兰一口老血差点没吐出来。存款2万两银子也就认了，但真命天子在这里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要我在这里成亲生子吗？不用在此成亲生子的，到时天意自有安排。苏木兰稍稍得到些安慰，看来不能过躺平的咸鱼人生了，赚钱的压力好大。次日，苏木兰顶着2个大黑眼圈，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有点认床，换了地方还得适应一下。长姐，那你白天多休息吧，毕竟晚上还要睡觉呢。我这个年龄段，我这个阶段根本不敢睡啊。这日，苏木兰放了2挂炮竹，新店就简简单单的开业了。苏木兰安排了于氏守店，又给于氏涨了工资，2两银子1个月。木兰，你可是我亲生女儿，
我怎么能要你的银子？这看着店又累不着我。娘，银子是必须要给的，你手里有银子，买东买西才方便，想做什么也不会受限制。至于你是想攒着，还是想怎么样，不是自在的很。于是小新去着苏木兰脸色，只见她一脸认真，她才答应了。那行吧，银钱我都好好攒着。卤菜点开业后，也带动了周围的人气。客官，你买了卤菜和辣白菜，来我这儿点碗素面，或是就着白饭吃，也极有滋味的。有些人便拿着卤菜到小饭馆落座，配着素面或白饭，当然是极有滋味。苏木兰姐妹往回走时，隐隐听到有人呼救：“喜儿，你可听见有人尖叫？”苏喜儿也侧着头仔细去听，没有声音啊。走了几步，隐隐约约又听见了尖叫声，还有低沉的怒吼声。真的有人在呼救，就是这个破院子里传出来的。姐妹俩把耳朵贴到破旧的院墙上，果然听到了一个女子的哭救声。难道有人在打婆娘？苏喜儿两眼惊恐。喜儿，你去县衙找那个林捕快来，坐驴车过去。过来之后你就不要露面了，我回家换个装，再去这院子里瞧瞧。咱们就算多管闲事，也不能暴露了自己。苏喜儿知道事关重大，便转身离去。苏木兰快速装扮成了男人的样子。苏木兰跳到院子里一看，那是个5大3粗的汉子，而那女子分明只有12、13岁。哪里来的臭小子，敢来坏你爷爷的好事？苏木兰一言不发，飞身踹去。那汉子一时不备，竟被踹得直直摔倒在地，爬都爬不起来。你这小子是什么来路？为何坏我好事？苏木兰一言不发，先把那小姑娘嘴里的破布取了出来，又去给她解绳子。多谢公子所救，我是刘员外的女儿。只见那汉子冲了过来，苏木兰不再手软，用棍子将他一顿好打，直打得他痛不欲生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哥！林捕快带着人冲进院子，就看到是这副景象。你这小丫头换了装扮，明显就是不想暴露身份。小丫头，你又帮我立功了。这刘姑娘的哥哥可是大手笔，他纳谢礼，你可要收了。有多少？起码100两起步。小姑娘，我是女子，你不用担心。你这个样子回去也不好，可以借我的遮掩回去，不会引起轩然大波。好，我先跟你回去。刘雨柔见这人与捕快是熟识的，又见了他的身手，自然十分信任。林捕快，前头那家有点滋味就是我新开的铺子，你若是有事，可来那里寻我。林捕快点头，将那汉子抓走。刘姑娘满脸劫后余生的样子。姐姐，我叫刘雨柔，我敢肯定是我后娘使的手段。那日原本我不想出城去上香，我后娘让我去，结果在半路上我被劫了马车，还被下了药昏迷了过去。我听他们说要把我远远的卖掉，还说是成之后有几百两银子。苏喜儿也回来了，一看到苏木兰才放下心来，见刘雨柔还是惊魂未定。苏木兰拿出了卤菜和辣白菜让她吃饭，哪知这刘姑娘是个吃货，又喜欢吃辣，一吃上卤菜便连呼好吃，连那紧张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刘姑娘，你的丫鬟呢？总不会是你一个人出门吧？我的丫鬟背叛了我，她肯定也找了理由把锅扣在我头上，会说是我自己任性一个人乱走丢失了的。这次我回去后要她好看。刘雨柔吃饱喝足后，开始讲起了家里的事儿。原来刘雨柔亲母早逝，在她4、5岁时便已经走了。继母一向面甜心苦，骗了家里很多年，此时出手是为了把她的好亲事毁了，让妹妹待嫁过去。苏喜儿听得义愤填膺，拳头都捏紧了。竟然有这么恶毒的后娘！对啊，不仅是想毁了我的名节与亲事，甚至还想把我远远卖掉。我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。我要告诉哥哥，我哥哥会帮我报仇。只见于是匆匆进了院子。木兰，哎，这个小姑娘，你哥哥寻来了，我还不相信在我家里呢。走吧，我送你过去。几人一起走到铺子里，只见一个长身玉立的公子哥正吃着辣白菜，这副模样看起来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。哥哥，你还在这吃？刘雨意有几分尴尬，他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出现了。妹妹，太好了，你没伤到哪儿吧？刘雨意拉着妹妹左看右看，见没什么大碍，才放下心来。哥哥，这是木兰姐姐，就是她救了我，你快点感谢她呀！刘雨柔快人快语，苏木兰简直太欣赏这性子了。还用你来教我？多谢苏姑娘相救大恩，无以为报，区区银两不成敬意。刘公子过谦了，银子是最大的敬意，我便厚颜收下了。见刘家兄妹离去，苏木兰才展开银票，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大了，竟然是500两。木兰，快些收起来，免得叫人看见了。你到底帮了他们什么忙？为何送此大礼？娘，那刘家姑娘被她后娘算计，被歹人掳了，说是要远远的卖掉呢，这不被长姐发现了，长姐把她给救了下来。这些黑心的后娘不善待孩子也便算了，竟然还使出这些下作手段，硬是要除掉这些可怜的孩子。看来生在大户人家也颇多阴私和算计。
哥哥，我们去买几个有功夫的丫头，以后我可不敢相信院子里的那些人。这简单啊，这就去。兄妹俩直接去了牙行，幸运的是买到了2个有功夫的丫鬟。刘雨柔给他们取名为杜鹃、小燕。虽然他们功夫没有苏家姐姐那么厉害，但是我心里也有安全感了。哥哥，你不知道，木兰姐姐特别厉害，飞起一脚把那有200斤的大汉踹倒在地。这姑娘竟然这般厉害，不是个简单人物，却还能做些小买卖。小买卖怎么了？小买卖也极赚钱的，这可是咱们县城里独一份。你不是也爱吃吗？我没其他意思，只是想着她来历不简单。你就是想的太多，我觉得木兰姐姐很是单纯。兄妹俩回到家，刘员外便一个茶杯扔在真是越发无法无天了，这得有3天了吧？说去哪了？眼看女孩被人掳走，母亲不仅没有阻止，反而露出邪魅一笑，只因女孩得了一门好亲事，她为了让亲生女儿嫁过去，便设计了这场好戏。让她意想不到的是，女孩竟毫发无损地回来了。真是越发无法无天了，你消失了3天，去哪了？你这孩子真是急死人了，好端端的怎么一个人乱走？若是出了岔子可怎么办啊？母亲，我跟你说了2回，妹妹在新认识的小伙伴家玩，你都未跟爹爹说吗？这2日我又不在家，哪知会发生这样的事儿？刘员外惊诧地看向柳氏，明明是我让人把这丫头掳走了，此时2兄妹却一起为彼此作证，这显得我是多么居心叵测。母亲，你为何不与爹爹说呢？不仅不说，还让人在外面大肆寻找。你的丫头银杏说你贪玩任性，半路上自己跑了，我急得要命，这才到处找你，哪知你竟然躲起来。那丫头比我这个主子的派头还大，我可用不起她了，就将她还给母亲吧。连她的身契都不在我手里，我要她做什么？不像这2个丫头，方才我自己选的，身契也在我手里，不可能会做出背叛主子的事儿来。若是以前，刘员外会斥责女儿胡闹，但是此刻他看到妻子眼里的慌张与躲闪，便怀疑了几分。姐姐，你这样做真是伤了娘的心，娘一心一意的待你，但你自己走掉还躲起来，回来后却又在这儿苛责娘，当真是继母难为。娘待我与弟弟可是严厉得多。刘员外又动摇了几分。妻子向来贤惠，雨婷也很懂事，反而是雨柔一向都任性，继母确实难为，不管做的有多好，孩子心里都会排斥的。果然如此，这都还未说是继母故意找人掳走了我，父亲就不相信我了。刘雨婷略有些得意，姐姐，下回你可不要在别人家里小住几天了，惹得母亲急得要命，惹得父亲也寝食难安。记住了吗？以后要懂事一些，都13、14了，过2年都要与王家大少爷成亲了，还这般恣意妄为。明明这姐姐笨得要命，却占了门好亲事。母女俩悄悄地对视了一眼，2人眼里都是势在必得的决心。爹爹，今日咱们城里说书先生说了个好听的故事，你肯定没时间去听，我便简短说与你听听。当真是个没心没肺的丫头，正说着正事，你却又要岔开话题，你当真是不好管教。爹爹，你先听我说说。有一个200斤的长着络腮胡的汉子，掳走了一个富户人家的闺女，说是要远远的卖掉。只因为那闺女得了门好亲事，那继母若是卖掉了她，自己女儿便能带姐出嫁。好巧不巧，那女子被一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的绿林好汉给救了，而且啊，如今那汉子已被下了大狱。刘雨婷母女脸色苍白，但仍极力忍耐，维持着镇定。母亲，你说这事巧不巧？那闺女本来都快要被卖掉了，偏偏就被救了。有道是老天有眼，匡扶正义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样的污糟事儿你竟知道了？外头都传开了。母亲，这样歹毒的继母与继妹可太吓人了，还好咱们家里和和美美的。照我说啊，倒不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来得痛快。刘员外似听懂了女儿的话里话，又皱眉看向柳氏。爹爹，姐姐，哪家的事儿这么吓人啊？还好咱家们向来都是和和美美的，姐姐以后高嫁府城，也是咱们的荣光呢。荣光不敢说，但我若是那姑娘，一定不会放过那对母女，让那继妹也试试被人掳走的滋味。当然，妹妹你这么好，又不是那起子黑了心肝的，你不用怕，该怕的是旁人。刘雨柔欣赏了一会继母继妹的脸色，才继续说道：感觉有些累了，爹爹，我先下去歇着了。见刘雨柔带着2个新来的丫鬟下去了，儿子也接过走了，刘员外才脸色阴沉，看向柳氏。老爷，你这般看着我作甚？莫非雨柔这丫头意有所指的说那些话儿，你竟上了心？也怪我太过担心，一时没想那么多，只想着找到她，闹出了点动静。雨柔被我惯坏了，心里不舒坦呢。柳氏白皙的皮肤吹弹可破，2眼红红的，更添了几分阴之感。我岂会怀疑你？雨柔那么小就没了娘，都是你不辞辛苦的把她养到这么大。她性子任性了些，倒也没有什么坏心眼，你也别委屈了。话说开了就好。
刘员外脸上的阴霾渐渐散去，亲自给柳氏擦了眼泪，好言好语安慰了几句。刘雨柔气冲冲地回到自己的院子，把银杏那死丫头给我押过来。大小姐，太太说银杏可怜，把她要回自己院子了。大小姐先不急，要稳着，收拾一个小丫鬟还急于一时吗？此事不搭理她，她才惶惶不可终日，更害怕呢。刘雨柔一听有道理，急着收拾那丫头一顿，倒让她吃点苦头后便松了口气，一直不搭理，她才会觉得更害怕呢。明日再去买2个丫鬟，然后去看木兰姐姐，伺候我梳洗，我得好好睡一觉。苏木兰这边却在庆祝得了500两银子，满满一大桌子的好菜，母子4人吃得尤其高兴。手里有了点银子，要么再开个铺子，要么买个院子，你们认为呢？我觉得还是先存着，慢慢再看。再说如今也挺赚钱的，不必着急。于是怕苏木兰有大钱在手，不注意就花光了，小心的给着建议。我是有点急着赚更多的银子。张姐，我觉得如今有好多钱，真的不必着急了，咱们怎么花都花不完。张姐，妹妹说的没错，每日里都在赚钱，咱们也不大手大脚的，不用担心。有这样的日子，我真是做梦都不敢这样做。以前我们在村里，别说吃鸡吃肉，连米饭都不敢想，现在真是好生活了。如果她觑着3姐弟的神色，小心说道，如果家里没有那么穷，我也不敢生出那样的心思弃你们而去。苏木兰知道于是说的是真心话，也有着她的小心思，想让他们慢慢原谅她，接受她。于是见3姐弟神色未变，有些尴尬。当然，这都是我自己种下的苦果，我自己也尝到了。以后娘什么想法都没有，只想着好好帮着木兰赚钱。怕是外祖父那边又想上门来。不用担心，他们吃过几回亏了，不再敢来了。苏木兰信心满满的，却低估了于家人的毅力与韧劲。老头假装上前买卤菜，紧接着快速拖走了桌上的钱袋子。爹，你疯了！这是木兰的钱，不是我的钱。木兰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。再说，这钱孝敬点给他亲外祖父又如何？哼！于老头掂量着手里的重量，十分满意。抢了我的钱，我可是能将你们送到县衙的。县衙就在那边，走路过去不用1刻钟。你这丫头，这点子钱你还放在眼里？就从指缝里露出一点孝敬给我，这外祖父又如何？若是不想闹得太难看，就将我的钱袋子放下，麻利点滚！于老大忽然大喊起来：诸位街坊邻居，快来看啊！这可是咱们于家的亲外孙女，竟在此让我们滚！如此不孝的丫头，当真是赚到点钱，就不把咱们外家放在眼里了。周围的人一听到这个大嗓子，立马不少人围了上来。诸位瞧见了没？这个是我外祖父将我铺子里今日的营收攥在了手里，明明白白的在抢钱。我此时还未报官，是我还念着你是我娘的爹，若是再不放下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苏木兰压根不在意围观人数众多，依然态度强硬。于老头倒被气得发抖。你娘欠了别人3两银子，别人上门来要债，是我于家给赔了，如今这还不值3两银子呢，我拿着有何不对？颠倒黑白的于老头成功让一拨人站了他这边。既然是你娘欠了钱，做闺女的还也是应该。也没多少钱，拿了便拿了吧。怎么说这也是你亲外祖。喜儿，请您捕快来，坐驴车去。苏喜儿如今是熟门熟路，应了一声，很快就不见了。捕快还能管这点家事？这可是人伦亲情。于老头大声叫嚣，并不紧张，紧张的是于是他既怕木兰吃了亏，又怕捕快当真把于老头抓走。看热闹的更觉稀奇，这亲外孙女竟然告官了，告的还是他的亲外祖。于老二也大声嚷嚷：如今我这外甥女开起了这铺子，越发不把咱们放在眼里了。在乡下时，她就拿着棍棒想打我们，我就不信在这大县城你还敢胡作非为。围观群众开始了剧烈讨论，外甥女打舅舅，这可是奇闻。木兰姐姐，你当真这么厉害？我好羡慕你。苏木兰回头一看，是已经修整好的刘雨柔。哪里就厉害了？就是厉害，这些不辞心狠的长辈压根就不能算长辈，竟还在这信口雌黄、颠倒黑白，就该给他们一个教训。刘雨柔口齿伶俐，直接给他们扣了帽子。哪里来的不知所谓的野丫头，在这红口白牙胡咧咧？我胡咧咧，那你倒是把木兰姐姐的钱袋子放下呀！刘雨柔可不怵他，直接说到重点。于老头还想扯皮，却看到捕快过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谁在这儿闹事？不怕过堂？还未问清楚，一句话就吓得于家3个人心惊肉跳。捕快大哥，咱们并未在此闹事，这是我的亲闺女、亲外孙女开的铺子，我们来看看他们。于老头没想到真的叫来了捕快。林捕快，这铺子是我开的，虽然这是我外祖，但他上来就把我的钱袋子攥在手里，明明白白的开抢，因此我才报官。你是想如何处理？把他们关个几日？小问题。两人低声2句就已经达成了共识。于老二还不服，大声嚷嚷：
虎爷，我妹子欠了人3两银子，被人追债到家里，害得我余家几赔了。二哥，你怎能睁着眼睛说瞎话？明明是你们收了别人3两银子，把我嫁了过去，我天天挨打，实在受不了，从那家出来了，跟着木兰过活。人家找你们要那聘礼银子，你怎么倒说是我欠的银子？于是本不想提那样一段屈辱的日子，何况这周围都是街坊邻居，他不想让别人带异样的眼光看他。但此时不说也不行，不能由着他们乱说话，反而污了木兰的名声。人群里发出阵阵议论声，纷纷感慨着原来如此。你在苏家过不下去，爹爹把你嫁掉，何错之有？那银子也该你自己赔。那银子我连一个铜板都未得到，怎么赔？是你们收了银子，人家当然找你们。林捕快，不知在咱们大律朝抢银子要如何判？于老头一听，头皮发麻。我可没抢钱，只是看看。看情节轻重，轻则关上1年半载，重则赐字流放。林捕快知道苏木兰的意思，有意要将余家3人吓个半死。虽然你们将钱袋子还回来了，但抢了就是抢了，这是事实，带走。吓得余家3人惊恐乱叫。阿秀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眼见着你老爹被抓走。妹妹，我们只是过来看看，哪有抢钱？那钱袋子我碰都未碰，要抓也是抓老爹，怎么能连我一起抓？余老头真是生了个好蛋儿。要么你们就乖乖的跟我走，要么我就锁了你们，押往县衙。若是让我动用锁链，那就是因为你们拒捕，可不是关几天就能出来的事儿了。余家父子3人像双打的茄子，个个蔫巴，只好跟着林捕快走。于是听到说关几天，知道并不严重，也不怎么担心。还好钱袋子没被抢走，否则又要被老爹害得女儿跟我离心。这也让苏木兰感受到了，果然朝中有人好办事。苏喜儿看着于氏脸色，怕他难受。娘，你放心，长姐也只是对外祖父他们小小惩戒一番，只是关几天而已。我知道的，我怎会为他们担心？连放我都不会去送，就该给他们一个教训，否则老是想来抢东抢西。木兰姐姐，我真佩服你的魄力，原来事情可以这么简单的解决。但是你家里关系复杂，无法这么简单的解决是吗？是啊，若是我也只拉报官抓人就好了，把我那继母与继妹都抓起来。哥哥还去县衙打听了，那天绑走我的那汉子认罪了，说就是他一人所为，不愿供出继母，应该是被银钱收买，或是因家人而屈服，总也离不开这2点。以前我或许还认为继母只是面子辛苦，只是偏疼他自己女儿些，压根就想不到他竟然还敢朝我下毒手。木兰姐姐，你说我是否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？我也想让人把他女儿掳走，可以是可以，只是他们肯定有了大防备，你很难得手。唉，哥哥也这样说。对了，小柏在哪个学堂？我哥哥在惠才学堂，是甲班，他说今年一定要考个秀才回来，再不济也要考个童生。巧了，我家小白也是在惠才学堂，他在丙班。那就好了，我会叮嘱哥哥的，让他看着点小柏，不让人欺负。于是在远远的听着，惊喜之极。木兰姐姐，你今下午有空吗？咱们去逛街吧。苏木兰点头，叫了苏喜儿一块儿。娘，那你看着点铺子，我们去逛逛。快去，我好生看着，不用担心。家里的男人一夜间离奇失踪，可他们却不去县衙报官，而是气冲冲闯进别的女人家。你爹和哥哥们去哪了？他们进去了。进哪去了？外祖父与2个舅舅在我铺子里滋事，抢了我的钱袋子，所以自然是进县衙里去了，被拿下了大狱。不过你们也不用急，因为急也没有用。若是你们有心，便去送点牢饭吧。你这个黑心肝的死丫头，竟然把你嫡亲的外祖父送进了大狱！方氏说着就要上来撕扯苏木兰，苏木兰一伸手便抓住了他的手腕。我劝你们不要在此闹事，我既然能把他们给送进去，也能把你们也送进去。你们若是不信，不要到时候又来责怪我狠心，我可是提前打地招呼了。只见3人一屁股坐地上。你这个狠心的死丫头啊，果然是没爹的破落货，竟把自己嫡亲的外祖父和舅舅们送去了大牢，你会被天打雷劈，你睁大眼睛看着吧。苏木兰一脸的无所谓，丁氏一看这样钳制不住他，猛地冲到于氏面前。你这个该死的，怎么不去死，生出些这样的玩意儿来搓磨我们？本就是你们来寻衅滋事，怎么反倒打起我来了？我闺女开铺子挣点银钱，难道就活该被你们抢走吗？你活该死了！苏三死的时候，你为何不一块跟着去死？方氏3人不敢闹苏木兰，都恶狠狠地死盯着于氏。方才你打了我娘1巴掌，我便让他们在里头多待1天。你们再说一句，我也会让他们再多待1天。你们可以不信，就看我做不做得到吧。你为何这般狠心？那可是你的外祖父啊，他那么大年纪了，你还让他蹲大狱？今日他是抢我的银钱，因此我只让他们蹲几日而已。若是他们抢了别人的钱袋子，怕是要杖刑，重则被流放，还觉得我狠心吗？他是你外祖父，如今你铺子都开了起来，便是孝敬他些许银两又何妨？不应该吗？不该，他们3番5次的来闹，我再三警告仍不知悔改，便让官府教他们做人，口口声声说他是我嫡亲的外祖父，可别污了嫡亲这2个字。
嫡亲的外祖父会唆使我娘再嫁吗？会眼看着我娘天天挨揍，还死守着那3两聘礼银子吗？苏木兰冷眼瞧着他们，你们也不用不服，不管你们服不服，我都会教你们做人。有话你们去朝县太爷说，有气你们也大可以朝捕爷们去撒，在我这儿撒气，我只会把你们扔出去。方氏3人脸色一白，他们哪敢去县衙撒泼？若是你们在此闹事，说不定你们也会被关进去。还真别不信，这可不是在你们村里，以为撒泼便能占得上风。苏木兰眼里的轻蔑明明白白，但就是吓得他们不再撒泼，甚至也不敢回嘴。一群土包子，有空站在这儿，还不如赶紧给你们家汉子送牢饭去。方氏3人浑身发抖，似被一盆冷水浇了个透。苏木兰说完话后，却径直进了屋里，理也不理屋外这些人。阿秀啊，那可是你亲爹亲哥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咱们就算想去县衙，也找不着地方，你赶紧带我们去。于是不动，方才丁氏给的他那一巴掌，让他心里也冷极了。方氏知道他的心结所在，转头就一巴掌扇在丁氏脸上。还不快给你妹妹道歉，否则你就别跟着去了。老二若是想吃点啥，我可不管。丁氏无奈，只得低头。妹子，方才是我太急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快些带我们去县衙吧，真是要急死个人了。看着老娘和2个嫂子，过了一会他才缓缓说道：你们身上有银子吧？我先带你们去饭馆打些饭菜，瞧过情况再说。方氏此时又作妖了，你亲爹你都不管了，如今你怎么也是时时刻刻银子的？难道你爹连你的一口饭都吃不上了？莫非娘和嫂子们出来寻人，是1钱银子都不带的吗？都指望着我这个寡妇？走吧走吧，我身上有几文钱，赶紧去买饭。方氏无奈，一行人呼啦啦出了院子。长姐，娘带外祖母他们走了，你生不生气？那倒是随他，我们都各论各的。我可以不认这外祖父舅舅什么的，他怕是不行，除非他与娘家断亲，但那到底是他亲爹亲娘，怕是不容易。再说，即便断了亲，以他的心思，他也难过得很，远着些便罢了。方氏忍痛出了30文，打了3份饭。一行人好不容易到了监牢门口，却被拦住了，于是便暗示方氏出点钱。方氏给了2个衙役1人1钱银子，才被放了进去。于老头父子3人关在一处，不过才1天1夜，便面色清白，形容灰岗。老婆子，快让他们放我们出去，我要死在这儿了。再过几日，怕是要来给我们收尸了。他看到一旁的于氏，也不敢再呵斥，而是哀求：阿秀，你快去劝劝你家那个心狠的丫头，把我们放出去吧。我再也不敢去碰她的钱袋子了。不，连你那铺子我都远远的绕着走。爹，先别说那么多，先吃饭吧，趁热吃。于是不说其他，只示意方氏把饭菜递过去。父子3人眼泪都快下来了，总算吃上了口热饭。这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，赶紧把我们弄出去吧，饭都是馊的，冻得要死。这牢狱里又阴暗潮湿，这样下去，一个健壮的人都要冻病了。老婆子，不拘多少银子，把我们快点放出去。要不先把我放出去，大儿2都年轻力壮，待几日也挺得住。我是实在挺不住了呀。于老头急急地吩咐着方氏，不顾2个儿子的抱怨。方氏却十分为难。老头子，方才进来送饭都花了好多银子，家里哪里还有银子把你们放出去？所有人齐齐地看向于氏。我也没银子，你们若实在要凑银子，便按人头凑，我出1份。想要我来出这银子，那是不能够的。我没有，有也不行，没这个道理。于老头恨不得将这个女儿暴揍一顿。只见方氏连忙朝他使眼色，便生生忍下了。老头子，你可别为难阿秀了。木兰那死丫头说了，若是咱们于家再敢为难他娘，他就让你们在里面多待些日子。于老头面色紫胀，喉咙里叽里咕噜说不出句话来，显示忍耐得很了。老头子，你且忍耐2日，我一会就去家里拿棉被送来。这般商议后，探视的时间就已经到了。几个妇人匆匆出来。阿秀，去你那里拿棉被送给你爹，否则真要冻死他们了。娘，我那儿也只有1床棉被，送到这儿来我晚上干什么？家里头有棉被，你们便找紧些，赶紧去拿吧，我还急着去开铺子呢。于是说完后，竟然头也不回地走了，留下方氏3人风中凌乱。他们只得赶紧回村里打包了2床棉被送到牢狱里。于是又着急忙慌地把铺子开了。忽然他回过神来，老爹还在狱中，我竟然更记挂着这生意。罢了，随便吧。木兰那丫头时不时说跟着心走，我也跟着心走吧。3日后，于家父子3人总算可以出狱了。出狱之前，林捕快还特意叮嘱了他们，希望以后你们改过自新，若是再闹事，就不止关3天这么轻松的了。这还是看在木兰的面子上，小惩大戒罢了。于老头父子3人憋屈又无奈，只好赶紧抱着棉被，狼狈地出了牢狱。老头好不容易出了狱，可脸上竟没有丝毫的喜悦。于是这个黑心肝的生出木兰这个赔钱货，可把我坑惨了，竟也不见来接。他急着开铺子呢。于老头骂骂咧咧了几句，到底是不敢去找麻烦。赶紧回去吧，
爹娘，这棉被怎么办？自然是拿回去啊！你长了个猪脑子！咱们在这坐了几天牢，乡里邻居都知道了。我哪敢让他们知道了，丢死个人了！我只说是拿着棉被来给阿秀，便说阿秀不要，又拿回去。几人套好了说辞就回去了。这日母女三人正闲聊着，小柏放学回来了，只见他眼含泪水，面带伤痕，把苏木兰吓了一跳。小柏，你怎么了？长姐，有一同窗看我不顺眼，他已15，却还在丙班。或许是我得了夫子几句夸奖，或许是我向夫子请教问得勤了些，他便看我不顺眼，放学时就踢了我几脚。苏喜儿慌张得很，于是也十分惶恐。他姓甚名谁？明日你跟他约一场，我去给你报仇。你说我是你哥就行了。他叫陈仲良，家里开了个小酒楼。很好，又是个姓陈的。于是一颗心七上八下，苏喜儿却信心满满。张姐打了这么多回架了，哪里还怕这些少年？第二日，苏木兰便前往慧才学堂。小子，你哥到底来不来？就是，咱们可要开始了。急什么？我这不就到了。苏木兰压低了嗓子说话。大哥，是哪个踢的你？苏小博指了指那个趾高气扬的人。这就是你大哥，只是一个弱小子罢了，长得真俊，可惜啊可惜，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正好，我对你也不会手下留情的。陈仲良一听，眼睛迸射出狠意。既然这小子把你哥都叫来了，得赌点什么彩头吧，谁输了就给对方下跪。苏木兰暗自冷笑，这样的环境，看来小柏着实受了不少气。那便签下文书，双方按下手印，就怕有人耍赖。谁若是耍赖，我便拿着这纸文书在街道上敲锣打鼓的宣读，你敢吗？谁不敢谁是孙子，来签。谁也没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。陈仲良与苏木兰利索地签了名，按了手印。娘炮，开始吧。苏木兰邪恶一笑，忽然凭空跃起。陈仲良还未能反应过来，却见苏木兰已在跟前，朝他微微一笑。你好狠！人狠话不多，说的就是区区在下，别像个娘炮般这么多废话。陈仲良倒在地上，丝毫没有还手的机会，围着的几个人气氛焦急不已。可需要担架去医馆看看。他自己知道轻重，就这么一下，陈仲良的小腿骨起码骨裂了。你是个好小子，我要你死。是吗，陈大少爷？你想要我死之前，你也得把这赌约履行了。陈仲良一慌，脸刷得变得惨白。你也可当众承认你是我孙子，那下跪便可免，否则我会敲锣打鼓到你家去。你欺人太甚，陈大哥都已经被你踢伤成这样，你还咄咄逼人，玩不起是吗？我家小柏被他踢得满身青紫时，怎么不见你出来伸张正义？还是说你想继续跟我来比上一场？狗腿子满脸通红，再也不敢接话。我就便在此把话放明了，谁若是欺负小柏，姓陈的便是你们的前车之鉴。苏小博双眼含泪，看着全身心护着他的长姐。小柏，有人欺负你吗？成哥，你来了。苏木兰简单说了一下苏小柏受的欺凌，谢承安的脸色也黑了下来。你是打算躺在这不动了是吗？那你自躺着，我呢，则要拿着这纸赌约敲锣打鼓上你家去了。苏木兰说完，便招呼谢承安、苏小博离开。苏兄，我认输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欺负小博兄弟，还请苏兄饶过我这回。陈仲良是真的怕了，若是苏木兰拿着那赌约真的敲锣打鼓到他家去，他就完了。这次我看在你是小柏同窗的份上，暂且饶过你，但这文书可收在我手里，若是你再有不老实，我依然会上你家去。再也不敢了。跟班们把陈仲良抬去医馆，众人也各自散去。小柏、木兰，我来迟了，没帮到你们，没想到你功夫厉害得很，那个人连你一脚都碰不到，难怪妹妹说起你神乎其神。哪有那么夸张？谢承安略挑了挑眉，眼里更是不悦。这姓刘的竟然与苏木兰姐弟混得这么好了。今儿我做东，大伙儿一起吃一顿，庆祝庆祝。不必了，我和木兰、小柏有事要说。刘雨义一愣，明显面前这哥看起来和他们姐弟是熟人。行吧，木兰、小柏，那么我们改日再庆祝。你们很熟吗？说出这话后，谢承安后知后觉，自己语气竟然有些吃味的感觉。还行吧，机缘巧合，我救了他的妹妹，他给了我大大的谢礼。这事也办好了，咱们去庆祝一下吧。长姐、成哥，不如由我做东，我也攒了些银子。以后再由你做东，这次由我来。几人带上喜儿一起到县城里数一数二的10家酒楼。成哥，这也是你家的酒楼吗？谢承安因苏木兰学着小柏那般叫他，感觉心情很好。非也要付银子的。一会吃完饭后，我借着你的面子问问这掌柜，看收不收辣白菜。收的话，倒能供应一些给他。长姐，那我现在就回去拿2坛过来让掌柜试吃。让阿福去就行。谢承安说完，就让阿福再跑一趟，去铺子里拿2坛过来。一会儿咱们吃饱后一块去街上逛逛吧，去衣房看看。你一个大少爷，为何要与我们去逛衣房？再说，我们衣裳尽够穿了。我只是想送点料子给你们。苏木兰想着自己这身体也已经14岁了，
再古怪地看了谢承安一眼。这大少爷不会当真对自己有好感吧？男女有别，咱们不能走太近了。你这小丫头想什么呢？我才没想到那些，我都没把你当成女子来看。苏木兰松了一口气，谢承安连忙转移话题。小柏，这几本书赠予你，上面都做满了我的笔记。考秀才我就靠的它，你既已到了学堂读书，好好读，争取早日考个秀才。多谢成哥，我也祝你早日高中。你长得这般俊秀，以后中个探花。承你吉言，我先考中举人吧。席上气氛极好，几人吃完了后，谢承安会了账。烦请你们掌柜来一趟。掌柜满脸笑意的拱手走了进来。苏木兰开始推销自己的卤菜和辣白菜，掌柜尝过之后当即下单。那我清晨必定送来，这2坛小菜便送与掌柜，合作愉快。苏家3姐弟都很兴奋，算是开拓了一个渠道。若是这酒楼卖得不错，其他酒楼咱们也去谈谈。成哥，咱们也吃饱喝足了，这便走了。若是你想去喝杯茶，便与我们一同过去。那便去叨扰一杯茶吧。才吃饱，自然要消消食。阿福觉得简直没眼看。少爷啊，人家在说客气话，你听不出来吗？女人只是带男人回家喝了杯茶，可母亲却提了一个荒唐的要求。木兰，咱们断亲吧。这谢家哥定是心悦于你，有我这样一个娘，怕是阻了你的大好前程。苏木兰感到惊讶，于是一向都想牢牢地扒在他身旁，此时却愿意为了他的大好前程，自愿与他断亲。娘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你不为我着想，也该为小柏着想。断不断亲的，以后让小柏如何考功名？再说，你以为咱们断了亲，谢家那高门大户便看得上我了？最重要的，别人为何不在府城甚至京城，择一门当户对的良配，倒要来和我这乡野女子来谈婚论嫁呢？难道就无其他办法？娘看得很清楚，那谢家小哥分明就是心悦于你。你勿要担心这些，8字都未有1撇的事儿。再说，我也无心成家，只想着把弟妹抚育成人，待他们婚嫁，而我多存点银子，以后多买些田地，买些奴仆，或是多开2个铺子，日子是再逍遥不过。木兰，莫非你想着要孤苦一世？苏木兰觉得头大，这怎么说得清？自己本身就是不可能在这个时空嫁人的呀。于是的心里似被堵住，难受的慌。我只当他是个寻常友人，他为人豪爽，出手又大方，对我们都算不错。说到这里，苏木兰忽然觉得自己有些无耻，这不是在白白享受别人的好吗？总之，我只当他是友人，他也算得上是小柏的良师益友。今日我也已跟他明白说了，说男女有别，他也不会往其他方向乱想的。苏木兰似安抚了于氏，也似安抚了自己。这谢承安才15、16岁啊，应该是个初中生吧。不管如何，不能为你弟妹耽误了你自个儿。即便咱们攀不上谢家那么高的门第，在这县城总也能找到好的。于是看着苏木兰脸上浮起不耐，他也不敢再说。另一边的陈家却在哭天喊地：儿啊，你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母亲勿急，只是放学时在路边玩耍，一时不慎伤了腿脚。大夫已看过，休养一段时日便能恢复。陈仲良已在尽力忍住疼痛，大夫说若是再严重一些，骨头都要断了，饶是这般也要休养半个月才好。未曾想，陈父气冲冲回到家里。逆子，你这腿脚是如何被伤的？魏氏还待解释，陈仲良却心知父亲肯定已经知晓。你可是因欺负同窗而被同窗之凶所还回来的。陈仲良艰难点头，说不出话来。你若是真有本事，欺负了人家便也欺负了。为父时时刻刻耳提面命，那些个无钱无势的乡下小子欺便欺了，反正也无人为他出头。哪知你竟是个这般不长眼的，竟碰到了硬茬子了。魏氏这才知道儿子的腿伤是有因由的。你这个混世魔王，不是说挺厉害的吗？怎么被人打成这样？陈仲良只得澄清事情经过，见父亲两眼含怒，他小心道：爹爹，那小子的大哥实在是有些功夫的，儿子不是他的对手。然而我因一时冲动与他签下了那赌约，若是真正追究，儿子这张脸更加没地方搁了。这小子行事狠辣，且有章法，他就是故意整你。父亲，那小子当真是狠，说要敲锣打鼓到咱们家来宣读那赌约。这下连陈父的脸也涨成了猪肝色。竟有这等无法无天之人，得理还不饶人。陈仲良想起苏木兰的手段，有些心虚。爹娘还是不要惹他们了，若是再惹他们，说实话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。瞧你这没出息的样。陈父气冲冲地出去了。他家是做什么的？魏氏则继续打听，听说是开个铺子的，那卤菜铺子就是他家的。那卤菜竟是他家做出来的？卤菜在这街上卖的俏呢，我都使人买过好几回。魏氏心里也有点犯嘀咕，若是个乡下穷小子，他们拿捏点便拿捏了，却是个在县里开铺子的，似乎有点身家。只是开个小铺子罢了，连房产都无，还是租了个院子住。乡下来的穷小子来咱们县里也敢这般威风，咱们便使人打上去又如何？陈仲良脸色阴晴不定。
他虽然一时屈服，但也是为形势所逼迫。若是能让他再将颜色还回去，他自然是如此希望的。但是赌约在他们手里，若是出了什么差错，我怕他真的会在大街上敲门打锣而来，那家里的面子都丢尽了。魏氏一噎，若真到了那个地步，相公怕是想把他们母子捏死。女人在推销卤菜时，发现面前的人竟恶狠狠地盯着她，只因初次见面的两人就早已仇深似海。不过是些阿杂玩意儿，可别脏了我家的地。莫非是那陈仲良家？什么破落玩意儿，连10家酒楼都封我为上宾，这破烂小酒楼倒撅蹄子来了。陈掌柜大怒，呼喝着伙计要上前打苏木兰。苏木兰轻松捏住伙计的手腕，看着他疼得龇牙咧嘴。我呸！这破落铺子，难怪人家楼里红红火火，日进斗金。你这破烂铺子门可罗雀，等着吧，再过几日有你好看。陈掌柜没想到这个小丫头竟然如此大胆，他气得头发昏。苏家欺我太甚，苏家小儿将我重伤致死，苏家丫头却胆敢上门凌辱。你若是有胆，叫你兄长在家候着，我陈家定要上门讨回公道。苏木兰差点没笑出声，这老陈压根不知道那苏家小儿也是他，只以为是他的兄长。我们兄妹都没兴趣与你纠缠，你若是想打上门来，我苏家欢迎。对了，你儿还有一纸文书在我这儿，要给你读一遍吗？苏木兰笑意盈盈，看着有些看热闹的围了过来，索性提高音量。你儿的那纸赌约仍在我这儿，上面有他的签名与手印，说若是打输了，要跪在我苏家人面前认输。那日我们放过了他，这会儿他老子却又将旧事重提，看来是想履行那赌约了。陈掌柜急于吐血，另一家酒楼的孙掌柜却尤为得意。没想到老陈也会有今天。罢了，我们就此别过。你若是想打上门来，我们苏家人不怕你。在座的各位做个见证，打出什么毛病来，是他咎由自取，医药费我可不会给他掏的。他家儿子输不起，老子也输不起，真是没意思。苏木兰带着妹妹往外走，孙掌柜当众叫住她：苏姑娘，这条街再过去就没有其他酒楼了，你带了什么好东西？说是10家酒楼都用了，与我瞧瞧。苏木兰把卤菜递给孙掌柜尝试，孙掌柜笑眯眯的开始品尝。没办法，想不笑都不行，这小姑娘替自己出了口恶气。这等好滋味，难怪说能进10家酒楼的大门。不过我这铺子小，不敢与那些大酒楼争锋，也就是试着卖卖，每样先来1斤吧。即使是1斤的小生意，苏木兰也是笑脸以对。陈掌柜心知这该死的孙掌柜是当众拆他的台，但他又能如何？到时咱们若是要打上门去，得多叫些人，免得吃亏。不过几日功夫，如意楼的生意起码好了3、4成，陈掌柜的破酒楼却门可罗雀。老孙在搞什么鬼？为何他家生意忽然好起来了？大掌柜，我发现他家上了那卤菜和小菜，那重口味的阿杂玩意儿，竟真的能拉到客来。陈掌柜觉得不可思议，看起来确实如此。据说因了那卤菜和辣白菜开胃，客人还会顺道多点2道菜。经过2天的奔波，苏木兰顺利签了7家酒楼。为了庆祝拿下大单，姐弟3人从头到脚换了新装扮，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。该请个婆子来做事了，那么多订单也实在累人。我那院子里有个婆子，倒是好手好脚的，我见她也勤快，只是到底也找不到啥活，被儿子儿媳嫌弃，时不时见她垂泪。若是只请个帮工，不满人，依你看这婆子是否得用？那行，一会收了铺子，你让她来见见我。于是满心欢喜地应着。不一会，王婆子跟着于氏到了苏木兰的小院子。木兰，这是我院子里的王妈妈。苏姑娘，我这老婆子手脚怪麻利的，啥活儿都能干，你有事儿尽管吩咐。活确实有些累人，不过累也就是2个时辰的事儿。你看每日25文如何？多谢姑娘，我定然好好做，绝不偷懒。于是嘴皮子动了一下，到底没说出话来。这丫头1天2个时辰，20文尽够了。刚回到小院子，王婆子就拉着于氏的手抹起了泪。于娘子，老天爷定会保佑你的，我能赚点钱，我那儿子儿媳就不会成日里摔锅打盆了。这就好，你且好好坐着，我闺女就是面冷心善，亏待不了你。苏木兰在家里一盘账，发现平均每日可赚个7、8两银子了。1个月下来有个200多两银子，1年下来就能有个2500、600两。即便一直这么顺利，也要8年才能完成任务。哎，这样不行啊，起码要把任务时间压缩到5年之内。我想赶紧回到现代啊。饥肠辘辘的女人把手伸进空间，却只取出了一盆肉嘟嘟的植物。这是多肉，但不是肉啊。就在这时，她的脑子里快速闪过一个灵感。这可是上天送来的发财手段，这个时空没人见过多肉，如果我养得好，到10分盆都卖到富贵人家去，岂不是一门好生意？一想到这个，苏木兰带上苏喜儿便出去逛街，想要去买点好看的花盆。正巧遇到了来找她玩的刘雨柔。
索性一块儿出去了。木兰姐姐，没想到你是个雅人，竟然想着要去买花盆。我可不是雅人，我是为了挣点银子。进了铺子后，木兰好一番流连，却并无要买的心思。刘雨柔觉得奇怪，木兰姐姐，这家店品类繁多，在县里首屈一指，你都看不中吗？事实上，我只想要碗口那么大的。是要种什么样的花儿呀？这么精巧，若是种成了，再叫你来看。现在还不好说。那好吧，希望种成。出了铺子，刘雨柔便邀请他们去听说书，喜儿很是兴奋。木兰姐姐，你也经常来听吗？我瞧着你也不是很爱听的样子。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。这说书先生水平不错，但故事没有新意。有新意的故事，我能有啊。自己经常看的那些狗血电视剧，尤其是土味短剧，还有各种奇葩的小说，比这些故事有新意多了。几人吃着点心，聊了一会，家长里短后，都心满意足离开了。回到家后，苏木兰将一些多肉分出盆来。苏喜儿看呆了，张姐，这多肉，难怪叫多肉，真是胖嘟嘟的，好可爱，看着喜欢吧？很喜欢，与一般的花儿不一样。打理完多肉后，苏木兰从空间拿出了一本小说，开始修改摘抄。次日，苏木兰去了书局，递了一张手稿给掌柜。掌柜先还是不以为然，待看了半张纸后，神情严肃起来。掌柜的，你方才所看到的这一节，不足我手稿的100%，你说能否合作？姑娘想如何合作？我想把这书稿以连载的形式印刷出来售卖。你这春秋书局可是咱们县里最大的书局，前景如何，想必掌柜也能想得到。兹事体大，老朽得先问过东家，何时方便再商谈？最好快一些。明日上午吧，我洒扫一半。书局掌柜乐滋滋的把书稿交给邵东家看。一炷香的时间，周世年便将书稿看完了。这杨过当真好生让人同情，明明是郭靖得罪了全真教，全真教一群人却容不下他。后文如何？周世年才看了几章，正看着来了兴致，后续却没有了，有些发急。这是一个姑娘所著，说是想与咱们书局合作，批量印刷发售。周世年很是惊讶，竟是一姑娘所著。黄掌柜把苏木兰的话跟周世年说了一遍。妙啊，要多少银子？尽管开口。第一期暂时先值1000两，且看后续如何。黄掌柜思忖了一下，到底不敢多说，若是亏损在这上头，他的这掌柜也做到头了。便如你如言吧，只是不知这姑娘想分多少。明日那姑娘会再过来，那我便见上一见。次日，两人直接进入正题。书稿由我来提供，印刷、发售由你们掌控。我希望能拿到纯利的30%。投入成本较大，因此风险也不容小觑。30%似乎高了点。咱们可以先试着合作第一期，看后续情况。我觉得30%并不算高，毕竟这其中利润很可观。你们拿70%利已经相当不错了。见周世年依然沉吟着，苏木兰笑道：“少东家也不必太过为难，合作自然要双方愉快。若是你太过为难，兴许我会找别家合作，或许直接上府城找大书局来合作。”周世年一凛：“是啊，到府城也不过1日马车的事儿。这苏姑娘要找旁人合作也是轻而易举。”黄掌柜在一旁有些急，他也有些矛盾，觉得苏木兰要得太多。但若是错过了这个机会，自己怕是会后悔。毕竟，若是销量可观，他的奖励也会很可观。那便如苏姑娘所说，第一期先印1000本，你看如何？行，初次投入少点也稳妥。双方又讨论了封面、封底等细节，还有一个要求，必须要署名金庸。周世年自然答应。第一期便一共分为8章吧，余下几章我过几日送来。接下来，双方便签了合约。姑娘放心，不日这书便会售往各地，看看反响。苏木兰点头，她也很期待。周家自有渠道，这些就不用苏木兰操心了。男人靠着眼前的女人赚得盆满钵满，就在他沾沾自喜之时，女人却撂挑子不干了。这是为何啊？苏姑娘，咱们不是合作的好好的吗？之前3期分成是我的诚意，这1个月以来，你们赚了多少？周世年有些不好张口，这1个月以来，他赚到了之前1年的利润，因此我想55分成。46可否？周世年尝试着开口，没想到看起来不好说话的苏木兰又应允了。成吧，你6我4。于是两人重新签了合约。苏木兰将第2期的书稿奉上。苏姑娘就如此有胸襟，可想而知，令兄更是胸怀广阔之人。话说，为何都不见令兄？而这些事儿，竟然是你一个姑娘家来谈的。原来周世年也是慧才学院的学子，上次苏木兰在慧才学院的事，他也有所耳闻。其实小柏没有兄长，是我这个长姐。周世年几人吃惊不已。苏木兰已经收好这个月赚的315两，潇洒离去。老黄，这苏姑娘竟然女扮男装，去替他弟弟完成赌约，还胜了陈家那小子，逼迫陈小子当众认错。黄掌柜也几乎说不出话来。一个小姑娘比我们这些几十岁的男子都要强。她那份狠意，那份潇洒，哪里能看出一丝女儿身的温柔小意来？厉害是厉害，但这样的姑娘
一般人也不敢娶啊。黄掌柜的感叹声让周世年不以为然。谁说不敢娶？这苏姑娘如今还小，就已经比一众男子都强了。若是再成长2年，依靠她振兴门楣都不在话下。若是得到一个这样的女子相助，何愁前程？嘿嘿，他淡淡一笑，吩咐黄掌柜：第1期的版还在，还可多印一些。第2期就印2000本吧。是，少爷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苏木兰怀揣300两的银票，另有10几两的银子，加上刘羽翼的500两感谢费，如今他身上已经有1300多两银子了。他将1200两存入空间，其余的留给自己日常开支。恭喜宿主，赚钱能力得到大大的提升了。那又如何？有什么好处？你可以托个梦给爸妈了，不过只能说2句话。还有这好事？苏木兰猛地涌上热泪。我要说的是，爸妈保重好身体，我还活着，一定会回来的。宿主请放心，梦境已启动。这是到这里将近1年时间以来，苏木兰最开心的一天，总算可以给爸妈传个消息了，哪怕是通过做梦。令木兰没想到的是，今日居然是她的生日。木兰，你吃苦了，都是娘没用，才让你吃了这么多年苦。于是拿出煮的红鸡蛋来，这是福蛋，你吃了后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。另外想吃什么，娘都去置办。今日不用你动一根手指头，都由娘来操办。苏木兰接过那副蛋，分给喜儿和小柏，也给于氏手里留了个。一起吃，我们都要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。可怜的原主吃不上这鸡蛋了，我替他好好吃2个吧。吃完了鸡蛋，于是便照样去开铺子。中午收档后，好好做一顿饭，庆贺木兰生辰。清明时节将至，于是忽然忧伤起来。若是苏三还在的话，这日子多好啊！于是正一边胡思乱想，一边卖着卤菜，猛然间被眼前的一幕镇住了。男人第1天上班就突然倒地抽搐，可众人却直接将他抬到卤菜店门口。这卤菜不能吃啊，吃的我中毒了，差点小命就没了。正在买卤菜的人直接掉头就走了。这卤菜我不要了，都吃出毛病来了，谁敢要？哪里来的人在这胡说？这卤菜明明好好的。于是弱弱的反驳着，可惜他的话根本没有说服力。正好喜儿和木兰过来了，苏木兰向苏喜儿示意一下，他点点头就走了。不知你何时吃的卤菜，吃的什么卤菜？又去哪家医馆，找了哪个大夫看的？那伙计没想到他会问得这么细，捂着肚子不吭声。我们又不诓人，不怕你问，就是今儿早上他吃了你们摊子上的卤菜就发作了，我们把他送到回春堂，那赵老大夫给驱的毒，幸亏送得及时，才保住了他的一条性命。好，各位做个见证，你方才所言我都记下来了，大家不用急，一会就让大家看好戏。什么人在此闹事？令大家没想到的是，竟然是2个捕快过来了。陈掌柜也一脸见了鬼的神情。不是吧？我只是想把苏木兰的铺子名声搞臭，一点小事情不应该会惊动到卜爷吧？卜爷，您来的正好，还请为我们做主。这是我家伙计吃了这家铺子的卤菜中毒了，还好医治及时，得以捡回一条命。陈掌柜稳了稳心神。卜爷，方才这姓陈的说他们是买的我家的卤菜，又说去了回春堂，赵老大夫给治的。他说的没错吧？陈掌柜支支吾吾，躺在担架上的伙计脸色似乎更苍白了几分。我们可没时间与你们消磨，若是拿我们消遣，关个1年半载再流放。听清楚了吗？伙计面色惨白，浑身开始发起抖来。看来你的毒驱得不干净啊！苏木兰调侃着，众人有人看出名堂，大笑起来。陈掌柜仍强撑着：卜爷，我说的是事实。带过来。只见须发全白的一个老大夫被带了过来。赵老大夫，这人可是一大早在你那里医治。赵老大夫仔细的去看伙计的脸，伙计再也顶不住巨大的压力，竟然站了起来。卜爷，我都是照我家掌柜所说的做的。我今日并没有吃卤菜，也并没有中毒，更没有去医馆。伙计瑟瑟发抖，脸色惨白，一想到自己的下场，腿脚发软。卜爷，要罚就罚陈掌柜吧，小的都是被他胁迫的。明明是你这小子自己说了吃卤菜吃得中了毒，怎么还能赖到我身上来？陈掌柜不管3七21，又把锅甩到伙计身上去。伙计这下可不干了。苏掌柜，就是因为他的儿子在你身上吃了大亏，又因隔壁那如意楼卖了你的卤菜，而变得生意大好，他心里憋屈得很。他就是想把你的铺子名声搞臭，就想让你再也赚不到银钱，也想给他儿子报仇。我承认，他说事成之后赏我1两银子。陈掌柜面色通红，指着伙计暴跳如雷：你是个好小子，你当真是不知死活？你还想不想找到活干了？都压下去。卜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没坏心，只是想开个玩笑，闹着玩呢。卜爷，一场大危机就这样化解了。于是还在那怔怔的落泪。今天可是你的生辰呐，竟然遭遇这样的事儿。今日是你的生辰吗？
你怎么来了？苏木兰其实也并不觉得意外，清明时节，谢承安肯定是要回去祭祖的。今日是你的生辰吗？于是，在一旁搭腔，正是14周岁了。苏木兰有点无语，这个懦弱的娘啊，还在做梦呢，还在梦想着我能嫁入高门。方才发生了何事？姨母又在哭什么？小事，不值一提。这哪是小事，都被人上门诬陷了。若不是林捕快速速赶来，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。苏木兰简单把事情说了一遍。竟还是那陈家，这么不长眼的人，留着作甚？苏木兰惊了一跳，你可别乱来啊！你且等着，我去就来。说着，谢承安转身就走，突然他又回头温柔地说道：放心，我不会乱来的。半个多时辰过去，谢承安就回来了，满脸轻松笑意。今日是你生辰，你想如何过？照样过呗，没什么特别的。谢承安也有些僵住，他不知道能做什么，他也没有经验，这县城太小，也没什么玩乐的地方。别为难了，我倒是可以请你去喝喝茶，听听说书。苏木兰看着他，只差挠头了，觉得有些好笑。当真？那就走吧。谢承安很是惊喜，一路上都催我快点快点，感情节省下来的时间都用来见苏姑娘了。两人到茶楼刚坐下，谢承安便被说书先生吸引了心神。这说书真是生动，难怪生意爆满。这就是我请你来的用意。这话本子我偶尔听人说起过，便记录下来了。这话本子居然是你写的？这是哪个故事？我怎么未能听人说起过？确实是我听来的，我却利用它来赚银钱，说起来也是羞愧。你最近怎么样？苏木兰尴尬地转移了话题，两人吃着点心聊了会，就回了苏木兰的小院子喝茶消食。这2日我们要回村里祭祖，便先送你点小玩意儿。苏木兰捧出那多肉，她先是一愣，而后又赞叹：从未见过这样的小蜘蛛，煞是可爱。千万别把水浇在叶片上，否则容易腐烂。这么娇贵，定会小心呵护。就在这时，谢承安从怀里掏出了一样物件。今日是你生辰，我该送你一件礼物，是一枚书签，玉制的。No， 太过贵重，我不能收。今日恰逢我生辰，送你一盆小玩意儿，请你吃了饭，也是我身为主人家的礼仪，不必多思多虑。谢承安心里复杂难言，只得淡然一笑。我省得了，并未多思多虑，我这便走了。说完就潇洒地带着阿福走了，脚步迈得大，但手上一直小心捧着粗瓷碗。没过多久，林捕快一脸疑惑地过来了。原本那姓陈的，就算是下狱，也不过是半年，但县太爷改了主意，竟杖刑20，关押2年。哦，那是为何？你可别装模作样啊！我来问你，你倒问起我来了。忽然他想起当时谢承安说出去一趟，大约大半个时辰回来了，难道就是这中间发生了变故？看来谢承安比我想象中更有背景一些。难道我不是你最大的靠山吗？在这青松县里，你当然是我最大的靠山，我都要仰仗你。若是有人欺负你，你尽管来找我。于是心里投向一团乱七八糟的线，索性就过来找女儿说话。得知了那陈掌柜的下场，他倒是松了一口气。就想欺负咱们这些孤儿寡母，这下好了吧，挨板子了吧，气到监牢里去了吧，2年都出不来，看他再如何来诬陷咱们。就在这时，院门外传来一阵妇人的哭声。家中唯一的顶娘铸下了大狱，可她却不去求县太爷，而是直接跪在一个陌生女人面前。苏姑娘，求你大人有大量，高抬贵手，饶过我那当家的吧。都是我们陈家不长眼，得罪了泰山还不知。陈仲良跪倒在地，头也不抬。苏姑娘，我和小博士同窗，还求你看在这份上，饶了我爹，饶了我们全家吧。我们再也不敢与你作对了。你们跪错了人，这是陈掌柜犯的，案子是县太爷判的，你们不应该跪我。我也说不上话，我才是苦主，不去落井下石就是我的仁慈了。苏木兰十分冷静，不为所动。妇人极力忍耐着，依然哀哀哭泣。苏姑娘，你说得上话的。众所周知，这般诬陷也就关押1-2个月，以示惩戒，到底并未伤及性命啊。这些我就不知了，县太爷如何判决，自有他的道理。苏姑娘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们已经问过相熟的捕员了，都说原本不该至此，都是因为你这边使了劲儿。苏木兰冷声道：慎言，你们这样败坏县太爷的名声，我可是连县衙都未去过，竟然说是我这边使的劲儿。我若有这能耐，摆摊开铺子做什么？苏姑娘，你凭良心说，我爹犯的事儿，至于这样判吗？我凭良心说，该这样判。你们父子，儿子欺负我弟弟，老子想来欺负我。你爹欺上门来时，可有想过我这家里是孤儿寡母？可有想过手下留情？他只是想着一次性把我们的饭碗摔烂。至于以后我们孤儿寡母如何活下去，你们全家也未想过吧？苏木兰顿了顿，又继续道：我觉得你们该庆幸，最起码你爹还关在这儿，你们还能去探视。若是判了个流放之类的，可没有这么轻松。这话落在这一对母子耳里，就是明晃晃的威胁。他们认为苏木兰说这话的意思是，再闹下去，要让他爹去流放。母子俩站起身来，
陈仲良冷笑：苏姑娘，你们一家都是心狠的。你兄长踢得我受了重伤，养了这1个多月才好。你更毒，害得我爹要被关押2年。我们陈家与你苏家势不两立。邻里可都听见了，都帮我做个见证。我们苏家若是有什么不测，都是陈家人害的。苏木兰依然不慌不忙，陈仲良脑子嗡的一声：我是放狠话没错，但没说要谋害他家性命啊。苏木兰诡异一笑：再告知你一件小事儿，把你踢伤的是我。陈仲良仔细盯着他瞧，发出哇的一声大喊：如今可知道了，我踢你也是脚下留情的。若是我用足了力气，只怕你此时双腿已废。莫要以为我苏家是孤儿寡母便好欺负。妇人指着他结结巴巴道：是你这个黄毛丫头，竟然将我儿踢得养了这么久伤，踢的大夫都说再狠1分骨头都断了。你这个狠毒丫头！苏木兰直接下了逐客令：你们堵在我这有何用？还不如快点去衙门打点你们当家的。这话就如在那母子心上扎了刀似的，母子俩相互搀扶着离开。酒楼怕是开不下去了，本来就生意清淡了，当家的又在牢里。闹事的人走了，于是脸上还是惊慌。若是陈家人不愿善罢甘休，那又怎么办？躲也躲不过，只能迎头而上。不用怕，我的功夫你们都知道，而且我也不是没有银子，也不是没有人。苏木兰随口安慰着：明日要回村里祭祖，也要去给你爹烧纸，该准备的咱们都准备上吧。娘，这些事儿你去办吧，要买什么做什么，索性接下午都办完。意思是下午铺子关门。你若是自己一个人觉得不安，让那王婆子和喜儿陪你去，给点铜钱便罢。王婆子也是要准备的，那我们便去了。屋里只剩下苏木兰一个人，她便把《神雕侠侣》后面的也改成短剧。如果把整套书照录下来，那就太长了。直到于是带着喜儿回来，手上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王婆子跟着帮忙，也得了于是10文钱，笑眯眯的。也就是如今条件好了，让仙人也多吃点好的，也多烧点金元宝。老婆子故意装病骗女儿回家，竟是为了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。你爹又给你找着了一户好人家。嘿嘿，这家姓张，是做小买卖的，待人极好，庄子里还都称他一声老好人呢。爹，我不是说清楚了我不再嫁吗？我就跟着我的儿女们过日子，我过得好好的，不嫁。哼，你还年轻的很，哪能一个人过？你跟儿女都不住一个院子，怎么叫跟着儿女过？再说你再找个人，也可以一块跟着你儿女过。方氏好生劝着：我们可是真心为你着想，人家哪里配不上你吗？娘，我和木兰他们院子就也隔着道墙而已，是他那里住不开，我就住在隔壁，多方便。话不多说了，我走了。于是说着就牵着喜儿往外走去。于老大跳过去一把扯住他：妹子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，你把家里害成什么样了？这会儿说走就走，苏三都死了1年了，你也不再是苏家人，是我于家人，爹娘做主，把你嫁给他，有何不对？那姓张的汉子也走了过来：于家妹子，我对你也颇为有意，咱们到了这个年纪，不就是图个吃冷知热吗？我也不会打人，我性子温和。嘿嘿。于是梅好生气道：我知道你们合起伙来打的什么主意，不外乎是看木兰有了铺子，赚到了银子，因此就找借口要找个人来分一杯羹。我再三说了，那铺子不是我的，那菜我也不会做，只管卖菜而已，不用再把主意打到我头上来。屋里人的脸色齐齐一变。这一回找的这个姓张的，愿出8两银子的聘礼。就算是大姑娘，通常也就是个3、5两银子的聘礼，而她却愿意出8两。对那铺子和卤菜坊子来说，这8两银子算个啥？不过是1、2天就能赚回来了。只要哄好于氏，还怕那些东西到不了手吗？于是强硬道：爹娘哥嫂们，木兰的性子如何，想必你们都是清楚的。若是你们再想打什么主意，就不会像上次那般轻轻接过了。上回那般轻轻接过？你还是我的闺女吗？还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吗？这可是你亲爹亲哥，你害得他们坐了几天牢不说，还觉得是轻轻接过？方氏觉得不可思议，大声呵斥着于氏：你这个贱皮子，以为有你家丫头撑腰了，如今越发不把我们这娘家人放在眼里。聘礼银子我已经收了，你们今日直接洞房。于老头示意儿子儿媳们把门给堵住，让他出不了这个门。于是和喜儿都惊呆了，这是要强制的把我们扣留在这里吗？没错，咱们还有间屋子，收拾一下直接洞房。罗氏招呼着妯娌快手快脚的去收拾屋子了。外祖父，你们都疯了！若是我长姐知道了，你们就惨了。我们惨了，你这个死丫头，你娘都给你们找了个好继父，你们跟着享福吧。再说，带你那好长姐过来，这好事儿一成。于老头分明不把喜儿的话放在心上，相反，他还有点期待。
苏木兰那死丫头把我家害得这么惨，害得我一把年纪了，还在大狱里待了好几天。于是急了，爹娘，你们快把门打开，我带着喜儿回去，不会提这件事一嘴，就当做任何事儿都未发生过。妹子，你就这么看不上我？我们年纪相当，经历也相似，性子也都好，凑成一对有什么不好？我对你的娃儿也会像对自己的娃儿一般。嘿嘿。姓张的汉子一脸笑意，你别在这儿装模作样了，大家都几十岁了，你当我不知你心里的小九九？我女儿的那铺子，想必你也已经去看过了，还觊觎着那来钱的铺子。我告诉你，别在这儿做美梦。若是到时你下了大狱，后悔莫及。汉子突然笑意一脸，果然如你爹娘所言，你就是欠收拾。放心，今日我必将你收拾得服服帖帖。男人色眯眯地盯着眼前的女人，紧接着快速走到她的身旁。媳妇，我说你怎么30来岁的人了，倒像个小姑娘似的，甭害羞，我保证啊，让你满意。哼，你别怪我没警告你，我家大闺女可是能把她亲外祖父送到县衙大狱的人。至于你这个外人，判个流放也说不定。于是生怕他用强，想着吓唬他，要打消他的念头。果然张汉子的神情一致，似是在犹豫。妹婿，你怕他作甚？上回是因为我们摸了他的钱袋子，被他诬陷告到县衙，说到底不也没什么事吗？也就关3日。可你不一样啊，你是经过我们于家认可的女婿，咱们是要正经成亲家的。于老二安抚着，生怕那要到手的8两银子打水漂了。那张汉子又放松下来。罗氏喜滋滋的过来，妹婿，那新房收拾好了，今日咱们家便直接将这喜事办了，过后再办2桌，欢喜欢喜。那汉子便上前拉扯于氏要去入洞房，喜儿自然也知道是何事，他手脚并用的打着那汉子。于是连忙扶起喜儿，气得直哆嗦。爹娘，哥哥们，你们是要遭报应的，我长姐一定不会放过你们，你们都要下大狱。罗氏与丁氏一把抓住喜儿，你这妮儿怎么这般不懂事？这可是你娘的好事，你娘害羞而已。你如今也没个爹，这马上就要有个爹了，高不高兴？这样的爹，你们要是高兴，都请回去给你们做爹，我才不要。喜儿尚在挣扎，于是也被钳制住，推往那间新房。有村邻在院门外看热闹，方氏大声笑道：“没事儿，我闺女回来了，闹脾气呢。”村邻便不再多管。于是之前何木兰整治娘家人这件事，到底是被一些村人知道了。这下娘家人要管教一下闺女，那也是情理之中。于是几乎要绝望了，大喊大叫也没外人过来帮一下，直到他和那汉子被推进新房。你最好乖乖的从了我，有你的好处。若是不从，成亲后你就要过苦日子了。你可得知道，你以后的男人是我，要与我最亲。我压根都不认识你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就是想谋夺我女儿的家产，我可警告你！话没说完，就被张汉子一巴掌打在脸上。你可给我老实点，才不会挨揍。你女儿以后也是我女儿，我就是她爹。张汉子又伸出手抚摸了一下她的脸蛋。话说你这皮子还真是细嫩，和一般的乡下妇人真是不同，果然都是银子养出来的。于是瞅准机会，猛地一口咬住了他的手掌。张汉子拼命要把手抽出来，然而于是不松口，他痛得发急，用另一只手扇着于氏的脸。哪知于氏也是个狠人，不管脸上挨了多少下，依然死死的咬住，哪怕他已经察觉到满嘴鲜血。要死就一块死，哪怕不能拖着他一块死，也要咬下他一块肉来。于家人听到那房屋里巨大的声响，又听到那汉子的喝骂声、痛呼声，都知道厮打得很厉害。方氏皱眉道：“以前阿秀是个柔顺性子，如今却变得这般刚烈了。他若不是变了个性子，爹和我们也不会受这么大的苦了。”于老大嘀咕着：“不会闹出什么事儿来吧？”罗氏也有些不安，喜儿一边哭叫一边冲向那屋子。罗氏几人连忙把他给按住：“死丫头，可不能去坏了你娘的大好事儿！你们都不是我的亲人，你们要遭报应的。”喜儿，一个清亮的少女声音传来，所有人都一愣。长姐，喜儿更是委屈爆哭，所有人的眼里都露出恐惧。来的除了苏木兰这个魔头，还有2个捕快，就是上回抓了于老头他们几个的捕快。误会，这是误会。木兰，捕爷，你听我说。于老头吓坏了，赶紧上前来，想着解释一句。喜儿跑过去，一把拉住苏木兰的手：“长姐，快点，娘被他们压在那间屋子，快救救娘！”苏木兰带着2个捕快，快步走到那屋子前。张汉子正待破口大骂，猛然看到2个捕快，他吓得2腿一软，不争气的跪倒在地。捕爷啊，
我们正在洞房，我们是正经夫妻。于老头已经收了我的聘礼银子。他们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如今却成了分外眼红的仇人，只因眼前这个丑不拉几的男人。木兰，我要和于家人断亲，我不愿意做你们的女儿了。你们不是我的爹娘，而是我的仇人。呸！你这个贱皮子，你就是巴不得我和你娘早死。方氏突然扑通一下栽倒在地。全部跟我去县衙。倒地的这个怎么办？走不了就拖过去。总之今日便要把这案子办完。你们好狠的心，我都昏厥过去了，还要拖我去县衙？切，不愿断亲便不愿吧，我会恳请县太爷重判你们。于老头也投降了。断亲，我断。老两口都在断亲文书上按了手印，于家人松了一口气。你们以为断亲了便完事了呗？错了，我给你们的教训，现在好好受着吧。于老大也满是怒气。你这个死丫头，你娘本是个多么和顺的妇人，现今被你挑唆成什么样了？你这样的死丫头，以后别想嫁出去。别说高门公子不要你，就算是贩夫走卒，就算是残缺不全的人也不要你。人群里发出惊呼，这样的诅咒也是够毒，于是也气得要死。我让你胡咧咧，我让你在这乱叫。娘，你让开。你们是真的坏，但我也不屑于老梆子动手。你们且看着其他人的下场。好了，我将他们教训的差不多了，剩下的事儿就看卜爷怎么样办了。全部带走。卜爷，这事儿不关我的事呀，都是我爹我娘的主意。他们说家里没银子用了，说阿秀又不听话，要将她嫁出去。罗氏慌里慌张，不顾一切的大喊着。丁氏也叫着：卜爷，我真是被蒙骗的。再说这婚娶之事不都是老人做主吗？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贱皮子，竟敢往我和你们婆母身上泼脏水！难道你们不想要那聘礼银子吗？是谁成天在抱怨家里穷没银子用？又是谁成天怂恿着说阿秀如今祸了？于老头气急败坏，一顿输出。我不与你们多说，都随我去衙门，老实点跟着我。于家人不敢再啰嗦，只能跟着走。到了县里，路人与街坊看着这一长串的人都觉得稀奇，议论纷纷。进了县衙，苏木兰觉得县太爷在隐隐地打量着她。上次陈掌柜那事儿，谢承安肯定找县太爷打了招呼，因此陈掌柜才会被重判。这个丫头和谢承安有什么关系？经过一番审理，那张柱子被判关押1年半，于家众人则要被关押3个月。闺女呀，你快点求情，你可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，怎能如此对待我们？县太爷如此判决，已经是网开一面了。若是你们不知足，就像那张汉子一般吧。方氏被吓得不敢再说，这才接受了现实。苏姑娘，若是有人敢欺凌你，你尽管来县衙，我会为你做主。民女多谢大人。于家人不可置信，莫非这木兰丫头连县太爷都认识？这送到手边的人脉关系，不用白不用，这可是多了一层保护伞。几人疲惫的回了家，喜儿好不容易才平复了心情。长姐，外祖父全家都太坏了，哪里能拿这样的事儿来诓骗我们呢？为了骗娘回去，竟然还咒自己重病。他们为了银子，什么事干不出来。待苏小伯放学回来，喜儿把事情讲了一遍。苏小伯呆若木鸡，十分颓丧。是我没用，才让娘又经受这等事情，又让长姐要这般出头。苏木兰只得又耐着性子教育他：小柏，你现在还小，主要任务就是读书。这些事情发生的突然，即使我当时叫你一块过去，也是这样解决。但是这些事情原本也是我的责任。小哪儿，原来一直在考虑这责任担当的问题。你是个男子汉，以后姐姐和娘依靠你的时日还长。现今你读好书便行，不要给自己背上过重的心理包袱。是，我一定要好好读书，考取功名。见于是还是惶然，苏木兰也略有不忍。娘，那你去做饭吧。于是这才高兴起来，赶紧去灶屋做饭了。男人趁着女人不注意，悄悄拿出一个盒子，紧接着递给了眼前的女人。在古代，玉书是情谊和结发的象征。周少爷，此礼太过沉重，请恕我不能接受。你可是嫌弃我？周少爷，我不想成婚，也对你没兴趣。苏姑娘，女子终究是要成家嫁人的，而且咱们携手能把这画本子做得更好，能赚到更多的银子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说完了吗？周世年并非看不出苏木兰眼里的讥讽之意，还是一脸真诚道：我也并非那等贩夫走卒，我也是个读书人，错过了，或许错过了你，或许我也找不到其他好的了，是吗？苏木兰笑着反问：你年少失户，母亲幼，弟妹又指望着你，这些都不是优势。若是你想攀到更高的高枝，
怕是不太能够。说完了吧？周世年没想到他说走便要走，情急之下想去拉他的手，乃至他迅速避开。还请自重。木兰妹妹，我的想法都说了，你是什么想法？也说来听听。还请勿叫我木兰妹妹，你我非亲非故，不能这样称呼。其次，我再重申一遍，对你我没兴趣。至于我能不能攀到高枝，那也不是你应该关心的。还有，这样看来，以后合作也让我挺不方便的，就此作罢。苏木兰一说完，转身就走。黄掌柜连忙到了内室，少爷没谈妥吗？不仅没谈妥，倒让他生气了。少爷这样好的条件，这苏姑娘还有何不知足不满意的？周世年也很迷茫。是啊，或许苏姑娘是想攀更高的高枝吧。糟了，方才她说合作就此作罢，她不会真的想就此作罢吧？黄掌柜连忙安他的心。少爷且放心，离了我们，苏姑娘又能找到什么样的人合作？别人能有我们这般熟练吗？能给她这么高的分成吗？且看着吧，苏姑娘定会回头找我们的。周世年还是愁眉不展。黄掌柜或许并不了解苏木兰，但他自忖是有些了解。苏木兰看起来很好说话，实则强势得很，备几份重礼，明日送到苏姑娘家里。黄掌柜连忙应下。小姑娘气性大，送几份重礼，说些好话，应该能挽回吧。哪知次日黄掌柜带着伙计，提着重礼，到了苏木兰的小院子，却被一把铁将军阻了去路。苏姑娘，苏姑娘！黄掌柜喊了几声，可是根本没有回应。此时旁边院子里的王婆子刚好经过。这位大掌柜的，苏姑娘去府城了，过些日子才回来呢。什么？掌柜的，那这礼还送不送？自然是要送的。苏姑娘不在家，她母亲收了也是一样的。待于是收下这重礼，再帮忙说几句话，不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吗？黄掌柜带着伙计，提着好几样重礼，站在铺子前。这个闺女还真是神机妙算呢，她怎么会知道掌柜还会带着伙计亲自来送礼？余娘子，我姓黄，是春秋书局的掌柜。我家少爷与苏姑娘在合作的事上闹了一丁点分歧，这不端午到了吗？我家少爷命我赶紧送来重礼，免得与苏姑娘伤了情分。还望余娘子看在咱们书局与苏姑娘两度合作都无比火爆的份上，劝一劝苏姑娘，莫要闹那小女儿脾气了。黄掌柜说了也不怕您笑话，我家俱是长女做主，我不能带她收了这份礼。若是真有什么误会，待木兰从府城回来后，再与周少爷详细说吧。黄掌柜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妇人竟然还会拒绝他。再说这礼物盒子一看便知是上等的好茶，与那贵重的补药，连人参都有，但是却被面前这小妇人拒绝了。余娘子，今日我送礼来，您尽管收下，这泼天的富贵定不可拒之门外了。黄掌柜说着，便让伙计把东西放到桌子上。怎可强行送礼？一切事情都等我家木兰从府城回来后再说，免得到时这些重礼再原路返回，双方脸面皆不好看。黄掌柜一愣，怎会到此地步？总之我家木兰说了，若是有人送礼来，不管是谁都不可收，尤其是重礼。黄掌柜，我今日便要关铺门了，还请回。于是直接下了逐客令，他只得招呼伙计带着礼物离去。隔壁的胖婶子十分惋惜，余娘子，我可是瞧得真真儿的，这些礼物没有个几十两银子下不来，你怎么就让人直接拿回去了？送上门来的好东西都不要。他几乎要捶胸顿足，心疼的脸上都变了色。我家姑娘说了，不让收呢。你这还是当娘的呢，这个主都做不了。胖婶子还在喋喋不休，于是却不搭理他。孩子们应该已经到了府城了吧？公子哥想把眼前的摇钱树取回家，谁知女人不仅不同意，还直接断了他的财路。这日，女人刚从府城回到家，男人就舔着脸上门送礼赔罪了。苏姑娘，上回是我胡乱说话，惹了姑娘生气，还望姑娘大人大量，不要与我计较才是。见周世年又要奉上厚礼，苏木兰连忙拒绝。周少爷，上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合作终止，我也找到新的合作伙伴，因此以后我们就不必再见面了，我就不请你进门喝茶了。周世年与黄掌柜对视一眼，俱都大惊。苏姑娘，你怎能如此？我们合作本来就很好，为何又要找了别人？就连分成一开始是签7-3，后来签了6-4，都是按照你的要求呀。因为与你们合作扯上了私人感情，让我觉得不方便，因此便作罢了。做生意嘛，合则聚，不合则散，这不是人之常情吗？我要与谁合作，也不用经过你们的同意吧？刘雨柔一脸的八卦。私人感情，看来这周少爷对木兰姐姐有想法呀。苏姑娘，不如请我们喝杯茶，咱们慢慢说。实不相瞒，此时我们都口干舌燥了。苏木兰觉得好笑，便请他们进了屋，上了茶。周世年没忍住，左右打量了一下。好茶，这茶我们之前都未喝过。黄掌柜自然知道他的心思，
接了一句：“苏姑娘，这茶价值不菲，你看，这也是咱们两家通力合作的结果。”才不是呢，木兰姐姐还未与你们合作之时就喝这个茶了。虽然他也不知道事实是不是如此，但是挺木兰就对了。黄掌柜脸上有点尴尬。这茶一喝便知极其珍贵，苏姑娘是大气之人。黄掌柜，我是看在咱们到底合作了2回的事儿上，因此大家喝茶聊聊天。至于第3期的书稿，我确实已经交给别人了。这2日我去了趟府城，就是为了办这个事的。我做事不想掺上私人感情，为了避免这种尴尬，就找别人合作了。苏姑娘，我知道那日是我唐突，然而事情不是应该有商有量吗？即使做不成夫妻，那也能做合作伙伴呀。只能说缘分就到这儿了。黄掌柜隐隐有了怒气。苏姑娘这是拿我们当跳板了吗？何来跳板一说？若不是拿我们当跳板，在神雕侠侣取得这么热烈的市场反响后，为何会找别人？说来说去，不也是依靠我们之前的铺垫？黄掌柜越想越觉得如此，再一看周世年，也满脸的同意。苏木兰气笑了，让你们好生赚了2个月的钱，倒成了我的错了。怪只怪我先前太懒，懒得去府城一趟，因此找了你们。但你们忘了，书稿是我的，并不是你们的，竟反客为主起来了。苏木兰有点无语，刘雨柔也补刀。方才你们喝茶，还想暗示说木兰姐姐靠着你们才赚到银子，才能买到这茶。事实上是你们依靠木兰的书稿才能赚到大笔银子，别弄反了。苏木兰赞许地看了他一眼。前面2期我们是互利互惠，倒也不必认真去掰扯谁占了便宜，谁沾了光。但是已经各赚了一笔，也该满意了吧？若是你们有更好的画本子，放弃了神雕侠侣，莫非我也不依不饶吗？周世年和黄掌柜2人急切得很，怎么可能满意呢？原想着就这样安安稳稳地赚下去，以后本钱越多，可以滚的雪球更大，可以赚的也越来越多。哪知竟被眼前这个小姑娘选择戛然而止。怎么会有比神雕侠侣更好的画本子？苏姑娘真是说笑了。确实很难有比神雕侠侣更好的画本子，因此我肯定要找到实力更强的，做事更干脆的伙伴来合作。苏木兰怎么会替金庸谦虚？她当然也知道神雕侠侣的超能力，就不能与那家说清楚吗？苏姑娘，再给我们书局一个机会。周世年不方便哀求，黄掌柜自然代其开口。我当然不会放弃那家，因为我要有契约精神，也需要好的伙伴。话说清楚了，我就不送2位了。苏木兰性子直来直去，当然不懂得，也不愿意再弯弯绕绕下去。若是早知道你是这般想的，那日我就不会那般说话了。并非如此，周少爷，那日你的话出自你口，也出自你的真心，只能说你我的心意不同，因此不相为谋罢了。苏木兰又嗤笑一声，你认为我攀不到别的高枝，但事实证明，我要攀到别的有实力的书局很容易。周世年脸色惨白，我懂了，我明白了，当时我说的是，你的本意是说我攀到条件优越的男子不容易，但你的这种偏见，我本身就不喜欢。谁说在这方面我一定要去攀高枝呢？我不需要。话还是那句话，我需不需要，愿不愿意，想不想，能不能，都是好几码不同的事儿，而不是你嘴里板上钉钉的不能。因此咱们才合作不了了。苏木兰话说到这个份上，周世年自然不能再说下去了，2人都脸色苍白的离去。男人活了20年，第一次反抗母亲，竟是为了一个乡野丫头。哼，我不许你娶这样的姑娘。她小小年纪就没了父亲，幼身为老的，性子定是刚强，娶到家里了，肯定成天与我打对台戏。可我也是幼时失去爹爹，与他也算同病相怜。那如何能一样？你是男子，顶天立地，岂是那小门小户的野丫头能比的？切！娘，这2个月，他帮我们赚到了原本2年才能赚到的银子。周母的态度立马转了3600度。儿啊，若是你娶了她，我要好好给她立立规矩，你可不许心疼啊！毕竟咱们母子才是相互依靠的人，其他都是外人。周世年一叠声的应着，他也不禁幻想了一下，若是我真娶了苏木兰，让她在母亲面前伺候之余，再多写一些好卖的画本子，家里岂不是和和美美？第2日，他又前往了苏木兰的庭院。苏姑娘，苏姑娘，不要再过来找我了，再过来纠缠，小心我让你付出代价。呸！周世年抹了一把脸，甩了甩手上的水，踉跄着走了。小厮还在一旁嘀咕着，也不知道这苏姑娘着了什么魔，竟然这般对待少爷。再鬼叫就卖了你。2人回到了家，周母匆匆赶过来，儿子，你因何变成这般？见儿子不出声，他又叫来了方才跟着一起出去的小厮。小厮如实说了后，周母恨极，居然有这般不知好歹的女子，竟然敢当众给我儿难堪。周世年也气急败坏，没想到苏木兰是个这样的性子，明明前几日还让我与黄掌柜进去喝茶，今日竟然就朝我泼冷水。儿子，若真是娶了个这么强悍的女子，你都怕是要吃亏。当然，如果这样的丫头到了娘的手里，定然是要叫她服服帖帖的，还未进门呢，就敢这样向男子直接泼冷水，果然是出身乡野，没什么教养。呸！
娘，我如今只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娶到她。她会赚钱，虽然性子悍了些，但对家人很是维护。那能如何？只能我找媒婆上门去提亲，从他母亲那儿入手。再如何说，婚事都是由爹娘做主，只要说服了他娘，婚事不就能定下来了吗？周世年瞬间高兴起来了，于是定然会满意我这样的女婿的。次日，当周母带着丫鬟拎着礼物来到于氏所住的院子时，于氏果然有点受宠若惊。切，于娘子，为何你不与苏姑娘姐弟住一块儿呢？于是十分尴尬，一时接不上话。周家太太许是苏姑娘喜庆呢，苏家小哥又要读书，于娘子活多，怕弄出动静扰了儿子读书吧。啊，对对对，正是如此。他连忙将人请进屋，慌乱地泡了茶，见着周母那微沉的脸色，他更是难受。于娘子，这喝茶好歹也该用个细瓷杯子，这粗瓷碗没得让茶叶都不值当了。是是是，我平日里也不讲究，还劳烦你们将就了。这院子也未免太嘈杂了，这屋子也挤，就咱们几个人在这儿坐着都感觉挤。周母不紧不慢地点评着，于是陪着笑。于娘子，今儿咱们是来提亲的。周少爷长得俊秀，又是读书人，还开着那么大的铺子，你说是不是所有妇人眼里的绝佳好女婿？虽然猜到了他们的来意，但木兰的婚事自己肯定做不了主。周母见于是表情不似那狂喜，倒有点退缩，越发不喜。莫非于娘子还看不上我家根儿？岂敢岂敢，周少爷定是极好的，长得也一表人才，又极有本事。我们也知苏姑娘以前有段不太光彩的过往，但我儿喜欢，我只能委曲求全了。木兰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若是不过来，你还不被这些不长眼的人吃了？苏木兰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带着媒婆来提亲，是给你长脸，你竟然说我不长眼？呸！你是真的不长眼，没见我将你儿子都泼了一盆冷水了吗？还上门提什么亲？当儿子的脑子不清楚，当娘的脑子也不清楚吗？周母气得眼前阵阵发黑，她从未被谁这样直接对过，而现在却被一个10几岁的姑娘狠狠地教训了。好得很，果然是没爹的一丫头，果然是被退过亲的一丫头，还带着好几个拖油瓶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攀到什么高枝。你以为我儿心悦于你，不过是看中了我的银子吗？我都知道，给你儿子带句话，人若是有自尊心，就不要再登我家门来受我的侮辱，否则我会在你家铺子对面开一家同样的铺子，卖纸墨笔砚的同时，也会卖大批的画本子。原来周母是个这样难缠的妇人，若是木兰真的嫁过去，周家不但觊觎木兰的银钱，还想着打压她。周母一听到说开间同样的铺子就怂了。走，咱们走，真是晦气。呸！都给我滚！娘，拿柚子叶扫一扫这晦气，不要被这些个不长眼的人冲撞了。于是瞧着苏木兰不悦的脸色，连忙陪着笑脸。木兰，你放心，以后这家人我都不会放他们进来的。以后若是有其他人来说，我也不会贸然说什么的，一切都与你商量之后再说。今日你也受惊了，没什么大事，他们不敢再来了，我先走了。周母回到了家里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娘，这是怎么了？方才不是去苏家了吗？可别提了，那个死蹄子竟然用鸡毛掸子把我们赶了出来。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都未受过这等奇耻大辱。周母异常委屈，两眼通红。若是那些个高贵的人家这般对我也就算了，可是就连这乡野小女子也敢这般对我，是娘真是想不通。苏木兰真是欺我太甚，你和媒婆高高兴兴去提亲，竟然受到如此对待。是娘，那蹄子说了，若是咱们再去咬他将开个铺子在咱们对面，专卖笔墨纸砚与那画本子。娘，咱们不能再去招惹他了，若他真是开个同类的铺子，那将抢走咱们许多生意。周世年是知道那神雕侠侣影响力的，若他真是开个书局，那自己铺子是真的要被迫夹缝求生了。难道就让他们这般欺辱咱们吗？娘，提亲这回事儿，看来是再也不能做了。你还记得那陈家吗？周世年把开酒楼的陈家得罪了苏木兰的事儿一说，周母大惊失色。那丫头在官府有人吗？怕是如此。好，咱们也不起还躲不起吗？虽然心不甘情不愿，但周母也只能妥协。